陆九婉睁开眼，无数陌生的记忆尽数在他的脑中快速闪现，这些信息蜂拥而至，堵得他脑袋炸裂。但归根结底，他现在有2个身份，一个是无影门的顶级媚杀，一个是以世家之女身份嫁入晋王府的王妃。除了头痛欲裂，陆九婉还发现自己的身体很奇怪，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他体内啃噬着。痛，但更有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欲火焚身的焦灼之感。他极度渴望着什么，体内在痒，可他不知道从哪里挠起，好像是脚心，好像是心口，又好像是下体。半清醒半糊涂的双眸打量着四周。这是一间精致的古代女子卧房，瞥向身下，此刻她正躺在贵妃椅上，神色怔愣。她这是穿越了？脑中不停翻涌的信息无声解答了她的疑惑。是的。陆九婉眉梢挂上喜色，唇角缓缓勾起，终于离开了那个满目苍夷、寂寞如雪的末世世界。娇软的手臂将软绵绵的身体支撑起来，刚准备探索一番自己的身体，以及查探一下随行空间的东西是否能够取出来，就听吱呀一声，门被轻轻推开。王妃，该启程回晋王府了。陆九婉知道现在自己正处于一处寺庙里的女用客房里，是和自己这个身体的王爷丈夫一起来祈福的。寺庙寝殿大堂，玄衣男人的双眸赤红，周身气场带着压抑，维持着面色如常，高大的身形稳重地端坐在大堂的上位，旁边一位白衣男子正在为他把脉，不一会儿收回手，有些戏谑地道：王爷，您这是中魅毒了还不轻呢，好像还是新花招，没见过。可解？能解，却没说如何解。玄衣男人整理衣袖的动作顿住，轻抬眼眸，斜睨向他。解药自然就是王妃，这种毒最简单的有效解法，我估计是有世家女子打您的主意，或者是您碰巧沾了什么。至于是什么药物，还得仔细的研究探查一番才清楚。不过这一次，臣必须郑重的再次提醒王爷，您本就是肝火旺盛、易躁易怒，时常双目赤红，一直隐忍吃个药也不是个事儿，久了对您的雄风也会造成伤害的。玄衣男人陷入沉思，赤红的眸中带着薄薄的烦躁之意。就算王妃身份是个问题，但是不管如何，她现在都是您的王妃，更何况就算您不喜欢她，你侧妃就是了。而且您可是南晋国女人口中最佳夫婿排行榜第一。闭嘴！陆九婉的身体被强烈的刺激着，依靠着丫鬟的搀扶走到了外面。隆重的马车对辇已经整装待发，在丫鬟的搀扶下，陆九婉朝着一辆高大奢华的马车走去。临近马车，她抬眸，正对上一双直直看向自己毫不避讳的寒冷深邃的眼睛。他就是这身体的丈夫帝江。对上陆九婉眸光的一刹那，帝江平静的眸色微动。陆九婉什么时候敢直视他的目光了？对上自己的目光竟毫不避让。陆九婉淡然收回目光，走进车辇。帝江伸出一只修长的大手，他垂眸瞥了一眼，无视向前，衣袖擦过他的指尖。帝江身后的一排侍卫眼睛瞪大，忙收回目光看向远处。王妃是拒绝了王爷的搀扶吗？迟来让王爷等待，不请罪，还避开了王爷的搀扶，好大的胆子！踩着马扎上去，脚步虚浮无力，抬腿跨上马车的时候，身体一软，向后摔去。身旁的丫鬟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阵秀风扫过，王爷已经将王妃抱在怀里，像是抱小孩一样。帝江脚步沉稳地抱着她上了马车。马车内十分宽敞，装饰精致舒适，她被放在一侧柔软的卧榻上，帝江则坐在另一侧。出发！这！随着外面命令的传达，整个队伍开始动了起来。陆九婉的目光直白地打量着男人，看起来身强体壮，干净讲究，长相俊美，主要他还是这具身体的丈夫。做吗？何意？成年人一起睡个觉，不懂？就是你和我。放肆！帝江蹙眉冷声打断，想不到这女人就离开了眼前一个时辰，竟然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说话如此梦浪轻佻，哪有一点王妃的端庄模样。
马车摇摇晃晃了2个时辰，马车停下的时候，陆九婉躺在软榻上，潮湿的头发胡乱地贴在脸上，带着一种凌乱娇弱的美。帮我把头发整理一下，我看不见。陆九婉见他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打量，知道自己的异常举止早就引起了他的怀疑。呵，他才懒得管，随便怀疑去吧，哪怕就是知道了他的真实来历又如何？大不了促膝长谈一番，跟他讲讲5000年的故事，他能给他从文明的起始讲到文明的衰落。喂，帮我弄下头发，不然我就这样下车了。帝江忍着迷茫将发钗一个一个扶正，又将她凌乱的头发抚平。好了没有？急什么？没喂饱你吗？怎么说话的语气像个怨妇？你放肆！我还放舞。陆九婉站起来准备出去，刚站直，腿就一软，跌坐回去。帝江眼疾手快地握住他的手臂。本王抱你进去。那岂不是放5、6、7、8、9、10了？本王非不劳王爷大驾，自己走。帝江心里想，人真的有可能会被气死，这次有准备了。陆九婉再站起来的时候，腿能支撑住，一溜烟的功夫，人就下车了。回到寝宫，你们都退下吧，这里不需要你们伺候。回退几个丫鬟，陆九婉开始检查自己的空间，里面应有尽有的物资还在，尝试着拿一面镜子出来。下一刻，空间里的镜子出现在手上，看着手中的镜子，她的心情彻底放松了。身为御史大人家的小姐，被送到杀手营训练成为工具人。杀手组织的媚杀被安排进入选妃队伍中，一系列精心谋划之后被选为靖王妃。呵，有意思。不过凭什么以为他陆九婉继承了这具身体还会受你们摆布？王妃，王爷给您送东西来了，拿进来。丫鬟快速跑进来，将手中的白瓷瓶递给他。陆九婉接过，反反复复打量了一遍。这是什么？送来的丫鬟告诉奴婢，王爷交代说是专治擦伤的。她是王妃的贴身丫鬟，跟了一路，当然知道什么擦伤。说这话的时候脸蛋红红的。行，知道了，下去吧。身上的衣服落地，紫痕遍布的身体泡进浴池的一瞬间，刺痛感又袭来，一切都在提醒着之前这副身体经历了什么。靠在浴池边上，陆九婉慵懒地仰头闭着眼，第一次尝到男人的滋味。她深吸一口气，挥走眼前的场景，身上的刺痛感适应之后，陆九婉舒坦地靠在池边，望着窗外的夕阳，这和她在末世看到的不一样，末世里连夕阳都带着沧桑的味道。早上，门被敲响。王妃，辰时到了，你该起床用早膳了。陆九婉睁开眼，雅致宽敞的木床，轻盈柔美的床帘，平静的时光。原本以为换了个世界会睡得不踏实，却没想到睡得比在哪儿都安心。这一身舒坦，起床后任由丫鬟给她换衣服。当2个丫鬟看到梳妆台上把人照得一清二楚的镜子时，均吓了一跳。王妃，这是王爷新送来的宝贝吗？好清晰的梳妆镜啊。王爷对王妃真是宠爱有加，恭喜王妃。这可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王爷送的东西，昨天睡前2人当班的时候都没有的，就是等不及连夜就送来了吗？这是他应该的。王妃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之前冷若冰霜的同时还知道讨好王爷，但现在平平淡淡的，却不把王爷放在眼里了。早饭过后，按照原主的日常，要么再偷偷寻找机会了解王府的秘密，要么就是去弹琴、练字、读书。但他又不是真的陆九婉，他要去外面看看，看看这平凡但是又安宁的世界。王妃，您是要去练琴吗？练琴？他没回答丫鬟的问题，继续边走边看，入眼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眼看着王妃往王府的大门走去，2人赶紧交换了眼神。王妃，您是打算出府吗？可是不是应该先禀报王爷一下呀？随意外出的话，王爷可能会责罚。不用管他。可你们不想去可以不跟着，我自己出去就是，差不多晚饭的时候回来。陆九婉说完话也不等2人回答，径直走了。2个丫鬟哪里敢不跟着啊？脸色为难了一番，小跑着跟上去。王妃，那要不要准备马车？不用，本来就是走走，看看在马车上还看什么？
陆九晚站在街头，满目的繁华景象，抬眼就是高楼画阁，绣户珠帘。王妃，您想要买什么？吩咐下人来采购就是了，当心冲撞到您。陆九晚站定，回头看着身后的侍女：“你叫什么名字？”回王妃，奴婢叫白桃。好的，白桃，闭嘴，从现在开始，明白吗？是，王妃。你呢？奴婢叫白珠，奴婢明白了，没有王妃的吩咐，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陆九晚一边听一边看一边走，突然闻到一股猛烈霸道的酱香牛肉味儿。哎呀，刘记今天的酱牛肉又开锅了。是呀，这香味儿正宗。吃过2回，那味道真不赖，下脚更销魂呐。陆九晚鼻下清秀，寻找来源，是从前方不远处一家看起来干净清爽的店铺内传来的刘记酱牛肉。陆九晚毫不犹豫地踏步进去。王妃，您想要买什么？吩咐下人来采购就是了，当心冲撞到您。陆九晚站定，回头看着身后的侍女：“你叫什么名字？”回王妃，奴婢叫白桃。好的，白桃，闭嘴，从现在开始，明白吗？是，王妃。你呢？奴婢叫白珠，奴婢明白了，没有王妃的吩咐，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陆九晚一边听一边看一边走，突然闻到一股猛烈霸道的酱香牛肉味儿。哎呀，刘记今天的酱牛肉又开锅了。是呀，这香味儿正宗。吃过2回，那味道真不赖，下脚更销魂呐。陆九晚鼻下清秀，寻找来源，是从前方不远处一家看起来干净清爽的店铺内传来的刘记酱牛肉。陆九晚毫不犹豫地踏步进去。客官，哟，是位夫人，您需要点什么？酱牛肉吗？我们家的酱牛肉可是全南京城最闻名的，您一定要尝尝呀。来2斤酱牛肉，白珠，给钱。他身上可没钱。白珠看向白桃，白桃摇摇头：“奴婢们出门急，都没带钱。回去还给你们。奴婢们真的没有带钱出门，今天也不知道会出来。”陆九晚盯着2人看了一会儿，又回头贪恋地看了一眼酱牛肉，从头上取下一根簪子拍到桌上。小二被惊了一下：“小姐啊，我们这里只收现银，不收抵押物的。”陆九晚就静静看着他。店小二为难地开口：“要不您先去当铺一趟，再说了，我也没办法给您的簪子估价呀。”白桃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开口说话：“夫人，我们还是先走吧，等会儿奴婢拿了钱，一定给您买回去。”陆九晚最后看了一眼酱牛肉，走了出去。白珠将他的簪子取回，跟了上去。陆九晚边走边看，始终没有看到当铺。街的尽头，烟柳、画楼、长湖、微风。湖边画楼之上，雕栏花窗，清风徐徐入内，赶走炎热。他最近动静很大，看来是有点着急了。谢明科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帝江站在窗口，看着外面广阔的风景，轻轻回答：“怕他不成？只要他敢动，我们就动手。”说话的是一名少年，表情桀骜：“小王爷莫要轻敌，能坐上皇位的人，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不用你教训本王，本王自有分寸。”杨虎终将为患，遗诏的事情始终没有眉目。上次追查的线索又断了，对方私下动静也不小，我们必须要在对方之前找到遗诏。王爷，今天探子又收到一条消息，说当年带着遗诏逃跑的工人无意中逃到了北辽国。虽然消息不一定准确，但现在一点风吹草动都不能忽视，是否能暗地里加派人手去调查一下北辰国？帝江耳里听着谢明科的话，视线扫到江边，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心脏蓦地收缩一下。湖边，白珠和白桃2人脸色愧疚地看着陆九晚凄凉的背影。没带钱，王妃现在连牛肉都吃不上。要不我回去拿钱？白桃小声和白珠商量着。不行，记住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和照顾好王妃，外面人多眼杂的，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情，我们当代不起。也对。然而陆九晚却怡然自得。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视线正盯着自己，下意识转头对上不远处3楼雕栏内一道高大的身影，视线在空中交织，谁也没有收回，两相对望。
哥，你还想什么呢？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要调查清楚不可了。难道你还怕那北辰国不成？安排给慕白去做。哥，你刚刚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只是看到了一个人。哥，你看见谁了？他？不是。那是谁？帝江坐回桌边，端起自己已经放凉了的茶水喝了一口，没得到回话，帝寻就坐回来，坐在旁边看着他哥。帝江还是自顾自喝茶，眼里心里都没有他，一门心思在思考等会儿怎么问责他。没经过自己的允许，没有报备就擅自出府，他胆子好大。哥，还有什么事吗？没有的话，你们就先走吧，本王再看会儿风景。谢明科和帝寻对视一眼，两人眼里都是深深的疑惑，这是要见谁？这么神神秘秘的，很明显就是在赶人。他们可是连他最大的秘密都知道的人，还有什么事什么人两人不能知道见不得的？这湖广景色甚是宜人，忙碌数十日，今日终于得闲，定要好好欣赏一番了。臣也对这湖广景色甚是喜欢，这妖童元女湖光艳恋，此时此刻就想吟诗一曲。帝江举在嘴边的杯子半晌不动。王爷，有人闯上来了。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声音报告了这么一句。让他上来。门被敲响，三人齐刷刷朝门边看去。帝江望着门不作声，这女人竟然还知道敲门，就是不知道在请安。帝寻疑惑地看回帝江，又和谢明科对视一眼，做了个嘴型。谁呀？谢明科摇摇头。陆九婉又重复敲了敲门，还是没有得到回应。烦人，这男人莫不是忘记了自己昨天给他带去了多大的福利，既让他解了毒，又让他享受到了人间极乐，就这么卸磨杀驴。白桃和白竹两人跟在后面跟鹌鹑似的，又像是穿着单薄的夏衣过冬，瑟瑟发抖。砰的一下，外面白珠和白桃两人心悬在嗓子眼，随着门一打开，干脆飞出来了。奴婢参见靖王。拜见王妃娘娘。全场最冷静的两个人非帝江和陆九婉莫属。帝江坐着，眼皮清鲜，静静看着踏步进来的女人，心脏竟微微跳得快了些，视线不经意瞥过她的胸前，那里好像傲然了不少。带钱了吗？他没记错的话，这女人每隔1个月就要报一次信息，否则就会遭受惩罚。每月之期就要到了，还以为她是为此而来打探什么消息的，结果她怎么还有这般闲情逸致？带没带啊？下次还你，算借的。拿钱做什么？买肉吃。什么肉这么吸引王妃？叫丫鬟去买来，本王也尝尝。行，先给钱。帝江摸了下腰，静默一瞬。陆九婉看在眼里，无声叹息，起身欲走。帝江眉头一皱，这女人。站住！你又没钱。小寻，把钱给他。哥，你疯了！这个女人如此没规矩，大逆不道，你不责罚就已经是对她天大的恩赐了，还给她钱。此话一出，成功引起陆九婉的注意力。他的视线从帝江的身上挪到帝寻的身上，两人有5分相似。这小屁孩儿，你……陆九婉视线从他身上扫过，不理睬他。帝江又转头去看谢明科。谢明科虽然想不通，但是立马将钱袋拿出来，走到门口递给跪在外面的侍女。湖边画楼风光宜人，清风入室，沉香缭绕，屋内4人就这么静静坐着。陆九婉怡然自得地喝着茶，帝江悠闲地靠着椅背，掀起眼皮打量他。谢明科站在窗边，借着余光打量着陆九婉，看来他得提醒王爷一番。若是换做别的女人也就罢了，王爷宠爱有加，只能说明这女子有福分，但是偏偏这陆九婉就不行。先不说她本身的身份问题，就说她的家人站位问题，她这个王妃之位就坐不久。谢明科有些担心王爷就此沉迷于陆九婉，毕竟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陆九婉就是个顶级美人，而且她就是来施美人计的。今日出门是为何呀？玩。玩什么？随便逛逛，那肉闻起来还挺香的，就是忘记带钱了。你知道当铺在哪儿吗？你找当铺干什么？陆九婉从头上拔下那根被丫鬟取回来的簪子，留在桌上。我把它当了。你知不知道这簪子是我的大婚的第2天赏给你的？因为没有去洞房，所以第2天让人送去的补偿。
陆九婉看了一眼，是吗？不清楚。不是不清楚，好多记忆就是身体本人都要去回忆才能想起，他是真的懒得去想。帝江气节，德不配位，连这点都不清楚，还当什么媚纱，还当什么靖王妃？现在知道了，还不收回去带好？我为什么要带好？我说了要当了他。你很缺钱吗？本王从不缺你月例，还不够你花。陆九婉仔细翻找了一下记忆，好像每个月是会领到一笔钱，但是他花得很快，置办行头，打赏关系，几下就没了。不够。你简直不把王兄放在眼里，不仅要轻易贱卖王兄赏赐的东西，一个堂堂正正的王妃，说话行事如此不知礼数，你陆家的教养呢？有你什么事？你问陆家去啊，又不是本王妃在管。还有，随便质疑别人的教养，你的教养呢？你，王兄，这个女人简直太放肆了。他可真有本事，轻而易举就能让帝巡情绪爆发。帝江想明白了，和这个女人说话，多说多气，少说少气。从这个月开始，月例加倍。他将桌上的簪子拿起来，伸手略微熟练地插进她的头发里。但如是被本王发现你当了簪子，以后就取消你的月例，赏赐全部收回。哥，你疯了！反正有钱用就是了。你今天穿的这身还挺好看的，你们不穿裤子吗？谢明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咳个不停。臣被这美景忘了吸气，一下子呛到了。滚！是，臣这就告退。谢明科也待不下去了，反正也见到了庐山真面目。帝巡简直目瞪口呆，这女人怎是如此说话的，简直放浪形骸。帝江头疼的抚额。小巡，你也先离开吧。哼，王兄回去一定要好好管教一下，这样子还怎么配当晋王府的王妃？简直不成体统。两人一走，房间里只剩下两人。陆九婉乐得轻松，牛肉还不想分给他们吃呢。以后在外人面前说话要注意分寸，切不像刚刚那般，不许说混账话。我就问你们穿不穿裤子，哪里混账了？都穿这种袍子，做事情也不方便啊。并非所有人都穿这类长袍，你……本想说你多看看就知道了，但是怕这话一出口，以后他都盯着别人的下体看，那更不成体统。并非所有人都会穿这种长衫，衣服款式很多，劳作的人会穿这种比较简便的裤装和短衫。他真的是耐着性子在给他解答了。哦。又是一阵静默，帝江犹豫了一下，还是轻声问他：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吗？药抹了没？看不见，随便抹了2下，冰冰凉凉的，还挺舒服。现在没什么感觉。这话听得帝江呼吸一滞，脑子里出现女人给自己抹药的胡乱场景，活灵活现的。才叫你说话要注意，这么快就忘了？你不是说在外人面前吗？自己说的话自己不记得？竟是他的错，他认了。一提到这事，陆九婉就心猿意马，光是回忆一番都让他眼神迷离。做吗？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话，听得帝江心头一悸。帝江看着他不说话，做不到拒绝，因为他的身体很诚实，但也做不到点头。青天白日的，像什么？好像昨天也是青天白日的，还是在室外。他坐在那里毫无动静，可脸上的心动早已经出卖了他。陆九婉站起来，低头就开始解衣带。帝江额角又跳了起来，噌地站起来握住他的手。你做什么？陆九婉怀疑自己刚刚将他的沉默理解错了，问他：你刚刚沉默，不是代表同意了吗？这里怎么行？这里怎么不行？你坐凳子上，我坐你身上。帝江额头的青筋都随着他的话在一阵阵抽动，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凑在一起，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是一幅鲜活生动的香艳画面。他的话成功将他的野兽全面唤醒。将心一横，一把将他打横抱起，朝着圆形拱门内走去。这是什么？内衣。女人家的贴身衣物不是上次那种吗？这是新发明的。帝江看着他的眼睛，又看回那精致的小衣服，这手艺有些奇怪。
但不得不说，比上次那小破布好些，能挡住又很美妙。快点，我还要吃牛肉。帝江气不过一把将他按倒，温热的呼吸打在他的耳畔，霸道的吻带着惩罚的意味，如暴雨般落下。2个丫鬟买了牛肉回来，站在门口轻轻敲门。王妃，奴婢们将牛肉买回来了。里面没有人应声，2人对视一眼，难道王妃已经离开了？正准备再次敲门，一道陌生的声音阻止了他们。在外面等着。2人顿时不敢乱动，老老实实的守在门口。这是王爷的影卫，他们只听说过，却从来没见到过。现在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但是2人不敢东张西望。从艳阳当空到灯火阑珊，这一场突然的兴起才落幕。帝江怔怔地看着头顶的帐幔，他竟陪着这女人在这里胡闹了一天，荒唐又满足，果真是个媚杀，连本王都没能逃过。低头一看，女人的睡颜安稳舒心，对自己毫不设防。这该死的女人到底是想干什么？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赤裸女神，帝江扯过被子将2人盖住，慢慢又陷入沉思。白桃和白珠2人的腿都有些站麻痹了，关键他们还是站着听自家王妃和王爷的春闱秘事。王爷当真是好威猛啊！这么久，听说男人越久女人越幸福，果然王爷的优秀是从外到内的，怪不得都说王爷是全南界女人最想嫁的男人。机不可闻的吱呀声打断了2人的思绪，2人转身行礼。退车，回府。白珠和白桃都知道这话不是对他们说的，果然一道声音自楼道边传来。是。马车行驶在宽阔的街道，华灯异彩，热闹非凡。进入空巷，帝江眼睛慵懒的一抬，里面满是冰霜。王爷小心，有埋伏。外面的侍卫提醒着。继续走。马车没有停，帝江俯身在陆九婉耳边低语一句：有点小动静，睡你的。陆九婉眼皮掀起一条缝，在他腿上挪了挪，找了个舒服的角度继续睡。帝江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抬眸的一瞬间，气场全然不同。无数支冷箭从巷道各处射来，箭头穿破空气的声音，接着是冷箭和刀锋相撞的声音，乒乓作响。高俊的黑马嘶鸣一声就要倒地，侍卫抽刀斩断马绳，防止因为马倒地带动马车。冷箭放过之后，无数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堵住了巷道口2端，看起来今日在劫难逃，即便是武林高手，面对这么多人也难以抵抗。帝江知道今日在酒楼混了一天，被人钻空子是应该的。黑夜月明，杀！马车外仅仅6个侍卫，帝江一声令下，6人如利箭般从原地闪离，落地的一瞬间，血光四溅。陆九婉眼皮动了动，一股熟悉到让人作呕的气味袭来。他坐起身，帝江蹙眉看他。没事，睡你的。陆九婉沉默地摇摇头。果然杀戮在哪个世界都避免不了，有人的地方就有鲜血。害怕？陆九婉还是摇头。不是害怕，比这恐怖几10倍。被成千上万丧尸围着的地狱场面他都经历过，只是厌恶不喜欢。为什么在这样安全的世界要有这么多杀戮？你来自不安全的世界？是啊。帝江心下怪异，只当他指的是受训的过程吧。陆九婉不再说什么，他起身，帝江眼神一冷，一把扯过他的手，抱着他一转，避开刺进马车的箭，手一挥，腰上一把软箭射出，穿过马车车壁，只听见车外一句闷哼，然后倒地。陆九婉的视线从他的腰上移到他的脸上。酷！帝江无语。好好待着。说着，帝江出了马车。白珠和白桃2人见到王爷竟然出来了，那里面就只剩下王妃了。这些黑衣人的目标是王爷，他们知道2人紧紧围在马车周围，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王妃。帝江一出场，所有黑衣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一瞬之间，所有人奋力朝这边杀过来。他们的任务是他。6名侍卫默契地结束身边的打斗，杀回王爷的身边，团团护住他。速战速决。是。黑衣人不会给他们商量战略的机会，齐刷刷的全部冲了过来。帝江从地上的人的身上拔出自己的软剑，冷眸微抬，朝着最近的人猛掷了过去，快准狠，
剑身穿过那名黑衣人的胸膛。帝江的身影旋即出现在他面前，从他的胸膛里拔出剑，冷漠的眼神连看都不看一眼，狩猎下一个目标。黑衣人满目震惊和恐惧的眼睛闭不上，倒下。在原地静默半晌之后，帝江转身朝马车一步一步走去，撩开帘子对上陆九婉的视线。陆九婉的视线落在他的手臂上，手臂受伤了。过来。陆九婉起身走过来，蹲在他面前看他。帝江手穿过他的腿弯，将他一把抱起就往外走。外面一片黑色的尸体，血流汩汩。帝江抱着他踏过尸体，稳稳当当地朝巷道出口走去，一步一个血脚印。6名侍卫伤痕累累，却前前后后护着帝江，防止再有人偷袭。白桃和白珠两人跟在身后，穿过尸群。陆九婉仰头看他，放我下来。帝江不言不语，也不看他，固执地往前走。陆九婉不再说话，随便他吧，正好身体也懒得很，根本不想走。路很长，他抱得很稳。帝江抱着陆九婉进屋，将她放在床上。陆九婉困倦地睁了一下眼睛，嘟囔着说了句谢谢，翻身背对着帝江睡了过去。谢谢。他说话总给人一种很新奇的感觉，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又不能脱了他的裙子看，那药他应当还有。想起白天他说的看不见，随便抹了2下这话，又开始浑身冒火气。在床边站了好一会儿，竟没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离开。白珠和白桃两人也没想到王爷竟然能站好一会儿。你们2个下去休息，换人来伺候王妃沐浴洗漱，夜宵让人随时备好。是。帝江打量了一下他的房间，这里他从来没有来过，包括大婚当晚，女人的房间他也是第一次进，不算十分之粉气，尚且还能接受。帝江蹙起了眉头，他在想什么？他的视线瞥向床上被叠成四四方方的，像一块木头雕刻的豆腐模样的被子，谁这样整理床铺的？难道拜佛当真这般有用？他心底是不信的，他更相信这女人已经被偷天换日。长相一模一样的人他没见过，但是不代表没有。比如双生子，据他的观察，这女人变化的只有内部，这身体的躯壳是没有换的。这正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化的这么彻底？脑海中又是信与不信、怀疑和确定之间来回纠缠的场面。最后瞥了一眼侧卧的女人，站起身离开。门一关，陆九婉闭着的眼睛唰地睁开。王妃，奴婢们可以为您传膳了吗？传吧。用了夜宵，也许可以叫做晚饭。那边丫鬟已经带着力气大的粗使丫鬟把浴池里的水都准备好了。休息片刻之后，陆九婉挥退丫鬟，从空间里拿出自己的洗漱用品，进入浴池将身子和头发打湿，泡了半晌后开始洗脸、洗头、洗澡，最后用桶里的水冲干净，包好头发。对了，陆九婉猛地睁大眼睛，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了，没带套，那就得吃避孕药。古代男人哪里会考虑这些？他又不打算生孩子，靠，昨天就忘记吃了。听说有安全期，不知道是不是安全期。一般情况下，一次就中应该没那么巧吧？好像这具身体不来月经，来年经1年才来一次，自己穿过来的前一段时间刚刚来过。陆九婉从空间里拿出一个露营灯，借着亮堂的灯光，这才看得清清楚楚说明书，服用了避孕药。外间的丫鬟看着屋内骤然亮了起来，心中猛地一惊。王妃是失火了吗？没事，夜明珠。丫鬟这下更心惊了，两人互相看着对方不可置信的脸色。这是什么夜明珠，竟然能让屋内亮如白昼？天底下竟然还有这般好的东西！王爷当真是极其宠爱王妃的，这般好的东西都拿来给王妃用。弄好这一切，陆九婉躺回床上，从空间里将自己之前的日记本拿出来，厚厚的一个笔记本已经用了1大半。写下昨天的日记，穿越第1天，实现小目标，搞了个男人，滋味不错，比想象的感觉要舒服，这个世界很安宁，很喜欢。又写下今天的日记，穿越第2天，他技术进步了，是个聪明的男人。哦，忘记备注了，他是这具身体的丈夫。另外，这个世界也不安宁，杀戮永远存在，但还算喜欢。写完日记，将本子扔回空间，拉过轻薄的绣花被子睡去。2个丫鬟轻手轻脚地走进隔壁浴室，却都木呆呆地看着浴池，那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这么多泡泡？就算是王府的换衣处用的上好的衣皂，也无法洗出这么丰富的泡沫来。看来啊，王爷外出得来的宝贝，通通都往王妃这里送来了。是呀，全都是稀世宝贝。王爷真疼王妃，这样的好东西都舍得给。前段时间王妃一直被冷落，还以为……嘘，先做事。咱们呀，还是不要在这里议论主子们了，小心扰到王妃休息，咱们可就完了。寂静的夜里，就算说话声音十分小，但还是传到了陆九婉的耳朵里。陆九婉不怕被人发现，但是也不会主动去揭穿自己的秘密。说实话，他不相信以这个时代的人的认知能猜到他的来历。正好这些人自己给他找了借口，安心睡去。陆九婉醒来的时候，窗外暖黄的阳光照进了屋内的一角，还是没有完全习惯自己已经穿越过来了的事实，在床上愣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来人！白珠一直在外面听着声音，听见王妃的声音就赶紧进来了。身后的丫鬟提着木桶，里面是洗漱用的水。王妃早安。请了安之后，一件件安排洗漱用的工具。洗漱完，陆九婉坐在梳妆台前，帮我梳头。是。昨天没事吧？奴婢没事，多谢王妃关心。你们都会武功？奴婢和白桃两人是王府专门训练照顾靖王妃的，拳脚功夫是奴婢们必须要训练的。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真正要保护的是靖王真正在意的人。显然这位王妃进门之后并不怎么受到王爷的重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派他们来了，并且没有任何交代给他们。两人就糊里糊涂的当了差，也就尽心尽力的伺候着，不敢过问。但是这2天王爷对王妃十分宠爱，就说嘛，肯定是之前有什么特殊原因，王爷才故意冷落了王妃。不过他们作为下人也不会过多去揣测，只要知道自己伺候着靖王最在意的人，心里就安心了。早饭呢？白珠还没有回答，白桃回来了。王妃早安。王妃，王爷请您过去云鹤院用早膳。走。陆九婉看着桌上随意对他打了声招呼，便挨着他坐下。这是你今天早上让人去买回来的？叫你的丫鬟去买回来的，不是心心念念想吃吗？尝尝。陆九婉的目光从桌上那散发着浓浓香味的酱牛肉上移到帝江的身上。昨晚买的，你一个人偷偷吃了吗？帝江本和他静静对视着，心里涌着一股奇怪的甜蜜滋味。一听他的话，顿感扫兴，只想封住他的嘴，那嘴巴实在是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闭嘴！得，恼羞成怒了。陆九婉也不惹他了，拿起筷子看了他一眼。你先吃，你吃了我再吃。帝江眉梢稍稍有了点满意之色。转而一想，难道还怕本王给你下毒不成？帝江平静地吃了一口，味道还行，倒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值得他昨天那般惦记。陆九婉见他已经动筷，就毫不客气地伸筷子。陆九婉尝了一口，麻辣爆香的滋味在口中蔓延。穿越前他就是南方人，喜辣，入嘴就停不下来。陆九婉一手端着碗，一手夹着菜吃了起来，不粗鲁，却吃得很香，很珍惜。两个人安静地用了早餐。帝江忙，本该匆匆用了早饭就离开，今日却陪着这女人在这里细嚼慢咽，也不是故意的，是做完才反应过来。最近他的心思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身上，明日就是15月圆之时，不知道他今日会有什么动静。本王有要事要忙，先行离开了。我也吃饱了，改天请你吃饭。请他吃饭，这话好新鲜。从膳厅出来，外间阳光明媚，有些晒人。帝江长身玉立站在廊下，瞥了眼外面的太阳，回身看他。若是怕晒，便在那边亭子里等着，待丫鬟送了伞过来后再走不迟。哦。帝江沿着廊下离开，转弯的时候头微微偏向这边，看了一眼。吩咐厨房换换口味，口味偏麻辣，菜备丰富一些。是，奴才记住了。陆九婉没什么事要做，王府里不需要他管家，自有帝江自己安排的人在管理，王爷也没有那些什么3妻4妾的来找他玩。陆九婉迈着闲适的步子朝凉亭走去，湖里的荷花开得正好，里面有5色的鱼儿在游。他坐在长椅上，趴在栏杆上面看下面游来游去的鱼儿。白桃朝陆九婉行礼。王妃，奴婢这就去取伞来，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其实他不怕这太阳，只是不知道回去能做什么。在这里悠闲的吹着风也挺爽的。走吧，回去。正好走到云书院，一个丫鬟拿着一份请柬跑过来了。王妃，这是陆御史夫人送来的邀请函。陆家？就是我那个娘家。是。知道了，下去吧。陆九婉打开请柬赏荷宴，又看了时间地点。喏，认识字吧？看看这种赏荷宴我该穿什么带什么，去帮我准备一下，别给王爷丢了脸。他将请柬递给白珠和白桃两人看，古人最讲究这些面子功夫了，要是在外面给那男人丢了脸面，说不定以后的日子就没这么舒服了。白珠和白桃两人对这些事是有分寸的。赏荷，顿时心中对王妃的穿着打扮的基调有了大概的想法。王妃，应当要先给王爷禀报一声的。去吧。帝江早在陆九婉接到消息之前就得到了消息，坐在案前久久没动，半晌才回了话。让他去，告诉他在外面别给本王丢脸。王妃刚刚也说了，让奴婢们好好给他挑选衣物和首饰，不能在外面让王爷失了颜面。帝江听完，唇角微微弯了起来。他竟还知道顾着本王的面子，稀奇。你告诉王妃，不仅要面子，处事行为上也要注意分寸。是。白珠生怕王爷嫌弃了王妃，抖着胆子说了那么一句，还是有些后怕的。正午时分，陆九婉蹲在自己的院子里，地上插着一根笔直的干树枝，是他从旁边景观植株上折下来的。背后被太阳晒得快冒烟了，树枝的影子终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点，落在树枝插入的地方。他快速按下手中已经调到12点整的机械手表，指针咔嗒咔嗒开始转动起来。白珠拿着伞站在一旁，心里有些焦急。王妃这是在干什么？手里的东西到底又是什么？看着很是稀奇古怪。说是首饰的话，恕他眼拙，他觉得不好看，不如首饰匣里的各种玉镯和珠串。不是首饰的话，那又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哎呀，不管是什么好东西，非要去太阳底下吗？还不让自己给他撑伞？王妃的皮肤娇嫩的像是冬日里柔润白莹的白膏，哪里经得住这么晒啊？这要是晒伤了，按照王爷现在这么宠爱王妃，他们可能会受罚的。王妃，奴婢给您撑伞吧，您的耳朵都晒红了。陆九婉不在意，站起身来朝屋里走。王妃，这天气越发热了，要不要让厨房给您准备消暑汤？去准备吧。白桃正在里面给王妃挑选明日去赏荷宴穿的衣服首饰，见王妃进来，忙笑说：王妃，您看这套水纹金丝渐色裙怎么样？赏荷宴应当是都穿得比较清爽些的，这件不仅款式新颖独特，这两色搭配在一起相映成趣，绣工也是绝无仅有的，细看之下更加能够看出做工的用心。还有这套白色交领广袖叶地裙，您穿着肯定比花儿还美。首饰奴婢也选了几套出来，您可以挑一挑。白色的那套吧。好的，王妃。那首饰呢？陆九婉看着眼前琳琅满目、造型精美、设计独特的头饰、耳饰、项链、腰饰、首饰，这些衣服和首饰，他记得很久之前陵园购的时候，博物馆和首饰店里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人要，全都被他扫到空间里了。可能是出于保护的意识，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了比较可惜。这个，还有这个，他完全是依照自己的审美来选的。白珠白桃看了王妃选的，眼神都是赞赏。王妃，你选的真好。你们下去吧，我自己休息一会儿。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进来。是。白珠和白桃退了出去。陆九婉打开空间的实验室，用采血针采了一些自己的血进行化验。他要确定自己身体到底中了什么毒，然后配制解药化解。见到自家王妃终于出来了，白珠、白桃忙上前一步。王妃，要安排传膳吗？传，饿死了。在空间医疗室里待了一下午，他对自己的血液进行了各项检测，得出了结论，他中毒了。匹配了解毒的方案，在空间里给自己输了液，也吃了药，预计可能需要1个月的时间，能将身上的残毒清理干净。只不过晚膳还没有传来，倒是云鹤院的一个丫鬟来了。王妃，王爷请您去云鹤院用晚膳。下次让他提前预约。
起身朝着云鹤院去。丫鬟在前面带路，脸色有些见鬼。预约的意思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说王爷想要让王妃过去吃饭，还得提前派人来打听王妃有没有空。王爷，王妃来了。帝江端坐在餐桌后，他换了一身衣服，玉冠束发，银纹青衣，区别于他穿一身玄色衣袍的霸气凛然，今天看起来芝兰玉树。湘儿说你睡了许久，可是身体不适。今晚的菜很不错，饿死了，快吃吧。不过你下次要叫我一起吃饭的话，提前说一声吧，万一我有安排呢？本王问你话。有些困，没有不舒服。没有就好，担心他身体娇弱，别被他折腾出什么问题来。又安静的就看着他，不容置疑的说：明天开始，本王会安排礼仪嬷嬷来重新教你礼仪。帝寻说的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懂规矩。不学也可以，以后再如此行事，本王就给你多找几个礼仪的嬷嬷，一天12个时辰换着来教你。王妃该有王妃的样子。有大病。冷眼和他对视良久，本来兴致冲冲的过来吃饭，但是现在他一点胃口也没有了，过来挨训还不如回去吃泡面。去哪儿啊？先滚了。臣妾二字难以出口，老子先走了。站住！说过来吃饭。不吃。站住！站不住，天生喜欢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帝江暗自深吸一口气，身后的丫鬟放缓呼吸，最好让自己隐匿起来，收回视线。帝江看着一桌的菜，放在桌上的手轻轻握成拳头，胸腔一团闷气。王妃，奴婢让厨房重新传膳吧。要多久？一来一回，肚子都饿空了。大概用不了1炷香的时间，奴婢先拿点点心给您垫垫肚子吧。何苦跟王爷置气呢？王爷桌上那菜多丰盛啊，王妃也是笨，先吃了饭再拒绝王爷吗？陆九婉真的饿到前胸贴后背，算了，1分钟都等不了，空间里随便搞点什么吃就得了。下去吧。哦，送一壶开水过来。进屋关门，被挡在外面的白珠、白桃一脸问号。夜晚，皎月当空，玉人立于月下。王妃回到云书院之后，没有安排传膳，只要了一壶开水充饥。帝江眉头蹙了蹙，喝水充饥，不是说饿死了吗？不知道安排膳房准备食物，这个蠢女人。安排膳房，给她送夜宵过去。是。清淡点儿。啊，是。 20几年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一个女人气得睡不着。陆九晚意未寝，房间像是在里面藏了小太阳，很亮。一张桌，一盏灯，一支笔，一个日记本，旁边还有吃过的泡面桶，满屋子都还是麻辣牛肉的味道。只见那笔记本的纸上赫然写着：封建礼教害死人，害我差点饿死。帝江有大病，精神分裂症，少挨。记仇的陆九晚将笔记本合上，连笔一起扔回空间。拿起泡面盒子想扔进垃圾桶，发现根本就没有垃圾桶这个东西。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门开的一瞬间，被关在里面的空气分子快速往外扑涌，好香，入心入肺的香，让人闻之馋涎欲滴。这是什么味道？王妃吃了什么？帮我拿个盆和打火机，帮我拿个烧火的盆来。这里应该是用火折子。两人恍惚才回过神来。是啊，王妃。白桃，你进来把我房间里窗户全都开开，透透气。是。王妃，奴婢叫白珠，白桃比奴婢脸圆一点，肤色也白净些。白桃长得像蜜桃，白白的，圆圆的，您这样记可能会好分辨些。陆九晚一直记得是珠圆玉润，所以脸圆的就是白珠。知道了。白珠将全部的窗户打开，晚风穿过，带走了屋内的闷气。瞥见桌上颜色鲜艳的泡面桶，不敢多瞧，就退了出来。白桃很快拿着盆回来了。王妃，盆来了。拿着盆跟我来。满头问号的白桃和白珠两人只能跟着，也不敢问。王妃今天心情不好，都怪王爷偏要让王妃学什么礼仪。把盆放下。白桃将盆放下，陆九晚蹲下，将泡面盒子放进去，蹲在地上转了个方向，避风。
两人见盆中王妃要烧的东西颜色十分鲜艳丰富，上面的图案十分逼真，可惜王妃用身体挡着没看清。两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知道这是装食物的，很香。守着，我灭了再离开，别走水了。见王妃走远，跪着的两人互相看了眼。帝江走过来，看着盆里燃烧殆尽的东西，怎么回事？刚刚王妃在盆里烧了一点东西。什么东西？奴婢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是一种很特殊的食盒。食盒？哼，还知道饿，还以为开水能充饥呢。气性大，吃了东西连食盒都要毁灭。不过笨，偏要选这地方来烧，生怕他发现不了。什么样的食盒？颜色十分鲜艳，圆筒状的，很轻便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有点像纸做的。纸？油纸做成的食盒倒是常见，不过倒是没有见过在上面做图的，也不常见做成圆筒的，一般都是用油纸包住食物即可。他本就奇怪，无妨望着云书院的去路。哪儿来的？王妃回去就要了一壶开水，便将门关上了，奴婢们没有瞧见。躲着吃，之前就偷偷藏好的，像树鼠会藏东西。又望了一眼云书院的方向，转身离开。王爷，那灰烬看起来很奇怪，起初是软的，热气消散之后变成了硬块。帝江转回头来瞧了瞧他手心的黑色块状物，若有所思，缓缓闭上眼睛。陆九婉，不是陆九婉，陆九婉又是陆九婉，他的秘密到底是什么？这场宴会结束之后会改变什么吗？王爷，门外来人。进来。来人一身黑衣上前，恭敬地呈上手中的东西。帝江看着他手里的小瓷瓶，伸手接过。药方呢？请王爷责罚。帝江的视线缓缓落到他的身上。很难吗？戒备森严，藏得十分隐秘，是属下等人能力不足，请王爷责罚。下去吧。以他们的能力都拿不到，说明真的藏得很好。去把谢明科找过来。是。门外，慕白应声离去。谢明科踏着月光来到了王府，进屋就见王爷手里拿着一个瓷瓶在把玩。这是新的解药，这一颗拿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解药的秘方给破解出来。谢明科无语，真当他无所不能啊？我拿回去琢磨琢磨不简单。谢明科将解药收了，才好奇地问：怎么突然要破解这解药？难道是打算研制出解药，以此作为条件收拢对方的人？出去！谢明科暗骂捂不热的石头，铁石心肠。他连坐都没坐一下，水都没喝一口。从云鹤院出来，途经云书院外的时候，想到王妃，他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一时之间不知是喜是忧。喜，自然是王爷心有所属；忧，此人也许非王爷良人。不过不管是喜是忧，王爷自有思量。王妃，王爷让人给您送宵夜来了。陆九婉闻言挑了挑眉，是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还是认错？不吃。王妃，好歹是王爷赏赐的，您还是收下吧。是啊，王妃，王爷这是关心您，王爷都让步了，您就算吃不下，尝一点也行啊。你们饿了，要不拿起来你们吃？又不想，他认真的，不然要怎么处理？倒掉。下去吧，我不饿。丫鬟们退了出去，将门关上。陆九婉走到床边，蹲下，伸手将床底下的一块木板掀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木盒，走回桌边，将木盒打开，里面有一些银票和一本折子。银票他知道，是原身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准备的，现在是他的了。把里面的折子拿出来，木盒放到一边，摊开折子，烛火跳跃，这是他来之前陆九婉就搜集到的信息。帝江、千丝阁、谢明科，这东西就是这个月要交的内容。这东西值一颗药，他现在就是块夹心饼干。选择帝江就意味着背叛组织，选择组织就意味着背叛帝江。他是个透明人，帝江知道他的身份，毋庸置疑。虽然原身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被发现，甚至还期盼着有一天能帮着组织除掉帝江，以后海阔天空。
在誊抄的时候，他将内容做了一些筛选，将其中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都去掉了。这份资料看似含金量高，仔细分辨会发现缺少很多关键性的东西。虽然心里有些忌惮帝江，但目前为止他对他还不错，给他买肉，给他睡，心底里还是希望帝江能赢，也觉得他定是最后的赢家。那个组织让他十分讨厌，威胁他生命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将誊好的内容藏好，其他东西放回原位。王妃说不饿。帝江听罢，脸上一点多余的表情都没有，淡然得很。下去吧。都吃过了，当然不会饿。陆九婉从浴池里出来，安静地躺在床上，想着以后的打算。宴会过后，他的现状可能会被打破，他连这个世界都还没有熟悉，就要开始接受挑战了，真是到了哪里都闲不下来。他想要过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如果王府可以一直这么安静，他也愿意一直待在这里。第二日一早，白珠白桃便敲门喊他，在床上醒了醒瞌睡，才爬起来。马车停在王府门口，走到门口时，一辆高大精美的马车正好慢慢走近，停在了他的不远处。一人低头出来，缓缓抬头，眼皮清鲜，视线落到陆九婉的身上。帝江的视线落在他的脸上时，停顿了一下，随即步伐稳健地下来。回来了。帝江意外，主动说话，看来昨天的气已经消完了。可用过早膳了。这个时辰的宴会开席要到50过后。吃了。好看？有眼光，我自己画的。要是能换张嘴，可能会更好看。说到嘴，他的视线落在他的唇上。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早点回来，本王等你。哦。御史府的门口，御史夫人携带众多女眷和丫鬟婆子等待迎接王妃的到来。终于见到晋王府的马车过来，御史夫人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笑着迎上去。王妃一路过来辛苦了，先进屋，一会儿屋里再跟夫人小姐们叙吧。陆夫人和别人一样，没怎么见过她。她小时候就被送走了，安排她成婚前才回来的，匆匆见过2次就嫁人了。只是这次见面明显比上次见漂亮了许多。陆九婉从她脸上轻轻一扫而过，微微昂首朝御史府内走去。她一动，身后众人便都齐齐跟上，宛如一幅静止的画活了过来。曾见晋王妃。几人起身的动作一顿，王妃貌似和传闻中一样清冷呢。陆夫人上前一步，邀请大家坐下闲聊。绣花的桌布，满桌精美的糕点，珍稀的水果，瓜子、花生、果脯摆盘十分精美，就连茶壶茶杯都十分讲究。这位是左相梁怀的夫人和千金舒颜。陆九婉的视线在2人身上扫过，左相夫人长圆脸，纤眉大眼，上薄下厚的嘴唇涂成红色。她对着陆九婉微微勾唇，眼里没有多少敬畏。她的大女儿如今贵为皇妃，她的丈夫是朝廷左相，她又是长辈。梁淑妍也是纤眉大眼，圆脸丰唇，幼态精灵，眼神清澈直白，看着陆九婉，打量着她的衣着和相貌。这位是右相顾雍的夫人和千金玉清。右相夫人肤白颈长，面容富态，神色松弛，眼神和善。她坐姿端正，体态端庄。这2位是太尉大人萧肃的夫人和女儿战英，正好你们几个年纪相仿，有话聊。太尉夫人不如旁边几位生得秀气，骨架大，身量高，面容也英气。萧战英倒是还好，身量高却不显壮，一双眉眼略显英气，坐姿也不像顾玉清和梁淑妍那样端庄。这些日子天气好，看院子里的荷花开得热闹可爱，又想着大家许久未聚了，正好啊，邀请大家一起来聚一聚，赏赏花，散散心。梁夫人看也不看就说：这荷花呀，确实开得不错，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倒不是这荷花，反倒是路上那些奇花异草。陆夫人真的是费心了，在别的地方可不多见啊，就连王府估计啊都见不到吧。听说有些奇花异草的，一株就是价值连城。今日有眼福，一下子就见到了这么多。御史府到底是家大业大，根底深厚啊。
话题才开就说些让人不得不多想的话，真的是扫兴的高手。陆夫人脸色有些僵硬，谁都知道她家境一般，能嫁给陆御史都是靠着小时候的情谊，两人如今是嘲笑她附庸风雅，惹人笑话，又是嘲讽她挥金如土，铺张浪费，总的来说就是嘲笑她小门小户培养不出真正高贵的血脉，抨击她不如他们高贵。以前两人还不敢光明正大的挤兑她，如今萧夫人的大女儿萧子英贵为皇后，梁夫人的二女儿是皇贵妃，两人根本不把这个陆夫人放在眼里。陆夫人别扭的接话：大家得空应约前来，我特意让全府上下特意从各个院子里搬了过来，想着天气好搬出来晒晒太阳，当然也是想着多些个花花草草的热闹些，夫人小姐们看着心情也舒畅些。陆九婉耳里听着几人的聊天，感叹古人个个都是仁者，这么个应人的天也能聊，所以古代人平均寿命低的其中一个原因，估计少不了生闷气，懒得听。怎的不见王妃的姨娘？是呀，这么好的天气也不见出来走动，且王妃难得回来一趟，于情于理该出来见一见的，莫不是……陆夫人对这两人心里生厌，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就是不想让那个贱人出来。三姨娘今日身体不适，看了大夫说不宜见风，辰时服了药又睡下了，待到晌午时分估计又会醒来，这样既不耽误三姨娘休息，也不耽误王妃探望。哦，原来是这样。听说三姨娘生得极美，只是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倒是可惜，每逢宴会必定生病，这身体底子，唉，可怜啊。萧夫人这话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当家主母拦着她不让她出来呢。这身体好坏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三姨娘确实体弱多病，这点婉婉最清楚的，是吧，婉婉？别叫我婉婉。不习惯，怪恶心的。白珠微垂着头，态度谦逊，语气却不卑不亢，柔声提醒：还请陆夫人称呼我们晋王妃一声王妃，您虽贵为御史夫人，可毕竟皇上都还要称呼王妃一声皇婶，您还是改口的为好，毕竟尊卑有序，您就算是王妃的嫡母，也不能越过了皇上。陆夫人错愕僵硬，脸色难看得很，胸口似被人用棉花堵着，一个丫鬟也配教训自己。陆九婉，你现在虽然是王妃，但母亲养育你一场，如今也是回了娘家，才敢轻昵的唤你一声小名，这样也成为过错了吗？一年轻女子踏步进来，犀利讨伐的目光准确无误地看着陆九婉。陆九婉眼皮一掀，轻轻睨她一眼。来人一身粉色衣衫，满头首饰，乍一看这姑娘长得不错，定眼一看一般。自古以来，人生五伦，孝子当先。女子出嫁并不是和娘家斩断关系了，出身是改变不了的。即便是飞上枝头当了凤凰，又怎么敢忘记这份荣耀是谁给你带来的？况且父母恩情大过天，出言忤逆，对父母不敬重，就是天大的不孝。难道王妃是打算当一个不孝的？本王妃是来赏花的，不是来听你叽叽喳喳学鸟叫的，学会说人话再出马。陆九婉，忤逆嫡母，辱骂长姐，你简直是大逆不道，果然是山里出来的，就是欠教养。白桃面色一沉，往前挪了半步。大胆，敢对王妃不敬！王爷特意交代，任何人敢对王妃不敬，就是对王爷不敬。敢对王爷不敬，姑娘莫不是无法无天啊！梁淑妍单纯清澈的眼睛流转之间，不经意间露出一抹讽意。传闻王爷对王妃冷淡至极，王妃的头衔不过是虚有的，王爷不会轻易爱上任何一个女人，更不可能爱陆九婉。虽说朝中之事女子不得过问，但他们并不是一无所知的。如今朝堂之上两派势力，明面上皇上是天子，百官朝狗，实际上王爷的权势也不小，而陆御史站在了皇上的队伍里。所以王爷又怎么可能真的喜欢上一个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的女儿呢？就是不知道王爷为什么还是会选择娶她。当然，他的父亲左相也是站在皇上的队伍里的。方瑶，你住嘴！王妃是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身份？就算你曾经是他的嫡姐又如何？如今他已贵为王妃，还不赶紧向王妃赔罪？陆夫人像个呼吸困难的病人，艰难地要求女儿陆道歉。娘，你说什么呢？我凭什么给这个贱人道歉？王妃又怎么样？王爷又如……娘，你打我！你竟然为了一个贱人打我！陆九婉脸色微沉，在白桃出手之前，手中的茶水准确无误地向上飞跃，泼在了他的嘴上。嘴这么臭，洗洗。陆方瑶疯了，怎么会？怎么有人敢这么对待自己？他可是堂堂御史千金啊，这贱人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侮辱他，气得全身发抖，失去理智一样的扑上去想要撕咬。还不快点把大小姐带下去！这个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此时此刻他想打死她。陆方瑶被带了下去，亭子里格外安静，站得远远的几位夫人小姐满脸尴尬，大家相互看了眼，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缓和一下现场的气氛。让大家见笑了，方瑶她就这个直性子，脾性实际不坏，就是听不得刺激的话。虽说看别人家的丑事心里是爽快了，但报应就是伪装同情。方瑶还是个孩子，品性率真，难得。给你要。梁夫人已怕掩嘴，陆夫人感动，连连点头。是啊，天性率真，方瑶是个善良懂事的。陆夫人准备的这点心真是不错，大家都尝尝。玉琴，你喜欢吃甜食，你也尝尝。谢谢娘。点心堵嘴，这一茬被接过，这回大家识趣多了，说话搭腔都温和了许多。你看什么？陆九丸冷不丁地掀起眼皮看向顾玉清，他一说话就引人注目。顾玉清心底一颤，他说不上来这种感觉，明明王妃也不凶神恶煞的，反而挺安静的，但就是这种安静莫名有一种风感。王妃的妆容挺特别的，从未在南境见过。白桃知道王妃不爱交谈，观察了下王妃的脸色，骄傲地开口：王妃的妆是王妃自己画的，读这一份。众人一听，更是大胆地仔细端详王妃的妆。顾夫人感叹：王妃好手法呀，这妆容细腻独特，眼角似乎用黛粉描深了些，深邃灵动，脸颊上所用胭脂的颜色也十分特别，沉着收敛，口脂颜色也特别，不似我们常用的红、粉之色，此色更加自然朴素。梁夫人点头：顾夫人说到点上了，这眼角用黛粉描深，确实从未见过。萧夫人对这些不如顾夫人和梁夫人懂，附和道：那眼皮子上也是描了色的，你们看，闪亮闪亮的，眨眼的时候好看极了。陆九婉想起了悟空，那眼皮子也是闪亮闪亮的，论时髦还得是猴哥啊。在眼睑上抹胭脂的常见，却不曾见过用黛粉描色的，倒是新奇。况且王妃的妆容所用胭脂之色甚广，我们也从未见过。梁淑妍好奇地开口：南京城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些新花样啊？昨天刚去逛胭脂铺，没有。众人朝王妃投去好奇的目光，陆九婉忍不住说了句不着调的话：有点想发财。白桃小胸膛微微一挺：是王爷特地给王妃寻回来的宝贝。王爷还给王妃送了一面清晰无比的镜子，还有一颗比太阳还亮的夜明珠，还有好多奇珍异宝，怎么可能？众人不信。在他们眼里，陆九婉被从山上请回来，就是为了替代陆方瑶的。陆家站皇上的队，肯定舍不得将最疼爱的女儿嫁给晋王，白白牺牲。没想到王爷那样清冷严肃的人，也有这样柔情的一面。王妃真是幸福。势头渐起，暑气氤氲，外面的人都回到了长廊、亭子、阁楼里避暑。陆家在阁楼各房间摆设了娱乐工具，供大家交流解闷。琴、棋、书、画，不大一会儿就听见琴声传来，欢快的笑声也传来。走，瞧瞧去，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萧夫人坐不住了，陆夫人早就不想伺候了。正好，我去瞧瞧解暑汤准备好了没有。王妃不去看看吗？有什么好看的？玉清姐姐和战英妹妹情谊出神入化，
每次宴会上，大家都会请他们弹一曲给大家助助兴，想来今日也是少不了的。王妃不如一同一步去听听。要说琴艺，自然是没人比得上王妃的。闻言，大家都愣了一下，才想起来，选妃大典上是有琴艺关卡的，只是选妃大典并不像普通比赛那样允许旁人围观，只有考官们能1对1的一个个考核。但是有哪些流程，考核哪些内容，很多人都是经历过的，其中就包括顾玉清。那可更要请王妃和姐妹们指点指点了。最近有一首曲子，起调的时候怎么换都不对，总觉得高了或是低了。陆九婉原本懒得动，倒是对这些古人的琴艺和曲子有几分好奇。走吧。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去处，夫人们自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去聊天，沿着长廊来到一座临水的小榭。小榭周围或坐或站着许多华服女子，安静听着里面的人弹琴，不时低语交谈。见王妃到来，众人纷纷避让。轮到你了，继续。琴声再次响起，懂琴的人认真听琴，不懂的人跟着瞎凑热闹。陆九婉听着琴声，不知道是原主本身的身体记忆，还是自己本身对琴艺的理解，才听得几分就挑出了一堆毛病。起调处高起低落不衔接，弹奏过程中断断续续，有的地方甚至都少了一拍，急的地方太急，缓的地方太缓。献丑了。不错。女子好生惊讶。啊？顾玉清看了她一眼，从王妃淡然的表情中品出几分善意来。谢王妃夸赞。玉清姐姐，好久都没有听你弹琴了，今日姐妹们可有耳福？战英妹妹刚刚不是还说有一曲想让王妃指点指点吗？战英妹妹先来吧。陆九婉往后靠在椅背上，偏头在白珠身上逡巡一圈，试图找点什么来塞耳朵。可是大夏天的，没有人随身带棉花。萧战英不等他塞好耳朵，已经坐下开始弹奏了，琴音入耳，还好，不炸人。战英妹妹之前说此曲起调的时候总是起不好，王妃可听出是哪里不对了？众人看向陆九婉，陆九婉刚好嗑完手上的瓜子，扔了瓜子壳，随口道：起调没问题，不专心，心不静，琴声没有意境。既然王妃都这样说了，还请做个示范，好让我们学学什么叫做意境。不如我先献丑，大家之后再听王妃的琴声洗耳。怎么能说是献丑呢？谁不知道玉清姐姐琴艺高超？我们好久都没听了，快让我们也熏陶熏陶。玉清，你太谦虚了，就你的琴艺，恐怕没几个人能比得过。周围的女子似乎对顾玉清格外热情，也似乎有意在陆九婉面前强调顾玉清的能力，让她表现一番。顾玉清也没再矫情，坐下调整了一下状态，周围一片安静，等待惊艳时刻。顾玉清姿态优雅的起势，动听的琴音自她指尖传来，曲风婉转动听，如梦幻般的画卷在眼前展开，渠上流水，茂林修竹。献丑了。这首曲子是最近比较喜欢的，练的次数不多，弹的不是很好。这曲子才练了几次就弹得这么好，玉清姐姐你真是厉害啊。萧战英加重了语气，视线扫了眼陆九婉。这晋南城恐怕没几个人能比得上玉清了。梁淑妍提醒道。听玉清姐姐说，王妃的琴艺才是难进一绝，我们听过最好的琴声就是玉清姐姐的，没有见过更好的。王妃可否满足一下大家，让大家也开阔一下眼界？顾玉清其实也没有说过那句话，他之前的意思仅仅是因为不想在王妃面前居高。现在梁淑妍和萧战英两人轮番将她架到火上烤，顾玉清有口难言，艰难自救。王妃身份尊贵，琴音也只有王爷才能听，又怎会在大家面前随意展露？大家莫不是忘记自己什么身份了？陆九婉记着不能在外面给家里那个小气好面子的男人丢脸，所以今天这琴他要弹。顾玉清显然很强，光凭琴艺他不一定能比得过，但是他坐直，随意勾了勾手指。来，都坐过来一点。大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试探的上前。众人搞不懂王妃要做什么，白珠白桃也不懂。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女儿国的国家。话一出口，听得大家云里雾里，但瞬间就打起了精神。故事爱听。
有一天，这里的平静被打破了，女儿国来了4个身骑白马、手持长剑的英俊男人。大家眼神又亮了一分，不知不觉凑近了些。然后呢？士兵急速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国王陛下。国王陛下十分震惊，他们女儿国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过男人了。啊，这怎么可能呢？女儿国后面有条河叫子母河，女人只需要喝子母河的水就能繁育下一代，她们无所不能，所有的工作都是女人在做，耕地、经营买卖、修建房屋、管理国家、传播教育，男人只存在传说当中。女子能做这么多事情吗？怎么可能没有男人啊？这不可能吧？喝水就能怀孕生子，不生男胎吗？生男胎不就有男子了？听到这里的大家不由发出阵阵疑问。陆九婉没有停下来解答他们的疑惑，继续。他们很快就被请到王宫里面，觐见了女王陛下。他们个个身量修长，面如冠玉，英姿飒爽，风流倜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身着白衣之人名叫陈玄，此人玉质金相，举止文雅，心地善良。身着黄衣之人名叫孙武，他长得气宇轩昂，天生聪慧过人，武力高强。身着黑衣之人名叫祝鹏，他风度翩翩，憨厚单纯，大智若愚。身着紫衣之人名叫沙卷，此人剑眉星目，勤劳善良，内敛稳重。4个男人怎么够分啊？才4个。是啊，难道有很多女人分一个男人？哦，和我们现在一样吗？哇，和王爷一样英俊高大吗？嘘，王妃在呢。 4个听起来都好好呀，你选谁？嘘，先听完。4人得到女儿国热情招待。这一讲不仅吸引了全部的年轻女子，就连夫人们也慢慢靠近，侧着耳朵听了起来。这女王和侠士好新颖啊！陆九婉觉得自己在说书方面有极高的天分，在编故事上也有极高的天分。从开口到结束毫不犹豫，出口成篇，流畅至极。现场的人听得一惊一乍，笑声连连，激动不已，最后难过惋惜，泪洒现场。短暂的相处，怦然的心动。女儿国国王心系陈玄，提出要留他在女儿国做王，他做王后。他深深爱上了这个为他勇敢拼搏、救他于水火的人。而陈玄面对端庄高雅、柔情似水、真诚热情的国王陛下，不知不觉早已心动。可是他肩膀上还有家国责任，选择留下，他就能成为一国之王，拥有一个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这却是对国家的背叛。身为男人，作为国家最信任的将士，他做不到。女王也不可能抛弃国家跟他离去，可这一去，前途茫茫，他注定错失所爱。两人在家国责任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痛苦分离，心痛如割，万般不舍。此去茫茫，前路未知，未来不可期。从此以后，女王孤独地守着她的国家，房间里挂着一幅陈玄的画像，慢慢退晒。陈玄带着3个兄弟继续前往漫漫征途。陈玄不能先娶了女王再去取经吗？至少给女王留个孩子，也是个希望和念想呀！傻子陈玄。陈玄一直叫人家女王陛下、女王陛下的，是不是都还没有问过别人的名字呀？陈玄真讨厌。陈玄为了他的国家，放弃了做一国之主的机会，放弃了和心爱的女王相爱相守的机会。陈玄。其实，陈玄在女儿国的时候，女王给他弹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他记了一辈子，叫做《女儿情》。你们可想听听？众人坚定又激动地回答。陆九婉看着眼前琴案上熟悉又陌生的琴，眼帘下重现曾经的光景，晃一瞬，以为时光穿越回到了从前，暗自做了下心理准备，轻轻抬起一双玉手，轻拢慢捻，转轴拨旋。大唐玉帝还不来战凤城鸾也？
悠悠，情悠悠，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敢问王妃，此曲真的是女王陛下弹给陈玄的吗？那我一定要学会。我也要学。我也是。叽叽喳喳全是坚定要学曲子的人。外圈夫人们摇摇头，孩子们太不矜持了。可有人记住曲子了？玉清姐姐肯定记住了，问玉清姐姐肯定没错。大家听了曲，听了故事，又喝了解暑汤，心满意足地扎堆聊天。只知道王妃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没想到讲故事也那么擅长，比茶楼里的说书先生说的有趣多了，还一次性就说完了。是啊，所以说能被选上当王妃呢。陆九婉悠闲地坐着品茶，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瞧，男人，本王妃在外面给你挣面子了，不信。用过午膳之后，大家纷纷朝陆夫人告别。陆九婉在这儿待了一上午，也没见到一个间谍来找她要东西。估计间谍都习惯月黑风高吧，抬脚就欲朝外走，被一个丫鬟打扮的人拦住。王妃，三姨娘请您过去一趟，说是许久未见，想念您了。什么事？还有脸问？你说说今天做了什么好事？你说说，本王妃做了什么好事？你当初就不该叫你嫁给晋王的，有什么用？更不该叫你从小就送出去，应该留在我身边，至少还知道孝字怎么写。今日回府只顾作乐，完全忘记了我这个做娘的。九婉，你叫我好失望。陆九婉搜索着这身体里的记忆，她这三姨娘是个超级恋爱脑，一心都扑在陆御史身上，被爱了2年生了他，后面就被冷落了。后面原身刚4岁就不顾他的生死，把亲生女儿送出去当棋子，就为了博得那个薄情的男人的一点点怜爱。别说他现在占据了这具身体，就算是原身，对这个女人也没有任何感情。还有，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怎么和夫人说话的？她是你的嫡母，你知不知道你得罪她，遭殃的却是我？最主要的，你怎么敢得罪大小姐的？她可是你的嫡姐，你竟然还用水泼她，你不怕你父亲责怪，我还担心怪责到我的头上来。三姨娘见说什么都没有用，得不到回应，在下人面前她也挺没脸的。反正她现在是王妃了，自己也不能真的拿她怎么样，也就作罢，脸色难看的坐在一旁。说完了，说完本王妃要回去了。别乱走，你父亲交代了，一会儿就来，你在这里等着。说着出了堂屋，去了卧房重新审视妆容。他一走，留下陆九婉在前厅等着。陆九婉也不想大晚上有人翻墙进屋去找他，耐着性子在这儿等着，撑着下巴眯着眼。三姨娘打扮完过来，端庄的坐着，静候一个男人的到来。过了好一会儿，陆御史才来。白珠提醒他，王妃，陆御史来了。陆九婉仍旧撑着下巴没动，眼皮半掀。瞅见来人，陆长安身高8尺，容貌端正，一把年纪了还给人世家公子的感觉。怪不得三姨娘是个恋爱脑，怪也是怪，偏偏陆大小姐没有遗传到。听说你今日在宴会上，不光是顶撞你的母亲，还泼了你长姐一身的茶水。陆九婉眉目淡淡的，陆御史教训。虽然你如今是身为王妃，但是不要忘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永远是你需要尊敬的人，你的礼仪教养都白学了。没别的事，本王妃就先走了。站住，成何体统！陆九婉，你不要忘记你王妃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就算你当上了王妃，那也是我一手赐你的，送你上去容易，拉你下来更是易如反掌。那你先去问问帝江同不同意。帝江，你指望他能护着你？我看你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不想要下个月的解药你就走，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究竟找我什么事？不是我走了。陆长安看着跟在他身边的2名侍女，挥了挥手，你们先出去等着。2人没动，看了眼陆九婉。陆九婉无所谓，去吧。 2人恭敬地退出去。你也回屋，我等会儿去看你。三姨娘脸色娇羞的也退了出去，临走前只看了陆九婉一眼，对这个女儿她没养在身边，
没有什么感情。他脚步轻快地离开，陆长安这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递给陆九婉。听说你现在突然得宠，常与王爷一起用餐，这东西每日加1点到他的饮食里。陆御史见他不接，又往前送了送。不敢吗？拿着，别忘了你的任务。要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个月任务就算完成。陆九婉这才伸出2根手指，将小瓶子拈了起来，转身朝外走。陆御史看着陆九婉的反应，觉得他变了，眉头紧蹙，看着他的背影提醒：别忘记了，你是皇上的人，是无影门的杀手，你嫁给帝香是为了完成任务，只要把事情办成了，到时候皇上会给你解了身上的毒的，你再也不用受那噬心蛊的折磨了。就怕他临阵变心，站了靖王的队，关乎成败，关乎生死，谁也不敢大意。陆九婉头也没回，身影渐渐淡出他的视线。无影门，一个杀手组织，帝玄义是这个组织的第3任门主。后来文太后大肆敛权，幕后之臣每家必须上交一个子女进入他的杀手营，美其名曰由皇家代为教养，培养优秀子女。也就是因为他舍得，他才能走到今天的位置。御史府仗着自己是王妃的娘家，连礼节都不懂，请知道请，送不知道来送。白桃边走边抱怨，堂堂靖王妃竟然被这样轻慢对待，什么娘家？参见王妃，王妃这边请。大胆，你是谁？2次3番请我们王妃去哪里？谁那么高贵，想见我们王妃，让她给靖王妃递帖子？陆九婉猜测，这回该是黑衣人了吧？黑衣人出现在陆家也正常，毕竟都是一个狼窝里的。带路吧。白珠白桃无话可说，面无表情地退一步，准备跟在后面。你们2个留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陆九婉交代完，就跟着丫鬟离开，留下白珠白桃2人气呼呼的干瞪眼。王妃真的心太软了。在丫鬟的带领下，陆九婉朝着一处空院子去，还没进屋，就见里面有一个男人。东西呢？陆九婉对他没什么好奇的，凭着记忆知道他就是无影门的人，果断地将袖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抛给他。那人蹙眉接住，有些不满他的态度，将陆九婉给他的东西打开，随便扫了一眼，便将东西藏进怀里，然后才扔给他一个药瓶。下一次需要拿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换。说完离开，快速消失在陆九婉的视线范围内。陆九婉打开瓶子，朝手心一倒，是一颗药丸。回到王府，帝江不在，正好陆九婉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许任何人打扰。他要好好研究研究这解药是怎么回事。宴会期间，各家小姐都说想要听王妃弹琴。弹的哪首曲子？王妃起先没有弹奏，而是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讲。丫鬟凭着高强记忆力，一字不落地开始复述王妃讲的故事。即便没有抬头，但是怎么感觉她越说，周围的空气越冷呢？慕白和元苍2人瞧着自家王爷，只见他脸色一如往常的平淡，可谁都看得到他周身那一片薄薄的郁气。王爷怎么生气了？这个故事虽然离谱，但是还挺好听的，挺新鲜的呀。继续说。王妃的这个故事把在场的一大半小姐都惹哭了。哭什么呀？帝江不解，元苍也不解。慕白忍笑接话道：王爷，她们都是女子，多愁善感，一般听到这种凄美的故事都会异常感慨的。哭可能是因为被那女王和陈玄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又因为他们不能在一起，小姐们觉得十分的可怜。丫鬟悄悄看了眼慕白，慕白大人好懂。继续。王妃说陈玄在女儿国的时候，女王给她弹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她记了一辈子，叫做《女儿情》。慕白立马道：来人，拿琴来。丫鬟心里一突，立马准备跪下。帝江挥了挥手：不用。慕白退后，丫鬟松了好大一口气，暗自气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慕白大人。她是记性好，灵活变通，但她不是千金小姐，没学过琴啊。王妃的一首《女儿情》又听哭了一片。帝江压不住的唇角轻轻扬起一抹小小的弧度，耍小聪明。为了赢，先讲个故事将人带入情绪，然后再以琴音渲染。
宴会结束之后，王妃被人请到陆家三姨娘的院子里，隔了半炷香的时间，陆御史来了。没过多久，王妃就从院子里出来了。快出御史府的时候，又被人请走了。在一个无人的院子里见了一个人，王妃和那人给自己交换了一件事物。王妃很快就出来了，然后就回了王府。帝江听完，淡淡挥手，下去吧。一个下午的功夫，女王和陈玄的故事就传遍了南晋城大大小小的闺房。傍晚时分，陆九婉从房间里出来，研制解药没有那么快，分析里面成分也需要时间，主要这是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很大。不过距离下一个1月之期还有足足1个月。参见王爷。闻声，陆九婉抬眸，看见迎面大步走来的一群人。帝江高大俊美，气宇轩昂，沉稳霸气。他迎着他的视线走到他面前，略微顿足。陆九婉直杠杠地站着，看他想起什么似的，淡淡扯了一个笑容。本王妃今天在外面给你挣了点面子。说一下怎么挣的。当然是以本王妃高超的琴艺俘获人心，在场众人听得心服口服。是吗？本王怎么听说王妃今日在外面给别人讲故事？怎么了？讲故事犯法？帝江的心情一下子就烦躁起来，抓住他的手，迫使他停下脚步。他仰头看他，见他刚刚还晴朗的脸色，此刻有点沉沉的。女王陈玄，你是女王，谁是陈玄？本王还是别的男人？靠，这个阴晴不定的死男人！陆九婉无语的偏头斜视着他。就你也配当陈玄？人家的肉吃了能长生不老，吃了你的3天就拉干净了。说完，从衣袖中摸出一本厚厚的古籍，拍在他的胸口。他在这时候把这本书给他，难道里面记录着女王和陈玄的故事？真的有女儿国？荒唐！那应该是一本传奇。他把书递给身后的慕白，拿到我书房去。陆九婉坐在膳厅的椅子上，看也不看一眼从外面走进来的狗男人。帝江面不改色地坐到他的身旁。今日宴会可玩得开心？一般。哪里不满意了？多一般。帝江无奈，抬手解下腰上的荷包，放到他面前。都给你。陆九婉好奇地放下碗筷，拿起桌上的荷包，动作行云流水，不带片刻犹豫，拉开，将里面的东西都掏了出来。一沓银票，一支茜杨枝玉兰花翡翠簪。陆九婉将银票自然而然地塞进自己袖子里，拿着簪子问他：这是给我的？帝江见他如此淡然地藏了银票，提也不提，好像银票根本就不存在过，内心有些好笑，点了点头。小兰花。正好，我也有东西要给你。这是什么？不知道，你岳父大人说让我每天在你饭里加一点。他才懒得加，费事，直接给他不就得了？他想吃的时候自己加点不就得了？看来御史大人很关心本王，不如王妃陪本王一起尝尝，这定然是补身子的灵丹妙药。有病，他才不尝，有毒。你自己尝吧，我吃饱了。他站起来就往外走。去哪儿啊？不像你真的尝，坐下陪本王用膳。借个小手，你要一起吗？陆九婉耸耸肩出去了，借完手，洗了手，进门见帝江继续在用膳，那小瓶子就放在餐盘旁边。他走近，不确定地问：你加了？你外爹给的灵丹妙药。胡说。陆九婉这才放心坐下。晚饭过后，陆九婉就盼着他离开，他好独自一人，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想吃就吃。你怎么还不走？本王今晚留宿在这里。今晚不行。为何不行？我今晚暂时不想要。本王说留下，并非是为了你所说之事。陆九婉敷衍的点头。帝江又气又恼，他明显就不信，驻足片刻，还是决定不和他辩驳，不然输的肯定是自己。帝江回到云鹤院，沐浴后便进了书房，一本厚厚的《西游记》正在案桌上静候着他。他坐下，身体得到放松，神色有些慵懒闲适，想到刚刚从陆九婉那里受到的气，弯了下唇角，抬手翻开桌上的书，书房静聊，抬头才觉时间飞逝，窗外已经漆黑如墨，
好一个陈玄，竟是个和尚，果然是他的王妃。好好一个传奇故事，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启禀王爷，王妃院子里丫鬟来说，王妃身体不适。帝江急步赶了过来，房间内一群丫鬟围在房间，试图将王妃扶到床上。滚出去！丫鬟们吓得心脏都停了一下，忙退了出去。不顾陆九婉挣扎，帝江将她放在床上，从袖口里拿出瓷瓶，将里面唯一的一粒药倒在手心，拈起来喂入她的口中。吞下去，吃了就不痛了，听话。他未发觉，他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柔耐心，怕他浪费这唯一的一粒药。他一手控制住他的身体，一手掐住他的下巴，迫使他吞了下去。陆九婉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睁不开眼。药效并非一下就起了效果，帝江为了药便不再束缚他，坐在床边防止他翻滚下来。他身上的衣衫轻薄，全被汗水湿透，毫无保留地显露出他曲线婀娜的身材。帝江只觉得他肯定很难受。来人，准备沐浴之物。门外丫鬟忙应，他继续看着床上的人，他的状态慢慢平复，眉头仍然紧紧皱在一起。他伸手温柔地轻抚他的额头脸颊。没事了，好好睡，本王守着你。似乎这话奏效，他身上的紧绷缓缓消散，呼吸也平缓安静了些。看着他难得乖巧的样子，帝江眼底全是柔软，热水和贴身衣物都准备好了。王爷，奴婢该给王妃擦身体了。东西放下，出去，本王亲自来。白桃放下东西离开，内心却震惊不已。王爷竟然要亲自给王妃擦身体，亲自？王爷会吗？帝江看了眼盆里的热水，旁边擦身体的帕子，拿起帕子打湿，水温刚好，拧干帕子，看向床上的人，眼神温和轻柔。他轻轻擦拭他额头和脸上的细汗。帝江坐在床沿，一动不动看着床上的人，心境平和，安宁舒畅。他不是换到了解药吗？怎么还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难道他没有？不可能，背叛的下场绝对不是这么轻松的，那只能说明他没有服用。所以他想做什么？试一试不吃解药的后果，企图摆脱组织。陆九婉深吸一口气，缓缓睁开眼，视线从模糊到清晰，眼前是一张俊美容颜，轮廓立体流畅，剑眉浓密漆黑，睫毛纤长，鼻梁高挺，薄唇轻抿。尽管睡着，他身上的天皇贵胄之气也一点不减。对于昨晚，他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依稀记得是帝江在照顾自己。帝江纤长的睫毛轻轻掀开，微明的光线中，眼前是一张笑嘻嘻看着自己的美艳面庞。他的眼睛像猫一样又亮又灵动，摄人心魄。陆九婉见他醒来，收敛笑容，仍静静看着他，对视良久，猛然回神。什么时候醒的？身体可还有不适？帝江见他不答，观他气色还好，也不追问，偏头扫视了一眼房间内，微明还早。你再躺会儿。说着想起身，陆九婉伸出一条修长的腿，将他的腰身缠住。帝江偏头询问地看他，陆九婉迎着他的目光，有点依赖地看着他。这个发现让他心软，倒回枕头上，慵懒又温柔地问：怎么了？陆九婉不说话，将仍然挂在他的腰身上的腿收回，半撑着身子，不由分说地开始抽他的腰带。你身体欠佳，今日好好休息，不要劳累。陆九婉挣脱开，倔强又傲娇地看了他一眼，这回直接开始扯自己的衣带。帝江默默叹气，无奈又愉快，他逃不掉了。衣带扯开，露出里面桃红色的小破布。陆九婉挑了挑眉：你给我穿的？小破布，有点意思。蒙住天空的灰布被扯开，阳光从云层放出万丈光芒，霞光祥云，五彩斑斓，艳红的朝霞飞到了守在门外的丫鬟脸上。皇妃，画本终于出了，今日一个上午就一售而空，这还是掌柜专门给您留了一本。陆九婉睁开眼，接过画本子，随手翻翻，神色满意。他的短篇小说出版了，连续几天，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卖疯了，甚至出现倒卖的情况。帝江正和帝寻、谢明科，另外还有2个中年男人在商议事情。王爷，您要的画本？
慕白进屋，见大家都淡定喝茶，应该是刚谈完了事情，于是他上前将一本《女王的风流俏公子》递给王爷。帝江抬手接过，瞥见书名，嘴角一抽，欲将书塞进袖子里。帝寻眼尖，戏谑地开口：女王的风流俏公子？哼，哥，不过大半月不见，你的口味竟然变化这么大。不知道哥你还记得之前你让我少看一点玩物丧志的东西吗？帝寻这段时间一直在外面查询圣旨的下落，并不知道这竟然是他亲嫂嫂之作。谢明科轻笑一声，对着帝寻说：那可不是普通的玩物丧志的东西。帝江眼神清扫，谢明科住嘴。帝寻一听来劲儿了：什么好东西啊，还藏起来了？旁边一位中年男人几番欲开口，犹豫来犹豫去，和身边人对了个眼色，终于开口：王爷最近可听到关于王妃的诸多传言呢？右相有什么话直说便是。臣听说这画本……嗨，王妃取了个好名字，他都不好意思念。整个南锦城都在传，这画本乃是王妃所著。你说什么？顾雍无奈地看了眼帝寻，接着对帝江说：臣听不少人都在议论，说王妃写画本不合身份，更有甚者说王妃写的东西是妖言惑众，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王妃画本中的女王有大逆不道之意。不知道王妃是受人指使，还是无意之举，臣担心因此牵连了王爷，误了大事。另一大臣上前行礼：王爷，顾相说的在理啊。那就把妖言惑众的人带到本王面前来，本王亲自审一审，到底是何居心。王爷的家事，臣等不该插手，但是王妃可是陆御史的女儿啊。既然是家事，又是女儿家性质，谁敢这么没分寸插嘴？越过本王来过本王的家事，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顾雍一开始也觉得就是女儿家的小事，倒不至于上升到不敬皇家的地步，只是也担心说的人多了，难免会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既然王爷态度坚决，那他也无法。哥，要是因为一个女人误了大计，危及的可是你亲弟弟我，还有你自己的性命，你可想好了？王爷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可能只是不方便说。我哥一看就是被色迷了心窍，你不劝他，劝我干什么？谢明科摸摸鼻子，他觉得王爷不是那样的人，王爷心里肯定什么都清楚的。就说现在他研究的解药都快有结果了，到时候王妃不受旁人控制了，反过来还能帮王爷呢。你们不必忧心本王的家事，凡事本王心里有数，事情并非你们想象中的那样。你们担忧之事，本王自有谋划。是。顾雍和大臣忙应声，王爷的话从来不叫人质疑，王爷的威严让人不敢藐视。臣告退。臣也告退。两人走了，留下帝寻和谢明科。帝江扫视两人一眼：我在外面辛苦那么久，难道不配哥给我接风洗尘？我今天就要去你家吃饭。帝江静默2秒，站起来朝外走。帝寻朝谢明科抬抬下巴，示意他跟上。谢明科轻轻摇了摇头。帝寻眼睛一眯，上前牵住他的袖子：必须去，万一挨揍，还有个人在旁边劝劝。帝江回来就进了书房，管家和下人招呼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两人。对了，今晚是我的接风宴，这府里该请的人都请来。管家想了一下就明白了：是，奴才晚点就叫人去请王妃。陆九晚这段时间都在研究解药的事情，也通过西医的方式积极给自己身体解毒。之所以一方面给自己的身体解毒，另一方面还要研究解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另外，经过他的研究，他发现解药的比例一换能达到的效果更好。等他再研究一下，也许能配出彻底根治的解药。王妃，云鹤院派人来说，请您今晚在云鹤院用晚膳。行吧。西沉的落日照得云鹤院金碧辉煌，威严雄伟。陆九晚刚走上台阶，就见帝江从环廊拐角处走了出来。他抬了抬下巴，算是打招呼。帝江远远看见他抬下巴，知道他是跟自己打招呼。想到几日后的宫宴，他略微有点头疼，想给他找个礼仪嬷嬷，又担心他像上次一样生气。他站在原地，观他大步流星地走来，沉默。发什么呆啊？走啊，吃饭去。
陆九晚上前毫不犹豫地牵起他的手往膳厅走。我哥和那个女人怎么都还不来啊？果然是丰衣足食习惯了，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陆九晚刚走到门口，便听到里面有声音，他驻足抬头看帝江。谁？小寻和谢明科。你那个不懂事的弟弟？嗯。我回去吃，懒得和他吵架。就在这里吃吧，别理他。要是他挑事，吵哭了不赖我啊。他踏步进去，帝江跟在后面。桌边两人见到他站了起来。王爷，王妃。谢明科行礼，帝寻轻咳一下，他为什么要站起来啊？四人各坐一方，帝江霸气沉稳地端坐首位。用膳吧。是。谢明科后悔没真心甩掉小王爷，心里想着来看戏。不过现在除了小王爷动作比较大，一直在表达不满外，大家都在静静用餐，倒也还好。可是就在他心里说完这句话之后，两双筷子不约而同地夹向同一个红烧狮子头。帝寻和陆九晚两人同时抬头看向对方，手上的筷子一点没松。帝江咀嚼的动作顿住，这么大的饭桌，盘子里那么几个头，两人是怎么夹到一块儿去的？视线在两人之间转了一圈，感觉两人之间火花四溅，心中微叹息。他收回视线，淡定地继续用膳。谢明科眼睛微微睁大，不是，王爷您不管啊？他微愕，算了，那他也不管了。陆九晚本不想同这小孩一样幼稚的，但是他无缘无故看自己不爽，让他更不爽。当一个小孩看你不顺眼，老是想欺负你，而你假装无动于衷的时候，小孩不会停止他恶劣的行为，反而会觉得你不敢拿他怎么样，越来越嚣张，要么不收拾，要么一次就让你服。这时候陆九晚当然不会惯着他，他用力往自己这边夹，帝寻眉头一蹙，拼命往他那边夹。狮子头都头疼死了，快烂了，把我切了一人一半行不行？帝江看到陆九晚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悄无声息地后仰了一点。下一刻他松开了筷子，恭喜小王爷喜得狮子头一枚。那狮子头果然如他所愿，被他抢到了，而且亲密地滚到了他的怀里。汤汁溅了他一身。你帝江静坐不动，事不关己。陆九晚淡然地坐在原地，看着帝寻的衣服，嫌弃的道：咦，真脏。帝寻立马暴跳如雷，以筷子做武器，朝陆九晚飞射过来。我杀了你！陆九晚一个侧身避开，行云流水，而此时帝寻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他起身迎招，两人默契地打出了膳厅，满腔怒火都发泄不出来，所以谁也没有留情，势如水火。帝寻出招的速度很快，陆九晚的速度也不慢，见招拆招，他以手为刃，朝他颈部横砍。陆九晚快速抬手抵挡，另一只手迅猛攻击他的腹部，帝寻灵巧地翻身避开。帝江优雅地用完了晚膳，才信步走出膳厅，走到廊檐上，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之间快速过招，见谁也占不到便宜。小寻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聪慧灵敏，身手不凡，难有敌手，所以他才放心让他出去找圣旨的踪迹。倒是还没有见过他王妃的身手，也有点低估了他的身手。也好，省得被人欺负。既然要打，今天谁也别插手，让他们两个打个够。帝寻的一招一式都刚劲有力，灵活迅速，一招穿掌闪劈欺压而上，势如破竹。掌风刮过，衣袖刮走了陆九晚头上的兰花玉簪，眼看簪子被衣袖甩开就要落地，玉簪落地几乎不可能完好无损。陆九晚半点不做思考，飞速伸手去接。帝寻眼里闪过一丝得意之色，趁机进攻。下一刻众人都没有看清王爷是怎么飞速闪现在王妃面前，接住了玉簪，并一脚将帝寻踢飞的。玉簪到手，伴随着砰的落地声。陆九晚转头看见帝寻屁股着地，眉头一挑，乖乖沉默。哥，你干什么？凭什么揍我？明明是他欺负我，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上门欺负人家妻子还要好脸色，也是王爷惯着你了。他哪里配？配不配是王爷说了算。再说了，你刚才弄坏的簪子是王爷千金买回来的，还花千金给他买个破簪子。帝寻气不打一处来，两个鼻孔一起出。我和他之间，你只能选一个。
陆九婉这下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吃醋了，还是单纯的不喜欢自己。帝寻倔强地看着帝江，要听他选择。帝江满目威严：“回去换衣服。”哥，你太让我失望了。走出10来米，猛地停下，回身愤愤地道：“我饭都没吃。”然而他哥一句话都没有说，淡淡地看着他。倒是谢明科上前将他往屋里推：“哎呀，走，先吃饭吧，反正都是自家人，换衣服不着急，先吃饭。”帝寻瞪了陆九婉一眼，一脸不情不愿地进屋吃饭了。帝江低头看着手中的簪子，缓缓侧身，看见陆九婉安静地待在自己身边，抬手挑起他的下巴，对上他的眼睛：“身手不错呀，但近身交手你的力量不如小寻，会吃亏。下次遇到这种对手要灵活应变。”“比如用你头上的簪子做武器。”你的好弟弟听见了会哭的。他将簪子带回他的头上，满意的看了眼，牵着他进去吃饭。两人进来的时候，帝寻正化悲愤为食欲，大口大口的吃着，那狮子头全部都堆在他的碗里。西游记好看吗？帝江已经吃饱，只是陪着两人，怕他们又打架。不错。帝寻纳闷，什么西游记？陆九婉真诚的开口：“突然想到很久之前听过的一个非常难以置信的传说，想听吗？”帝江静静看着他真诚的样子，余光嫂见他的傻弟弟竟然竖起了耳朵。平日里觉得他聪慧过人，稳重成熟，不知道为何一碰到陆九婉就显得智力不足，暴躁易怒。不等帝江说想不想的，陆九婉就开始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小地方叫小爬犁，那里的女人个个穿着宽大蓬松的裙子，漂亮精美。他们国家有很多漂亮的城堡，用砖块或者石头建成，很高大壮观，还要用珠宝做装饰。”陆九婉见桌上几人都竖着耳朵听，继续讲：“在他们那儿有一座很漂亮的宫殿，金碧辉煌，十分精美，红砖建成，3层楼高，一共有2000多个房间。其中有一处大厅叫做镜厅，墙面镶嵌了400多块落地镜，反射着穹顶壁画，金碧辉煌，奢华无比。但是这2000多个房间，没有一间是厕所，没有一间茅房。”桌上3人默了。这宫殿不住人？住，多的是人住在里面，跟你们的皇宫一样，里面住着他们国家最尊贵的人。那人有3劫，这怎么解决啊？不光这里没有茅房，他们那儿每家每户都没有茅房。啊？是不是想问他们去哪里解决？帝寻犹豫的点点头。陆九婉看向谢明科，谢明科也在认真等答案。他又看向帝江，帝江收回视线，端起茶杯：“不是说了吗？他们那儿的女人穿着漂亮精美的蓬松大圆裙，大圆裙里面有内衬支撑着裙子，就是为了能够随时随地拉屎拉尿，还不用沾到裙摆上。”帝江被一口茶水呛到，从没有这么失态过。帝寻石化了，嘴巴都张大了。谢明科听得目瞪口呆，嘴角狂抽。他们随时随地想拉就拉，所以那座漂亮的宫殿随地可见的都是屎尿。不光宫殿里，他们那里的男人出门需要穿高跟鞋，跟部很高的一种鞋，就是因为在大街上经常踩到屎，避免脏了脚。为什么大街上也会有？难道他们在街上也能做得出来？想拉就拉呗，他们还有自由泼粪的权利，提着粪桶里的粪便从楼上直接泼下来，对他们来说和吃饭一样正常。下面路过的人就会被淋一身，也是常有的事。哦，不洗澡，他们基本都不洗澡，一辈子也洗不了几次，所以他们会创造很多香水掩盖身上的臭味。讲文明的人会拉在桶里去倒掉。城墙角是一个堆屎的好地方，敌人来进攻就可以踩着他们的屎堆爬上城楼。帝寻嘴角疯狂抽动，嘴呕了又呕。护城河里是他们拉屎拉尿和倒粪桶的最佳选择地，也算是为了他们做了点贡献，至少满河的金黄提升了护城河的抵御力。帝寻捂住嘴，站起来往外跑。谢明科也一脸苦大仇深的站起来，对着两人匆匆行了个礼，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刚出了门口，就听见他的呕声。陆九婉转头看着帝江，见他眉头紧皱，嘴唇轻抿，似遇到了麻烦之事，乐呵地安慰他：“没事儿，离这儿还远着呢，撤不着你。”离这儿远的意思是，这事儿是真实存在的，简直离谱至极。陆九婉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拿起筷子夹菜，没有人在旁边烦他，他吃得格外香。帝江见他吃得香，心知他是为了赶走小寻故意编的，只是他是怎么想得出来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故事的？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真的？闭嘴，吃饭。不细算了，天大地大，时空流转，你没见过的事情可太多了。帝江看着他眼神飘远，似乎在怀念很多他未知的东西，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让他心里有点不舒服。那就一点点的说给本王听，本王一天听一点，总能听完。陆九婉用视线瞄他，思量半晌。也行，那是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呢，还是从人类从猿猴进化成人开始呢？我想想。帝江将话听在耳里，觉得他奇思妙想，倒是真的有点期待。第二日，天色鱼肚白，芙蓉帐内，女子娇软地躺在趴在男人宽阔健硕的胸膛之上。帝江醒来就觉得有座小山压着自己，奇怪了。他抬手将他脸上凌乱的长发拨顺，露出他沉睡的面孔。醒了一会儿神，才将他的手轻轻拨开，半坐起身，又抬起他的腿，轻轻放到一边，拉了被子给他盖上。陆九婉动了动，抬腿圈住他的一条腿继续睡。帝江嘴角轻扬，轻轻拍了拍。放开本王，不许耍赖。被子里没有动静，帝江抽了抽腿，没抽动。不可任性。见他不理，才说：今日是百花节，早些起来洗漱，去外面走走，看看热闹。好玩吗？你去看过了便知，人多，吃喝玩乐也多，但不可接受旁人赠予的花，记住。那就去打个卡吧，难得来一趟。万一穿回去了呢？打个卡。帝江发现他嘴里总是出现他听不懂的话语。那就起床吧，松腿。他双手卡在他的腋下，将他抱了起来，坐在自己的怀里。每日早晨都因为陆九婉耍赖，帝江都来不及用早膳就要赶着去上朝。天幕全部拉开之时，朝堂大殿之内，文武百官身着官服，已经严整肃静地站着上早朝了。金光耀眼的龙椅上，男人身着龙袍，高大严肃，外貌与帝江有1-2分相似，身上的气势却和帝江半点不同。众位爱卿，可还有事上奏？百官沉默片刻，一人站了出来。皇上，臣有事要奏。帝位之上，帝玄义眉眼淡淡，点了下头。此事是关于晋王的。闻言，众人纷纷抬起眼皮看向帝江。帝江岿然不动，淡然处之。那人说着的时候，也小心地看了眼帝江的方向，下定决心继续说：臣本不该多言，只是若是对此事不管不顾，恐怕影响严重。臣闻晋王妃写了一篇话本，流传甚广，已经传出了南晋城。帝玄义看了眼他的皇叔。此事本无多大不妥，只是话本之中传递的思想恐怕有害呀。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本《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恭敬地呈上。帝玄义旁边的公公观了眼皇上的意思，然后匆匆下去接了上来，恭敬地呈给他。帝玄义看着画本上的几个黑色大字，眉头不着痕迹地蹙了蹙。他如何写得出这类东西来？皇上是真龙天子，顶天立地之人，而书中小小女子怎么能与皇上相比呢？满国皆是女子，置吾等男儿于何地呀？将吾等男子守家卫国的血汗置于何地？长久以往，影响深远呐。他的话音刚落，就有几道声音附和：臣等也是如此认为的。晋王妃此举不雅不敬。皇叔可有话想说？他看向帝江，帝江威严地看向上奏之人。没想到本王的王妃闲云之乐写的话本子，就能让李大人、林大人、周大人、王大人和赵大人如此忧虑深重。帝江一个一个念名字，每念一个，被念之人的心就提一下。皇上明鉴，臣只是担心这样的思想会迫害了百姓。臣也只是忧心，有些事就是要防范于未然才好，并非。帝江身旁之人站出来义正言辞的道：区区几言就下得如此失态，还要大张旗鼓，看来你们还是看的书太少了。不如下朝之后，本宫多找些给几位大人看看，让各位大人锻炼一下心性。
别看了鬼怪传奇就要闹着做法事，听了离奇之说就要兴师动众探食一番，如此狭隘浮躁，怎么能堪当大人，替皇上分忧？几人吓得脸色一变，帝江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几位大人不必忧心，既然几位如此轻信，王妃又略有文采，过几日再写篇男儿国的话本子，你们看了解解忧。帝玄义意外地看着皇叔，皇叔向来不愿与人争辩，近来听说皇叔对晋王妃宠爱有加，看来确有其事。只是没想到，他一向清心寡欲的皇叔也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不愧是媚杀，连他的皇叔都抵挡不住。帝玄一眼一眨，眸中神色收敛。不管本王与王妃感情如何，护她是责任。帝玄一目光停留在帝江的脸上，打量几番才收回目光。王妃人在家中，灾祸凭空而来，何其无辜！一大群德高望重的大臣背后非议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实非君子所为，更何况谈论的还是如此荒诞的话题。另一群人附和：是呀，如此言论，难道不比话本中的思想更骇人呐？以讹传讹，关键还有些人无知糊涂，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被人牵着鼻子走。幸好皇上高明远识。对面几人想骂街，但不敢。帝玄义抬手，满朝堂顿时针落可闻。下朝之后，帝玄义对身边的人说：去请陆御史来见朕。晋王府内，吃过早膳，陆九婉踏出房屋，就见丫鬟奴才些在搬弄花草。他的院子里真的花团锦簇了。百花节是什么节？百花节是未婚男女最喜欢的日子，本来平日里男婚女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到了百花节，每个人都手持花束，遇见心仪之人便可以将手中的花束赠予那人。一束花而已，按照现在的婚姻观念，双方父母不满意，那又有什么用？再说大街上见一面就敢定终身，是人是鬼都分不清，这些姑娘胆子真大。并非一花定终身，只是借此表明心意。送花和接花之人当然都是思量之后才敢送出和接受的，至于成与不成，成了最好一段佳话，不成的话就是会耽误往后的美选，女子还是比较慎重的。走，看热闹去。奴才听说南晋的晋王妃才貌双绝，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蓝衣男子一个眼神看向他，男子立马淫笑着说：昨日奴才听见几个人在议论一个话本，此话本几度被一抢而空。有趣的是，这个话本是南晋王的王妃所著。蓝衣男子顿觉有趣，好有意思的女人。王妃，咱们到清风轩了，这里是每年百花节最热闹的地方，每到今天，这附近的酒楼茶馆都是人满爆棚。清风轩高大华美，堂中还搭建了一个戏台，乐团在旁边吹拉弹唱，中间有一群女子在跳舞，台下四周坐满了饮酒喝茶聊天玩笑的男男女女，此时都站了起来，歌舞也暂停，面向这面表示尊敬。公子，您要的话本。对面蓝衣公子接过手下递给他的话本，看到封面，眼神有些错愕震惊。他抬头看向对面，女子高贵端庄，娴静美好。他又低头看了眼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确定没买错？属下再三确定过，没有买错。蓝衣公子眉目一挑，饶有趣味地看向对面，真的是好有趣的一个女人啊。看着这本书，再看着她的人，仿佛能看到她的娴静中透着一股灵动美妙。陆九婉察觉到视线，下意识抬眸看去，正和他对上。蓝衣男人见他直直看过来，眉目含笑，神态变得更加玩味，风流至极。本以为对面女子会害羞回避，没想到她的目光半点不避让，甚至还翻了个白眼。傻缺，笑得那么骚，是想勾引他。虽然长得还不错，但不是他的菜，帝江那种才是他的菜，恋爱中勿扰。蓝衣公子蹙眉辨别，他嘀咕了什么呢？好似很嫌弃的样子，就是那抹嫌弃让他一下子陷入自我怀疑，隐隐郁闷。楼下有人在高声说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下面到大家期待已久的环节了，有意参加比赛的人员名单已经拿到手了。这人念叨完，就有下人伴着琴上台，接着一个女人走了上去。陆九婉一看有点眼熟，
都说王妃极其擅长琴艺，如仙乐般动听，能否请王妃让大家都开开眼界？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下面顿时沸腾起来，纷纷请求。是呀，请求王妃让大家开开眼界。要是能听到那首女儿情啊，那就无憾了。换做平日是万万不敢吃想的，但今日是百花节，要是能得王妃一曲，那真是……王妃要不要回绝这些人？给他们弹一曲又如何？今日本王妃就与民同乐，叫他们拿琵琶上来。不能怂，关乎尊严和帝江的脸面。他只学过古筝，这身体的原身倒是什么都精通。白桃站在窗台边，说话的时候很有气势。我们王妃说了，盛情难却，本就是出来与民同乐的，弹一曲又何妨？劳烦取一架琵琶上来。楼下众人很是兴奋，特别是对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这话本爱不释手的一群人，本来就对王妃心生崇拜之意，更是激动不已。仰着头朝上看，见他过来坐下，绵绵忧思才是最绕人心的。一曲完毕，全场安静无声。蓝衣公子静静看着他这边，要说一开始只是因为觉得有趣才想来凑个热闹，想要看看这个王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那他现在真的觉得这个女人很特别。王妃此曲天籁呀，不知道里面是否也和女儿情一样有个故事啊？底下有人问，众人纷纷抬头静待回答。陆九婉毫不犹豫，有。能否劳累王妃让大家开开眼？是啊，劳烦王妃给大家讲讲吧。写成画本比较好，可以珍藏。一时间下面纷杂的讨论声此起彼伏。陆九婉站起来压了压手，这个故事本王妃还要梳理一下，没有做好准备，等之后你们自然会看到。那不能让你们白嫖噻，回去随便编一个故事出来也是一笔收入啊。养老金金库来源加1。下楼，陆九婉准备上马车，却被一蓝衣公子伸手拦住。他手捧一盆花，脸上是温润绅士的笑容。今日是百花节，鲜花代表着爱慕之意，我对姑娘一见倾心，此花赠与姑娘，请姑娘收下。陆九婉退后一步，视线将他从头扫到尾。蓝衣公子笑意盈盈的脸色渐渐固化，回府慢慢微蹙眉头。哪一家女子敢这么直白地盯着一个男子看？若是别的女人，会被认为是非常没有教养的行为。但是陆九婉看他，直白中带着审视，审视中带着嫌弃，嫌弃中带着无趣，这让他非常不自在，蹙眉问：姑娘在看什么呢？眼不觉耳不聋的，你活腻了？姑娘此话怎讲？不知道谁是我男人？人人都叫他王妃，偏偏他装傻。蓝衣公子瞬间明白，扬起笑容，有些风流。我不在乎。陆九婉又打量他一番，见他眼里的认真，连帝江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他猜测此人或许有点小身份，不做理会，全当遇见沙比了。正欲转身上马车，蓝衣公子手一伸，笑道：姑娘还没收下我的花呢。拿开。要是我不呢？陆九婉还没来得及发作，一把利剑破空而来，划破气流，声音让人胆寒。蓝衣公子站定之后，脸色铁青地看向那边，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纷纷恭敬拘谨地跪地行礼。一高大俊美的男人从跪地的人群中走来，眼含冰霜，气势逼人。蓝衣公子眼睛危险地眯着，看着他越走越近。也就是一瞬之间的事情，他的侍卫们反应过来，齐齐朝帝江攻击而去。慕白和元苍二人迅速应战，霎时刀光剑影，火花四溅。陆九婉偏头瞧见利剑插入地缝，周围几块地砖全都崩裂了。他转回头上前一步，和帝江擦身而过，麻溜地上了帝江身后的跟随而来的马车。你是晋王？北陵太子叶云舟。
叶云舟对于帝江认出他来也不惊讶，这就是南京的待客之道。贵客上门，自当以礼相待，只是没有想到堂堂北陵太子会做出当众戏弄妇人的举动来。岂敢，只不过是爱美之心人间有之。本宫见此女子貌美如花，只是情不自已的想送一捧花聊表心意，何来戏弄之说？在南晋，美好的人或者物都是只可远观。哦，为何只能远观？近观岂不是更能看清楚其中的美妙？所属之物才可近观。南京与北陵民风不同，还请殿下注意言行。我们南晋国女子的尊严和清白不容挑衅。叶云舟正欲开口，旁边袁仓一剑挥向对面，趁着对方抵挡的时候，飞身一脚踹向他。那人被一脚踹飞，恰好倒在了叶云舟的面前。叶云舟视线轻轻下搭，脸色归于平静，平静中透着不悦。南京的待客之道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来报说太子殿下的车辇要明日才能抵达南晋城，没想到竟然早到了一日，照顾不周，本王已经做好了安排。慕白，给太子殿下引路，安排好食宿。是王爷。本王还有急事要处理，待明日太子殿下的车辇入城之后，本王再好好的招待殿下。叶云舟看着帝江上了马车，马车毫不犹豫地离去。他收回视线，仿若不把刚刚帝江对他的怠慢放在心上。走吧。太子殿下这边请，我们王爷已经命人做好了一切安排。是他不要脸，勾引有妇之妇，我拒绝了。他勾引你了？嗯。哦，何以见得呢？他笑得很骚，还要送花给我。不说是今天送花表示喜欢的意思吗？这还不算勾引？不要说粗话。那你说是不是他的错？帝江瞧着他的小脸，觉得生动有趣，点头。是他的错。你怎么拒绝的？我刚刚在里面，他就坐在我对门对我笑来着。那么多人喊我王妃王妃的，偏偏他害了龙病。我就问他。问他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我男人是谁。他怎么回答的？陆九婉不答反问。他谁啊？什么来头？北陵太子叶云舟。怪不得你的名头不好使。帝江眼皮一抬，静静看着他。陆九婉没接收到信号，只问他来这儿干什么？说完就想起帝江说的宫宴。参加宫宴的？什么宴？皇帝的生辰万寿宴，不是什么重要日子。那就是图谋不轨，奸细行为。陆九婉懒得管，随口问他回家吗？你今天弹的曲子很好听。你在哪儿？你对面。哦，你偷看我。光明正大。万寿宴当日，全城热闹非凡，大道上张灯结彩，披挂红绸，喜庆热闹。寿宴一般是晚宴，来得早又不用帮着忙碌。要不要逛一逛？宴会还早呢。帝江问身边人，陆九婉点头。宫人机灵，听到话默不作声地引着两人朝御花园去。一般宫外的贵人进宫都是想看一看御花园的，料想靖王妃也不例外。亲眼见到御花园，比陆九婉想象中更加绚丽壮美。两人信步慢走，帝江对这些不感兴趣，但也不觉得无聊。见身旁的人喜欢看，他也乐意看他安静中透着淡淡欢喜的样子。不远处，正经过御花园的叶云舟停下脚步，认出正在打情骂俏的两人，是女人，看着冷冰冰的。那天还对他那么凶，没想到也会对一个男人如此多情妩媚。他远远看着阳光下陆九婉脸上的温婉笑容，只觉得这院子里的风光不及他眼角的笑意半分明媚。一瞬间，他将自己带入帝江的角色，他贴靠的人是自己，被妩媚撩拨的人也是自己，仿佛感受到了他身体的温热，发丝的香味儿。被自己的臆想震惊到，叶云舟忙收回视线，却又忍不住朝那边看去，看那个明明才见过一次却被他牢牢记住的女人。另一处，身穿明黄龙袍的男人立在高墙之上，同样将两人看进眼里。他那个清心寡欲的王叔真的沦陷了，终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想要什么说说嘛，我指定不是哄你的。帝江克制地握紧了他的腰，怕他疼又松开。他想要什么？他现在就想要他。你。陆九婉顺了一遍问题和答案，脸上又挂起了戏谑的笑容。你想在这儿要我？
喜欢刺激的。狂言浪语，闭嘴！这幅画面落在皇帝的眼里，心里像是被抛了一颗石子，平静的心湖泛起了涟漪。如此自然随性的相处，他身边没有一个女人能做到，也没有一个敢，他也不允许，可竟然觉得稀罕。叶云舟脸上堆起笑容，正朝这边走来，对四周隐匿的视线不做任何理会。帝江牵起陆九婉的手，大步朝另一边离去。庆寿的宫殿是专供这类大型宴会使用的，宽大奢华。大殿除去皇上的主位，左右两侧设有几列长席，皇亲妃嫔、大臣及家眷各自按照位分分坐两侧。除了主位上的皇上和皇后，席上就空了2个位置。今日盛宴，男人基本着官服。哥，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帝巡前倾着朝帝江打招呼，帝江没理他。帝巡早已经习惯他哥对他的没话找话，爱答不理。不恼，坐好。又见面了，王妃。这么多人，你跟我皇嫂套什么近乎？昨天你还和我皇兄见面了呢，怎么不跟我皇兄说话呀？陆九婉眉角微扬，面色满意。叶云舟仍然笑着。本宫和王妃在百花节有过一面之缘，王妃一曲琵琶声震撼了半个南京城，让人记忆犹新。这话好夸张，但部分女眷还是有所耳闻的，也有几个当日就在场的，确实让人难以忘怀。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一声高呼，身着龙袍的帝玄义和打扮得雍容华贵的萧子英随之出现在大殿门口。众人起身恭敬的行礼，帝江躬身行礼，动作美观大方。帝玄义走到首位上，抬了抬手，走吧。他看向叶云舟，朕刚才在门外就听见太子的声音，聊什么那么开心啊？说晋王妃名冠南京城，情谊超绝，无人能比啊。帝玄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帝江坐在那里，就像一头猛兽，眼睫青山，掩盖着目中的威严，却霸气侧漏。他的皇叔光是那一身骇人的气势，无论是谁坐在皇位上都不会安心。太优越也是一种错。更何况陆九婉仿若局外人，也像是染了帝江的习性一样，两个人坐姿和神色十分相似。这个发现让帝玄义蹙了蹙眉，叛变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哦。身旁的公公犹豫好几次，还是开口提醒：皇上吉时到了。那开始吧。吉时到，进行各项流程。首先就是百官朝贺，共同敬酒祝福，然后宣读贺寿清单，接着传菜。陆九婉的全部心思都在菜上面，珍馐美馔，让人垂涎欲滴。陛下，自陛下登基以来，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百姓安居乐业，社稷稳固，感怀隆恩，小女方瑶愿进献一舞，祝愿皇上龙体安康。宴会进行到一半，陆长安站了起来。帝玄义虽然明知他是什么意思，也不会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服了别人的心意。众人当然也明白陆御史是个什么意思。陆御史站在皇上的队伍里，却只有一个女儿嫁给了皇族，还是嫁给了皇上的最大劲敌晋王。陆方瑶明明就比陆九婉大，却迟迟未嫁，也不可能相看人家。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有数，无非就是想入宫。音乐起，陆方瑶起舞。单论舞姿可能比不上旁人，但是胜在他眼神有戏，一脸野心在脸上展露的淋漓尽致。音乐选得不错，配上舞姿，有种倔强不服输的劲儿，总体来看也算不错。跳得不错。皇后最善舞，以为如何？臣妾觉得十分不错，舞美人也美，当赏。皇后都说了，那确实该赏。说吧，想要什么赏赐？臣女谢过皇上，谢皇后娘娘。她羞涩地犹豫着，喃喃开口：臣女想私下要赏。此话一落，陆九婉忽闻耳边一声极轻的笑声，她微微侧眸，不知道帝巡在笑什么。帝玄义的眉头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思索了片刻，对着下面的人说：朕准你私下要赏。既然都开了个好头，其他人也不要孤芳自赏了，都各显所长，朕都重重有赏。皇上这话暗示和强制意味十足，自然不少人同时都站了起来，表示自己愿意。当然愿意啊，
他们深闺中学习各门技艺，为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只是谁都不想陆方瑶那样脸皮厚，自己就站起来说要表现。于是接下来便是各家千金小姐各展所长。原本陆方瑶还暗暗自喜，已经在幻想私下找皇上要赏的美好场面了。只是皇上突然来这一出，人人都有重赏，他还怎么提？一个接一个的表演，每一个都精彩绝伦，都像是提前就彩排好的。听说南晋出美人，没想到美人还都个个是人才，今日算是大开眼界了。太子殿下谦虚了，素闻北陵人杰地灵，人人都能歌善舞。此话夸张，但民风确实如此。哦，那倒是勾起了朕的好奇心，有机会一定要见识一番。这有何难？本宫为皇上准备了一份特殊的贺礼，请皇上笑纳。说着他拍了拍手，殿门外一群女子身着白色纱衣，轻盈地进了殿内。为首之人穿着格外显眼，还戴着面纱，发髻格外繁复，头饰也亮眼。同样是白色纱衣，却更加华美，行走之间，衣服上的银丝暗纹若隐若现。他们甚至自备乐师，音乐起，舞也起，别具一格的美。舞者身姿轻盈，一步换位之间，飘然若仙，翩若惊鸿。一曲舞完毕，女子脚步轻盈地上前行礼。北陵17公主叶云清见过皇上。哦，众人惊讶，这竟然是北陵的17公主。陛下，皇妹从小被父皇宠着长大，性子顽劣，说想要给陛下一个惊喜，所以才今日才露面，还请勿见怪。无妨，有心了。朕之前已经说了，今日愿意展露才华的，朕都重重有赏。不知道公主可有什么想要的？很早之前，云清就听过不少关于晋王的传言，说晋王文才武略，英俊潇洒。叶云清的话让整个大殿都默契地安静了下来。叶云舟眉头一蹙，来之前说好的是皇上，他竟然临时改变，选了晋王。所有的视线齐齐转向这边。陆九婉心脏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点奇怪的感觉，他捉摸不到，似乎是一点点烦躁之意，好像一下子将他从某种理想舒适的生活状态拉入到紧张不舒适的氛围里，他才恍然惊醒一般。原来自己生活在男人可以3妻4妾的某个没听说过的古代里。他抬眸打量着叶云清，侧面看她身姿袅娜，侧颜柔美，气质坚毅。这样的女人和帝江站在一起的话，他心脏处传来莫名的微微酸涩感。收回视线，下意识去看帝江，才发现他一直在看着他，瞳仁漆黑。他不明白他这么看着自己是什么意思。他本想说什么，但是到了嘴边也没说了。叶云舟观察着两人的神色，见陆九婉竟然没有像普通女子那样听到自己的丈夫要迎娶别人而极度悲伤，要么就是不爱，要么就是真正的大度。不过他不信有人这么大度，那就是不爱。叶云舟的嘴角扬起一抹笑意，站起来朝帝玄烨拱手。陛下，南境和北陵同属大国，物阜民丰，是其他小国眼中觊觎已久的肥肉。近些年来，这些小国十分活跃，兵马也日渐壮大，难保有一日这些人不联合起来，到时候不管是北陵还是南境，就算能抵挡得住，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啊。不如在此之前，南北两国先联合起来，互通商贸，增加互市，壮大发展，共同抵抗外敌。帝玄烨还没有发话，朝中不少重臣已经站了起来。陛下，太子殿下说的在理呀。近几年来，边界频繁受扰，长久下去，周边生存的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陛下，臣赞同联姻，这于两国来说是百利无一害的事情啊。陛下，臣也赞同，南北公开互通的贸易对我们两国来说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不过晋王已经有正妃了，公主又身份尊贵，这……公主的身份何其尊贵，又是有功之身，当然不可能做侧妃。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应当按照王妃之位的待遇，将公主娶进府内，做正妃之位。至于现在的王妃嘛，也不是没有过将正妃为侧妃的先例啊。皇叔对联姻的事情怎么看啊？帝江耳里听着那些大臣的话，余光注视着陆九婉的举止，竟见他半点不受影响，都要给他降为侧妃了，他还是无动于衷。
本王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了？他沉脸的双眸抬起，扫视着全场，周身的气压却如同深冬凛冽的寒风，让人冷得说不出话。刚刚还在兴高采烈安排事情的人，像是说错话的小孩一样，个个正襟危坐，嘴巴严闭。叶云舟看好戏似的瞅着，本王与王妃夫妻情深，并没有迎娶侧妃的打算。这话一字一句落进陆九婉的心里，就像是一场绵密的细雨，浇灭了他心里的点点燥火。帝玄义听了帝江的话，心里松了一口气，面上露出思量之色。晋王的话，太子和公主也听到了。晋王是朕的皇叔，是长辈，皇叔的事情朕也做不得主。但是对于太子提的南北联姻的事情，朕觉得妥。只是联姻的人选，只要公主愿意，其他能做主的，朕一定做主。叶云清没料想过自己会被拒绝，他已经思量万千，绝对不会出错的。对于皇上和晋王之间的事情，他也是知道的。如今联姻对晋王来说是一个增加胜算的好机会，他怎么会放过呢？叶云舟看向叶云清，用眼神示意他别坏了大事。他压住心底的不甘和遗憾。皇上，云清欣赏晋王文才武略，是因为云清是个慕强的人。云清喜欢的是强者，而非是某个人。若论强者，云清心中有更佳的人选，只是不敢开口。众人满头疑问，谁比晋王更强？帝玄义微微蹙眉。哦，公主说的是何人？云清觉得这天下若论强者，无人能比得上皇上您。朕一言九鼎，能做主的事一定会答应公主，那就下旨和亲，封贵妃。叶云清谢恩，百官贺喜，除了陆家，陆方瑶憋不住都哭了，也没人可怜他，场面恢复了和谐。入宫的时候，外面天光大亮，皇宫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出宫的时候，银月高悬，月色皎洁。走这里干嘛？抄近路？帝江没说话，只默默牵着他走。等走完这一条小道的时候，进入一处花园，被他牵着到了一个宽阔的凉亭。到了这里，陆九婉明显感觉到帝江身上的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像是一下子就醉了。哎，你搞什么呀？喝醉了？帝江踉跄两步，带着他往后退，跌坐了下来，顺势也将他揽进自己的怀里。月光斜斜照进亭子里，两人沐浴在月色中。帝江，陆九婉，你胆子不小啊，敢直呼本王的名字。他一边说，一边腾出一只手摸到了他的胸口处，似乎想找找他的胆子。陆九婉轻笑一声，扶住他的手背，带着他的手移到自己的右边胸下。我的胆子在这里。帝江愣了一下，也随之轻笑出声，抽出手握住他纤细的脖子往下，亲住他的嘴。他借力靠在身后的栏杆上，毫不费劲地将他扣在怀里亲。陆九婉整个人趴在他的怀里，嘴巴被他用力地碾磨着。他惊讶极了，这是他第一次和帝江接吻，之前好像他的唇是给某个白月光专门留的盛宴似的，还不能碰，一想亲他就偏头。一次两次之后，陆九婉再也不惦记他的嘴了。这回自己送上门来了，他的唇是烫的，贴着他的唇很用力的压碾，什么奇怪的味道都消失了，只有暧昧和上头的味道。月光下，他趴在他的怀里。乖，别出声，有人来了。帝江说完，唇上越发温柔，脚步声越来越近。蓉儿，你入宫这么久也不见有孕，唉，这是娘好不容易求来的助孕偏方，你一定要收好，想办法配齐这些药。谢谢娘。如今宫里皇上一个子嗣也没有，要是你能生下皇子，那将是你一辈子的靠山。两人来得快，几句话说完，匆匆离开了。孩子，帝江脑子里突然闪现这个词，他伸手摸到他的肚子，脑中不受控制地浮现一些画面。陆九婉怀孕，陆九婉生孩子。宫外城西，叶云舟微怒地看着叶云清，今天差点坏了大事。云清知道错了，和亲已非我所愿，只是想着能挑选个自己看得上眼的，却没想到晋王竟然会拒绝。听他这么说，叶云舟的怒气散了些，缓和了声音。本宫也没有想到，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应该不会拒绝才是。不管如何，你只要能够顺利留下，也算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
帝江和帝玄义之间的应该不久就会有大动静了，你一定要时刻汇报他们的情况。北林本宫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只要他们之间开战，本宫就一举进攻，拿下南境。叶云清想着帝江的模样，感觉事情不会像皇兄想的那么容易。云清一定会定期汇报情况的，皇兄万事小心。晋王不像是个好对付的角色。帝江和帝玄义都不是好对付的，所以就是让他们打起来，两虎相斗，等他们都伤了，才是本宫出手的好机会。王爷，本王为什么要孩子？谢明科一愣。啊！帝江瞳仁一缩，谢明科忙端正姿势，赶忙说：王爷您还没生呢，哪来的孩子？王妃怎么不见有孕啊？臣明白王爷的意思了。唉，王妃没有怀孕，那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原因可能有3个。帝江蹙着眉，心里对陆九婉没有怀孕的事情有自己的猜想。一个是他常年训练，身体不好，另一个是他故意喝了避子汤，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问题。说清楚。第一个就是怀孕要讲究一个时宜，并不是同房就会怀孕。再说您和王妃同房也就这2个月的事情，您是有点太着急了。再说就算有孕，这月份小，察觉不到也是正常的。王妃也许有孕了，只是没有察觉，你明天给她看看。他说什么了？他没说王妃有孕了呀，这要是没怀上怎么办？他忙苦笑着说：王爷，臣只是说有可能，并不是说王妃真的怀孕了。本王说的是也许，你耳朵聋了？还有什么原因？继续说。这第2点就是双方可能身体不太好，难以有孕。帝江沉默片刻，伸出手。谢明科疑惑做什么？见他没动，帝江眉头一蹙。宝妹。他都想说可能是王妃身体不太好的原因，结果王爷自己把手伸过来了。谢明科把了半天脉，仔仔细细，久到帝江都有点不耐烦了。谢大人，你谁的名头是自己封的？臣还不是想得仔细些，免得弄错了。是不是本王的问题啊？您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之前你身体肝火旺盛，易躁易怒，时常双目赤红症状也没有了，脉象从容缓和，不浮不沉，双目清明有神，说明内里调理得很好，但也不可纵欲过度，损伤精气。帝江沉沉地看着他，谢明科收嘴。臣多言，王爷您自然是知道节制的。帝江知道不是自己的问题，微蹙的眉头终于放松了。还有什么原因？第3个原因就有可能王妃服用了避子汤。避子汤？谢明科眼看着王爷周身的气压一下子就降了下来。这只是一个猜想，不过王爷，王妃的身份您是知道的。服用避子汤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话一出，王爷身上的气压又降了。谢明科无语，伴君如伴虎。来人！谢明科吓一跳，王爷想干什么？外面的下人忙进来，把王妃身边的贴身侍女带过来。是。很快，白珠、白桃、经常伺候的老嬷嬷以及几个近身伺候的丫鬟全都跪在了帝江面前。王妃可曾服用过避子汤？奴婢未曾见过。奴婢也没见过。王妃没有吩咐过。帝江看着白珠、白桃，你们2个留下，其他人退下。其他人松了口气，忙退下。确定他没有服用过？王妃确实不曾喝过避子汤，每日吃喝都是厨房准备的。王妃让奴婢们去外面买吃食，都是奴婢和白珠2人亲自去的，不是避子汤。白桃比较机灵，猜到了王爷的2分意思。虽然王妃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都是在下午时分，所以就算偷偷服用，也并不是在同房之后马上吃，估计都没效果。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2人想了想，白桃眼皮一抬，帝江敏锐地注意到。说。白桃不知道说了对王妃有没有什么影响，王爷的反应又会是什么？王爷让他们去服侍王妃，他们是尽心尽力的服侍，也把王妃当成了自己的主人。但是归根结底，他们真正的主子是王爷，也永远不可能背叛王爷。自从奴婢开始服侍王妃以来，就没见过王妃来阅信。没来阅信？帝江眉头蹙起。这是什么原因？他问的是谢明科。谢明科思索着道：女哀家一般到了年纪都会来阅信，来了阅信才可以受孕生子，
到了年纪但没有月信的，要么就是怀孕了，要么就是身体疾病。还有一种可能，帝江看着他，有很少一部分女子2个月来一次，有的半年来一次，有的更少1年来一次，甚至有的一辈子都没有来过。这种情况可正常吗？倒是没听说过有什么不正常的，反而比来月信的女子更加幸运，不受月信的苦恼。明日好好给王妃把脉，看看她身体情况如何。是。第2日，叶云州一行人启程回北陵。靖王，借一步说话。帝江冷淡的眸子含着思量，半晌才抬手示意了一下。请。两人行至一旁，叶云州也不绕弯子了。靖王来日是要做大事的人，到时候身边的人会成为你的牵绊，王爷打算怎么处理？太子指的是谁啊？陆九婉。叶云州毫不避讳，他不明白自己堂堂一国太子竟然会对一个人妻动心，荒唐。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除了天下，从来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他这么想要拥有。太子殿下对本王的家事好像很关心啊。本宫不关心王爷的家事，本宫关心的是一个人。既然说到这里，本宫也不想兜圈子。若是有一天王爷需要，可以拿他来跟本宫换一样东西。太子殿下太过于自信了，本王想要什么东西，从来不会用女人去换。哦，是吗？本宫倒是觉得王爷太过于自信了吧。他笑着说完，转身就走了。帝江站在原地，沉眸看着他离开的背影。马车对辇出发，他静立在原地。他不走，其他人也不敢走，所有人静静等着。半晌之后，才见王爷转身大步离开，湖边画楼。帝江面前以慕白和元苍为首，10来个恭敬地站着。慕白，你亲自带他们去一趟北陵，查一查叶云州，确定遗诏是否在他手中。千丝阁的人任你调遣，阁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必须尽快确认遗诏的下落。众人皆是一愣。千丝阁是王爷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织，众人皆知千丝阁是一个将生意做到了天下各国的商业联合门派，天下富商一半都和千丝阁有联系。同时，千丝阁培养各类人才高手，招兵买马，江湖上各类门派暗中的真实身份其实都是千丝阁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消息灵通的组织，也没有找到遗诏消息，很多次都有了线索，可是到了最后，线索都断掉了。是，切记一定要小心行事，叶云州不是个简单的人。是。云书院，王妃，王爷请您去云鹤院一趟。正是大中午的，陆九婉以为是叫他去吃午饭，没想到只见到2个人。见过王妃。谢明科起身行礼，陆九婉挥挥手，自顾坐下。什么事？帝江目光沉静地看着他，想到叶云州的话，有那么一天他会如何选择？想到陆九婉的性子，嘴角嘲讽地勾了勾。就他这性子，叶云州未免想得太多了，他不可能让自己沦为交换的货物。谢大人过来给本王把平安脉，也让他顺便给你也把脉。陆九婉看向谢明科，中医，这是有真才实学的中医，不知道能不能把他身体里面的毒拔出来。他身体里的毒素已经被排出的差不多了，倒是研究的解药差点东西，他也不爱动，不爱管。反正他身体没事就行了。不过就算谢明科拔出来又怎么样？反正他在帝江面前也没有什么秘密了。上次他犯病还是帝江救的他，反正他什么都知道。来吧。他把手露出来，摆在一旁的桌上。谢明科放了脉诊，在他的手上搭了一块手绢，坐在对面仔仔细细地给他把脉。如何？王妃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王妃恕罪。请容臣斗胆问一句，您是不是不来月事了，或者很久才来一次？这正常吗？正常。陆九婉质疑地看着他。没有其他了？谢明科表示有也不能当您面说啊，这是秘密。您的身体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体内亏损，是难孕之体。待臣给您开几副药，调理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很多。要吃中药？陆九婉的眉头蹙了起来。不用，我身体没事。是，您的身体状况暂时没有问题，若想要孩子的话，恐怕还是要调理才好。陆九婉听这话，脸色都好了。身体没病，不用避孕，这身体不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穿越严选，陆九婉很满意。谁想要孩子自己生？
帝江脸一沉，反正他不想吃中药，梗着脖子反驳：“你呀。”帝江看着他不说话，陆九婉看他黑脸就知道他又生气了，服了。你要孩子干什么？你有皇……好，他以后可能真的有皇位要继承，但是等他真的当皇上了，多的是人给他生，着什么急？想到此，他更不愿意生了。王妃，就算您不是为了怀孕，也要把身体调理好，不调理的话，身体亏空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的，年纪越大越难调理。给他配药。是，臣先告退。把药配好，晚上送来。是。陆九婉淡淡看着帝江：“你想干什么？我不生娃。”帝江越发确定谢明科是个庸医，连他最近心口总不舒服都没忍出来。你不想生孩子，还是不想给本王生？不想生，谁的都不想生。为何？痛。他一想到生孩子，就想到无数麻烦事。很麻烦，怀孕、生、养、教，哪一样不麻烦？本王的孩子，本王会养，会教。你也会生？帝江脸更沉了。陆九婉见他脸黑，仍然倔强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生孩子有生命危险，说不定孩子没生出来就死在产床上了，不干。古代的生产环境有多糟糕就不用多说了，虽然他有空间医疗手术室，但生孩子是不可能生的，不想怀，不想经历生育痛苦，更不想养，最不想教。帝江突然没话反驳了，他说的没错。但是皇室之中没有孩子的女人如何立足？他不懂，什么都不懂，全身上下只有任性2个字。不管如何，先把身体调理好，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你不想生孩子，还是不想给本王生？不想生，谁的都不想生。为何？痛。他一想到生孩子，就想到无数麻烦事。很麻烦，怀孕、生、养、教，哪一样不麻烦？本王的孩子，本王会养，会教。你也会生？帝江脸更沉了。陆九婉见他脸黑，仍然倔强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生孩子有生命危险，说不定孩子没生出来就死在产床上了，不干。古代的生产环境有多糟糕就不用多说了，虽然他有空间医疗手术室，但生孩子是不可能生的，不想怀，不想经历生育痛苦，更不想养，最不想教。帝江突然没话反驳了，他说的没错。但是皇室之中没有孩子的女人如何立足？他不懂，什么都不懂，全身上下只有任性2个字。不管如何，先把身体调理好，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不想吃药，苦。本王让人给你准备蜜饯。不喝。陆九婉，这是本王最后的底线。陆九婉不再和他犟，静静和他对视，眼里脸上全是倔强，默默和他对视半晌，确定没有在他脸上看到半分退让的希望，他抬脚踏步离开。帝江看着他沉默离开的背影，头疼地捏了捏眉心。想到以后要是真的有孩子也像他这么难管教的话，他突然觉得没有孩子也挺好的。傍晚时分，谢明科带着几大包中药上门，见到帝江，将药往桌上一放。今日给王妃把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发现。说。王妃身上的噬心毒恐怕已经快解了。帝江停下翻书的手，体内只有轻微中毒的迹象，恐怕是服了解药。本王让你配了解药呢。谢明科没想到有人比自己还先制出了解药，有点不甘心。快了，最多3日，不过王妃现在已经用不上了，还要继续吗？继续，有用。好，王爷，您知道王妃身上的毒是谁起的吗？短短不到的1个月时间，竟然将王妃的身体的噬心毒清除的差不多了，一定是哪个隐士高手。谢明科说的激动，真想马上拜见一下这位高人，这辈子还没遇见过比自己还强的人，之前拜师学艺的师傅们早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帝江没有理会他的话，心中思绪转换。不知道，也许机缘巧合吃了什么东西就解了。你去药房，亲自叮嘱下人把药煎好。碰巧吃了什么东西解了毒，这话哄3岁小孩呢？王爷肯定是知道什么，但是不告诉他。谢明科心痒，抓心挠肺的想知道是谁。王爷真的不知道？去煎药。谢明科心烦的住了嘴，拿上药离开。暮色渐浓，云书院，陆九婉正伏案写小说，
给琵琶曲编一个凄凉的故事，给他的养老金库添砖加瓦。夜幕中，高大伟岸的男人缓缓走来，面无表情。过来。陆九婉深吸一口气，烦躁地站起来，走到桌边，瞧了一眼桌上的浓稠的药，脸色非常抗拒。不喝不行。不行。我又没病。这是调养身体的药，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强壮如牛。你闭嘴，喝。很多女人都愿意给你生娃娃，你陆九婉，这么想本王纳侧妃啊？本王就多找几个进来，到时候你连喝药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悄悄的就能把你给整死，你玩得过谁啊？就他这种倔强嚣张的性子，还有他这蹩脚的隐藏身份的手段，尴尬的身份换到别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说他能保护自己，那都是明面上的。皇宫里女人们的手段是这世间最毒的。陆九婉心想，老子一枪一个。哎，不对，老子为什么那个时候还在你这里啊？早没影了。还要不要本王找女人了？陆九婉没说话，算了，万一到时候没走掉呢？宫斗，他怕自己活不过2集。说话。不说，天生不爱说话。哼，把药喝了，连喝2个月就行，1天1次。2个月？谢明科说你身体差，2个月是最短的期限。我他妈2个月，能不能少点？不能。少点。不能。少点。帝江一时间有点恍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和他讨价还价。1个半月，到时候让谢明科诊断好了就不喝了。再少点。陆九婉，本王让你觉得很好讨价还价吗？最多1个月。1个月见不到效果，2个月就是最低的底线，1个半月是本王的底线。你底线降一降。他的眼睛亮亮的，含着期待。帝江差点气笑，但他好歹同意喝了。帝江原本沉沉的脸色也悄无声息地平缓了不少，见他脸色缓和，但还是没说话。你要是同意呢，我就喝；你要是不同意呢，1个月我也不喝。威胁本王，你胆子不小啊！一边说他，一边将桌上的药端过来，凑到他面前。本王同意了，先喝1个月再看，喝吧。他将他圈在怀里，一手端碗，一手拿着勺子搅拌，舀了一勺。虽然谈判成功，但是那黑色的药汁凑到他嘴边，陆九婉立马反胃，郁闷，没有喝药的勇气的郁闷，被熏到郁闷。见他犹豫苦闷，帝江不解。喝药至于怕成这样吗？本王又不是要你的命，一口喝了。药都喂到嘴边了，陆九婉赴死一般闭眼吸气，往前小心翼翼一凑。帝江见准，将一勺药喂到他嘴里，苦涩难闻的药汁让陆九婉眉头紧锁，想吐。别吐，吐了本王叫人再煎一碗过来。陆九婉被他抬着下巴，药顺着喉咙下去，苦，比他的命还苦。见他吞下了，帝江从桌上拿起一颗蜜枣喂他。吃1颗。陆九婉张嘴吃下，咀嚼了2下，并没有什么卵用，嘴巴又苦又涩，像嚼垃圾。刚吃完，帝江又舀了一勺喂到他的嘴边来。陆九婉又是深呼吸，闭眼喝了。既然害怕吃药，以后就不要受伤生命了。这天开始，陆九婉每天都活在烦恼中，一见到帝江就想逃。房间内除了帝江、帝寻和谢明科之外，还有7、8人，几人分坐各方，神色严肃。谢明科担忧的道：马上到秋猎了，这次一定要小心，这是他最好的机会了，他一定会用尽全力将王延宁困在猎场之中。这是帝寻第一次感到不安，他眉间是担忧。自从知道父皇留了遗诏让皇兄继位的事情，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助皇兄拿回皇位。在这场争斗中随时可能会死，而他最不愿见到的就是皇兄受伤。王爷，我们安排的人已经进不去了，皇上早在1个月之前派了重兵把守在雁碑山脉，给封山了。这美其名曰呢是担心百姓进山，到时候秋猎误伤，实际上就是知道您一定会提前派人进去接应。雁碑山是皇家秋猎场，绵延不见尽头，深不可测，就是大雁飞过都会迷失方向。雁碑山只有一面入口，入口之外皆是悬崖峭壁。深山尽头的另一边和雁碑山接壤的地方肯定还有入口，但是谁又能从那边跨越过来接应？
普通人如山，只能在边缘。里面多猛兽、蛇虫鼠蚁、瘴气毒气，样样俱全。怕了？帝江一扫众人，怎么可能？怕了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可能会怕？征战沙场杀敌都不怕，我还会怕区区小树林？什么凶险的情况我们没经历过，不过是闯一回燕归山而已。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能抵挡千军，就算是死，我们也一定要护好王爷的，绝对不可能怕。这一群人，要么就是在沙场征战九死一生的，要么就是在江湖厮杀用命闯到今天的，要么就是经历过大苦大难艰苦训练的。总之，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这次燕碑山不一样，不是正面交锋，要战胜的不只是猛兽，里面有陷阱，有埋伏，有不比你们差的杀手，更有我们预想不到的麻烦。所有人不能掉以轻心，这次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活着出来。这段时间你们到虎啸山去加紧训练，熟悉丛林生存环境。是。满屋的人离开之后，只剩下帝寻和帝江两人站在窗边。小寻，这次是他最好的机会，他全部的精力都会集中在我身上，我会派人护着你，不要进入深处，时间到了就出来，猎物不重要，保护好自己。帝寻有点难受，他其实很羡慕那种家庭和睦的普通人家，父母健在，兄友弟恭，但是偏偏生在帝王家，只要活着就是错。哥，我会小心的，你也要好好的出来，我们还没有给母妃报仇呢。喝了吗？没喝啊，王妃把药倒进鱼池里了。重新备药。王爷，药一直备着的，就等您回来。端过来。是。进屋，陆九婉正埋头写东西，他很肯定他不是陆九婉，这其中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也许他体内有两个灵魂，曾经的他被如今的他取代。也曾听说过有人受伤之后就会完全变了一个人，但是他更倾向于前者，他更愿意相信他是另一个灵魂。他对他的不再厌恶，可是警惕从来不断，除非事成之后。一面防备他，一面又把他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对他好，骄纵他，忍不住亲近他。他矛盾，但是他能分得清孰轻孰重，皇位、报仇和他一样都不能少。今天喝药了没有？陆九婉头也不抬。喝了。笔都不停一下，继续写。鱼死了没有？没有。陆九婉笔尖顿了一下。女人，这是你自找的，这句话现在本王送给你。陆九婉闻到一股药味，转头看到白珠像一只鹌鹑一样缩着脖子端着药，埋着头不敢看他。喝药。白桃鼓起勇气将药端到王妃面前，手往前送了送。陆九婉叹息，嘀咕一句：叛徒。白桃委屈，他是王爷的人，所以不是叛徒。帝江一直盯着他。陆九婉深呼吸，端过碗，泄气，再深呼吸，然后埋头咕噜咕噜喝完，砰地将碗放下，像是很疲劳一般。好了，喝完了，行了吧？很好。走吧，别打扰我创作。帝江仿若未闻，从他的桌上取了一本书，拿到一旁看了起来。陆九婉停下来，看向他：你怎么还不走？本王在自己家里，还要去哪儿？自从叫他喝药之后，他对他的态度全然冷淡了，一来就赶他走。陆九婉没见过他死乞白赖的样子，不屑地笑了声，继续埋头写作，直到疲倦才打着哈欠上床。帝江还坐在那里看书，书中自有颜如玉，看美女看上瘾了。半晌，他终于放下书，走到床边看了眼，起身出去。陆九婉困倦中惊讶了一下，竟然真的走了。睡梦中，身体被人抱住，温热的气息打在额头。醒了，正好。好什么？一起。半月过去，陆九婉让人搬了贵妃椅到外面的长廊上，悠闲地躺在上面看小说。琵琶曲的短篇故事，他也让白桃拿去给风月斋的老板了。这段时间又陆续拿了2篇过去，引起了热烈的追捧和模仿。他好像掀起了一阵小说热潮。最近南晋城出现了好多有趣的画本。一阵短促的风吹过，陆九婉抬起手在空气中感受了一下，风里带着凉意，秋天来了。皇妃，三夫人上门拜访来了。谁啊？是陆三夫人，说是您的生母。
他来干什么？奴婢也不知道，只说许久没见到，想您了。她是您的生母，来看您也是正常的，奴婢们也不好过问。让她进来吧。是。见过王妃。坐吧。陆三夫人到旁边坐下，下人送来了茶水。找我什么事？娘找你还能有什么事？左右不过是许久不见，想念你了。你说，你爹都派人请你多少次了，你也不回家。家？那里还有我的房间吗？怎么会没有啊？你现在贵为王妃，回去就是贵客，府里肯定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客房，怎么敢怠慢你？客房？这么多年你都不在家，你要是在的话，怎么会没有你的房间呢？别乱想，你永远都是御史的女儿，陆府永远都是你的家。陆九婉连嗤笑都没有一声。陆三夫人努力找话题，陆九婉爱答不理。一盏茶过后，陆三夫人也疲于应对了。九婉，你让他们都下去吧，娘想和你说几句提几话。陆九婉眼珠转到他身上，定在他身上看了会儿，然后挥了挥手。什么事？说吧。下人丫鬟一走，陆三夫人觉得自在多了。上次你父亲给你的东西用过了吧？用过了。他就知道是为这事儿来的。陆三夫人有点紧张。是吗？现在如何了？人还没死，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一瓶毒药，直接毒死他算了？想必是怕被发现吧。靖王那么凶猛的一个人，若是一旦被他发现了，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了。那就是了，这药药性太差，王爷太凶猛，暂时毒不死。难道对他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啊，昨儿在我床边吐血了，体力也不好了。陆三夫人心想，这女儿说话是有点颠，又说王爷吐血了，她心里一跳，胸口更加紧张。那王爷有没有察觉什么？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让王爷发现是你做的，知道吗？不然就完了，大家都完了。没察觉到什么，太医说太劳累了，开了药让他多休息。我每次在他药里都加点药，他最近精神越来越不济，都是在外面逞强，怕有人看出来。陆夫人满意了，回去跟陆郎交代，陆郎肯定很高兴，晚上就会留在他的院子里。参见王爷。远远听见有丫鬟跟王爷问候的声音，陆三夫人心猛地一提，王爷怎么来了？他刚想走，就差这么一步步。陆九婉瞧着这没出息的娘，丢脸哟。不知道帝将来做什么，他懒洋洋地坐着，好整以暇地看着。参见王爷。这人气势十足，威武，像一个冷面阎王，哪里有陆九婉说的虚弱样子？这装的也太好了。即便说他是装的，他还是怕死了。明明只是心虚，现在越来越怕了。帝将手帕捂着嘴取下来一看，满帕子都是血。啊！陆三夫人顿时又怕又喜。帝将蹙眉看向他，陆三夫人抖着，血。陆九婉蹙紧眉头看着帝将手里的帕子，他还真放饭里吃了。你怎么了？没事。请太医来看看。不用，昨天刚看过。陆九婉顿时好像明白了什么，他疑惑地看着帝将。吓到三夫人了，是本王的不是，今日招待不周，来人送客。那我就先走了，九婉好生照顾王爷。说着忙不迭地往外面走。人一走，陆九婉定定看着他。你怎么回事啊？在你床上吐血，体力越来越不行了。帝将捏着他的下巴，一字一句地反问。陆九婉立马反控。好啊，你监视我。帝将没说话，这件事他又不是现在才知道，监视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什么身份自己不清楚，他知道他不是曾经的陆九婉，他对待他很特殊，但这些都不代表什么。陆九婉见他默不作声，抬了抬下巴。这下扯平了。又到了1月之期，帝将吐的那次血无意中助力他完成了本月任务。密信上要他在秋猎的时候找机会进入猎场，协助同伴杀了帝将，让他死在猎场之中。帝将强大到让人忌惮，只能一步步图之。
现在终于是收网的时候了。陆九婉将东西随手扔进空间里，他现在的身体已经不需要什么解药了。当晚，王爷抓到无影门的人，活的。走。秘密地牢中，一个年轻男人被铁链捆着，绑在铁柱上。男人身上有伤，但不像是经历过刑罚，应该是在抓捕的过程中交战的伤痕。从被抓到现在，你要是想死的话，早就已经自杀成功了。男人低垂的眸中闪过一丝被拆穿的不自在，但转眼又没了。但是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决定，是在等什么呢？这人没有说话。不甘心，不服气，不想死，还是不敢自杀？那人咬住牙，还是没回答。本王没有时间浪费在你身上，这是给你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想说什么就说。我确实不想死，我不甘心，但我是梁怀的儿子。左相梁怀？你恨他？我当然恨他，我不应该恨他吗？同样是他的儿子，凭什么有人能够尊享荣华富贵，而我要被送到该死的训练营，经历生不如死的痛苦磨练？同样是他的儿子，为什么我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临死之人说着平日里作为男人难以启齿的话，大吐不快。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堪的了。就这样，你应该知道，本王出现在这里，对你来说是一个活命的机会，可你打算浪费这个机会。梁琦忙抬起头，眼里闪过无措、慌乱和绝望不甘。我能帮你什么？就算我拿，我也逃不过。噬心蛊没有解药。我要知道你知道所有事情，我还要你帮我做件事。赶在今晚之前，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但是你要求我帮你做的事情，我没机会做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帮我杀了梁怀，告诉他是我要杀他。你是不是应该恨无影门啊？我恨，但是无影门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恨谁。元仓蹙眉，嫌他智商不够。当然是谁让你爹把你送过去的，你就恨谁。梁琦似乎才想到这点，有点惊醒的恍惚。是，这人也该死。他抬头看向帝江，但我什么都做不了。王爷到底答不答应我的要求？我时间快来不及了。他怕他来不及把自己知道的说完。我不会帮你杀梁怀的。为什么？王爷不是说想知道？我不光要知道，我还要让你帮我做件事情。你爹，你自己杀。我没时间了。帝江不急，只缓缓问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没有什么愿望，我只想杀了他，杀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毁掉一切。他说着静默了，片刻后冷静下来，低声喃喃：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解了身上的噬心蛊。听到想听的话之后，帝江便罢了，静坐在一旁。梁琦不解，这是什么意思？没有折磨他，没有用刑讯逼供，也不答应他的要求，这是想做什么？元仓离开又回来，递给帝江一本书。帝江看到书名，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悠闲地看起了书。旁边有人备上了茶。梁琦抬眼看到书名，死后才知我是王爷的爱而不得。尽管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还是有点傻眼。堂堂一个王爷竟然会看这种书，并且死了为什么会知道？不用读内容，光看书名就知道是不正经的废书一本。这王爷竟然还看得下去，津津有味。这会儿最难熬的就是梁琦了，时间就像是一把看得见的利剑在慢慢朝他刺过来，他的生命一点点的消逝，旁边的人都在看他等死。梁琦内心焦急的情绪一点一点的上涨。王爷，时间来不及了，您真不能答应我的要求吗？帝江纹丝不动。梁琦眼含绝望，慢慢的，体内一股噬心的痛逐渐变强，他满眼恐惧，试图挣脱身上的枷锁。帝江掀起眸子看了一眼，继续看书。杀了我，求求你，王爷，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差不多了，上去压住他，给他吃下去。旁边四人一起上前将他松开，压住挣扎的他。元仓将药喂了进去，元仓没有发话，四人不敢松手。只是没过一会儿，身下挣扎的人不动了，他们疑惑地看去。梁琦有气无力地贴着躺着，但是脸上没有痛苦之色了。王爷这是给他喂了解药。多谢王爷，王爷想知道的，我现在就说给您听。先吃点东西，
洗漱之后带他来见本王。梁琦惊愕地抬头看着王爷的背影，活了那么多年，只有这句话让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一个人看待。梁琦咬着牙藏起自己的脆弱，从今天开始，他能活一天，这条命就一天属于王爷。帝江回去洗漱完就往云书院去。陆九婉已经一身清爽地卧在贵妃椅上，他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能发声，他看得入迷，但是等他走近，却发现他手中什么也没有。帝江疑惑，难道是自己幻听了？但是明显看着他双手的姿势是握着什么东西的。陆九婉吓一跳，这人怎么进来没声的？幸好他发觉了，幸好他袖子宽大遮挡了点，忙把东西扔回空间。要喝了？喝了？你用得着天天都来问一遍吗？不问你不乖，今天有没有不舒服啊？没有。晚上自己睡，本王有事不过来了。哦。见帝江半天不走，还盯着他看，似乎还有一点点的埋怨之意。他问：你怎么还不走啊？不是有事要忙？现在不忙了。他电影正看到上头的时候啊，僵持了一会儿，陆九婉终于叹息一声：帮我倒杯水，谢谢。帝江还是无奈起身，倒了杯水过来。要不要本王喂你啊？不用了。还以为你手废了呢。帮忙倒杯水这么大怨气，你以后最好是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帝江不说话了，这威胁似乎没有一点威力，但是莫名让他心头一动。以后本王等着。那你本来是要去做什么的呀？审人。谁啊？你想知道可以跟我一起去。他面上不显，心里却警惕了一下。陆九婉不感兴趣。好吧，我不想。打了个哈欠，陆九婉朝他伸手，帝江不懂，但伸手抱住他。抱我上床，困了。帝江无奈将他抱着放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睡吧，本王去办事，今夜晚点再过来。帝江一走，陆九婉双腿一翻坐起来，拿过枕头靠在身后，继续看他的电影。美滋滋。末世的时候他都没时间搞娱乐的，他很忙，就算不忙也随时警惕着，哪里敢这样放松地看一部电影。梁琦被收拾干净，刚才狼狈不堪的样子焕然一新，强健年轻，身上蓝色衣衫是他从未穿过的颜色。说吧，你知道的所有信息本王都要知道。是，我6岁开始。停，本王只想知道重点。无影门有多少人？每个人都擅长什么？据点在哪里？最近在执行什么任务？是，无影门已经存在了30多年，每年都会从全国各地选100个有天分的儿童进入训练营，进行残酷的训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考核，每次考核都是一次生死的决斗，每一批到最后只能有5个人活下来，活下来的才算无影门的人，才会进行专门的训练。所以无影门总共也就100多人。具体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每一批最多也就5个生存名额。无影门因为要执行的任务都非常隐秘艰难，所以不养废物。废物不仅不能完成任务，还很可能会坏事。训练场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进出都是被蒙着眼的，只知道是个很隐秘的地方，周围都是丛林悬崖，逃不出去。燕碑山？帝江猜测。我不敢保证。无影门的盘踞地点在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那个地方离这里很远。地处似乎是一个中山平谷，很大，有很多殿宇，里面住着炼药师，他们炼药炼毒，还有训练师，培养通过考核的人，还有无影门的长老，负责无影门的各项事务。我们这种已经训练合格的，需要到外面执行各种任务，有临时的据点。云苍，给他备纸笔，把无影门的内部联系分工写下来，知道的临时据点写下来，你知道的所有人全都写下来。袁仓让人搬了桌椅过来，准备了笔墨纸砚。梁琦看着桌上的东西，没有动笔，而是抬头看着那个双眼含着威慑的人。王爷，我背叛了无影门，我这条命还能留几天我也不清楚。要是我们要能杀了梁怀，王爷能不能答应我，将来有机会帮我杀了他？不能，本王说了，你爹你自己杀，你现在还不能死。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不能死？你也不能死，你还帮本王完成件事。我愿意帮王爷，可王爷您昨日也看到了，更何况我背叛了无影门，
一定会被清理门户的。元仓，把东西给他。元仓从怀里拿出一个胖胖的瓷瓶，放在梁启的面前。王爷的话，你最好不要一直反驳，都有道理。这里面的东西是噬心蛊毒的解药。梁启惊喜地看了眼元仓，拿起瓶子就打开，满满一罐。这么多？看了看，又疑惑地说：怎么感觉有点不同？当然不同，这是解噬心蛊的解药，不是你们无影门每月给你们发一次的压制毒性的药。梁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傻愣愣地看着，好半晌才回过神来，巨大的惊喜和希望涌上心头。这是真的吗？真的可以解噬心蛊的毒？别废话了，药就在你面前，从现在开始，药是你的，你的命是王爷的。梁启还有什么话好说，哽咽的点头。我梁启这条命从这一刻开始就是王爷的，誓死效忠王爷。起来吧，先把东西写下来，本王还有事情吩咐你要做，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是。宫内，帝玄义来到慈宁宫，进入屋内，见到人上前行礼。儿臣给母后请安。坐吧。文太后如今40几岁了，保养得当，还是一副风华绝代的样子，眉宇间有盛气，眼神犀利。秋烈马上就到了，这一次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能让他活着出来。是母后，这个儿臣知道，儿臣早就派人进去设伏。不够。母后还有什么想法？帝将征战2年，还能完好无损地活着回来，几10万大军都奈何不了他，别说区雁悲山。帝玄义也担心皇叔太强了，要不是因为他那么强，自己也不会这么急着想要他的命。该安排的儿臣都已安排了，丛林和沙场不一样，而且我们人多。还是不够。母后的意思是？把人请进来。帝玄义看向门口，不一会儿出现一个清瘦的男人。参见太后，参见皇上。平身。这是何人？哀家特意寻来的控兽师。控兽师？帝玄义心中隐隐猜测到一点。您是说让他进燕悲山控兽？帝玄义想一想，觉得不靠谱。燕悲山猛兽多，种类也多，一个控兽师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大。皇上，草民能控百兽。帝玄义听完有点震惊，文太后很满意。燕悲山深山丛林，情况险峻，不适合人进去，但是常年生活在里面的猛兽却能行动自如。儿臣明白了。文太后挥了挥手，控兽师离开。这一次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让他有去无回，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加派人手，燕悲山周围也要严防死守，不能让人进去救他们。必要的时候。秋阳高照，晨光祥和，是一个适合出行的日子，也是全南境百姓期待的一个日子。秋猎不仅仅对皇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对百姓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秋猎获得的最好的猎物将会作为祭祀品，保佑南境未来3年风调雨顺。看什么呢？你看外面，树叶慢慢变黄了，还有红色的。陆九婉嘴角带着淡笑，帝江听见他声音里的欢喜，也顺着他掀开的帘子看去，秋景很美。看到了，燕悲山的风景更美。是吗？多久的？明日晌午。这么久？累了可以躺一会儿，晚上会就地驻扎，到时候可以下车活动。傍晚，所有人马都已经疲倦，到达原先预计的休整地，队伍停下，原地休整。把披风穿上，下去走走，等会儿营帐扎好了之后，就能好好的休息了。帝江先下了马车，伸手过来扶他，陆九婉被他扶着下去。一下马车，冷风吹来，这里要比城内冷很多。我带你走走。您不用跟着，还没有到最好的机会，他们不会出手。元仓点头，带着几人去旁边帮忙搭建营帐，收拾王爷的东西。行至湖边，碧蓝的湖水让陆九婉停下，低身撩了一把湖水，冰冷随地而坐。陆
陆九婉坐下，拍了拍身边的草地，仰头浅笑。王爷请坐。帝江顺势坐在他的身边。一共几天？5天。你进去过？秋猎3年一次，3年前我没在，6年前我进去过一次，但是没有进过丛林深处。他收到的那一封密信，要让他协助别人杀了他，这意思是这一次还会有更多人要他的命。前几日我收到一封密信，说让你竖着进燕碑山，横着出来。还有呢？没什么了，就是提醒你小心点。我在想，你要是出不来的话，我是不是就要守寡了？不会。不会什么？本王不会死在里面，你也不会守寡。陆九婉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但是他表情很坚定。见他没说话，他看着他再次郑重的道：陆九婉，你别乱跑，好好待着，等本王回来，不会让你守寡的。哦，到时候看情况吧。帝江内心有点不安，他的回答太敷衍，有时候觉得他是个透明的，他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小心思，有时候又觉得他太复杂神秘，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来，要去哪里，他都不知道。甚至他也想过，或许他性格大变只是迷惑他的一种手段，他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个媚纱。不安心，烦。第二日天刚亮，整个队伍便开始整装，行至晌午过后，到达燕碑山外。这件厚一点，先披着。你不冷啊？不冷，本王有事情要忙，你别乱跑，冷了就会营帐里烤火。哦。夜幕降临，在这荒郊野外，除了天上的月亮和璀璨星光，周围闷黑沉沉。在这一片黑幕之下，营帐阵地之中点燃了一座巨大的篝火，火光将周围都照得亮堂了起来，仿如半个白天。围着篝火摆满了长桌和椅子，宫中和朝中贵人们皆列坐其中，士兵在外层层把守。3年一次的秋猎是我们南晋国的传统，先祖和百姓们都认为用优秀的猎物作为祭祀品，能保我南晋来年风调雨顺，物富民丰。凡是猎得优品能成为今年祭祀品的人，按惯例加官进爵，赏赐丰厚。今夜就当是给各位英勇将士们的践行夜宴。他说着，视线从帝江这边扫过。明日秋猎不宜过多饮酒，也要早些休息，调养好精神。朕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大获而归，猎得优品。你今天不是应该很忙？不忙，事情都安排好了，会有人处理的。进山只能带够1天的干粮，在里面吃喝都要靠自己。所以你们这是去挑战极限的吧？饿瘦了，动物都吃不饱。闭嘴，吃饭。你多吃点儿，今天晚上这一顿可以不吃，干粮留到明天，又可以多撑1天。丛林里面有吃的，猎物、野果。有一些东西不能乱吃，吃了会死。吃饭，本王知道的不比你少，少担心。你不能不去。陆九婉好奇，这不是称病就能逃过的吗？不能，秋猎不是游玩，是为了猎得好的猎物，为国家和百姓祈福。本王不去，会让很多百姓失望的。他要民心，并且他和帝玄义之间的争斗不可能因为一次称病就能结束的。出营帐的时候，帝江顿住脚步，停下来看他，欲言又止。陆九婉仰着小脸等待，看着他平静的面容，帝江内心叹息一声，事情还没有结束，终究不知道说什么。陆九婉，你别乱跑，等本王回来。太阳徐徐升起的时候，营地一片肃然，20个猎队，每队12人，整整齐齐排列着，人手牵着1匹马。帝玄义站在队伍前的高台上，说着祝贺和期待。鼓声和号角响起，幡旗也随之高举，士兵们助威的声音整整齐齐地唱响。所有猎队人员上马，在助威声中策马离开。帝江动作干净利落，翻身上马去找陆九婉的身影。陆九婉对上他深邃的眼眸，不自觉浅笑了下。帝江将这抹笑尽收眼底，收回视线，策马离去。奔跑的马蹄声凌乱不堪，落在心里也凌乱不堪。碧蓝的天空之下，偌大的燕碑山安静得像是睡过去了一般。20支队伍，每队12人，200多人同时骑马进入山中，阵仗浩大。哥，帝江扯住缰绳，停下。过来做什么？我想跟你一起。不行。可是我担心。回去，
不要让我说第3遍。帝寻牙关咬紧，他真的害怕失去唯一的亲人。哥，你一定要小心，这里非常诡异。知道了，去吧，别让我担心啊。好，我等你，哥。他不舍又难受地离开，越是往里走，越是安静。林子越来越密，树木越来越高，光线越来越暗，马也走得更慢了。帝江神情淡然稳重，一双眼睛却如同猎鹰一样，紧紧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王爷，这林子太诡异了，走了一上午，连猎物的影子都没看见。越是平静，越是不平静，大家小心。是。夜幕降临，帝江一行人走在林中，已经完全看不见了。马也走了一天，累了，停下，就在这里休息。帝江观察周围的地势，一行人停下，将马拴了起来，没有生火，担心暴露位置。王爷，今天一只猎物都没有，您将就吃点干粮吧。元仓将干粮递给他，帝江接过，几个牛肉饼，还有一壶水。这一天过得似乎特别顺利。他仰头看着上空，茂密的树林遮住了大半的星空，只能从树叶缝隙中看到点点星光。陆九晚望着天上明朗的月色和星光，应该不会下雨。一天过去了，里面是什么情况？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难道不是应该每天报一次谁捕获了多少猎物的消息？算了，睡觉。想来帝江也不会那么容易嘎了给他打一针丧尸病毒吧。不行，万一没有头的话也没用。古代人办事不都讲究一个提头来见吗？他要是真的被嘎，也没有头了。陆九晚想着笑了笑，帝江那么强，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死了。雁悲山，第2日清晨，天色刚刚能够视物，一群人顺着马蹄往里面寻找，终于找到了一群被拴着的马，骑马的人却一个都不见踪影。跟丢了。跟丢了也没关系，他们所有行踪都在驯兽师的掌握之中。走。另一处，帝江已经带着人走远，一路行至下午。王爷，我们的干粮吃完了，必须要在夜晚来临之前先找点吃的。找个地方休整，找点吃的。一边往前走，一边寻找林中可以食用的野果和植物。夜幕来临之际，终于找到一处深潭，在里面捉了几条鱼，在林中的每一天都是消耗。帝江猜到对方各有意先将他们熬垮，精疲力尽之后再伏击，胜算更大。现在就看是他们藏得好，还是对方找得快。简单吃过一顿之后，开始休息，恢复精神。陆九晚手中的书好久都没有翻一页，今晚是第2页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挂心新帝江的生死，还是在等一个结果。他要做自己的打算。如果他能平安回来，他就继续做他的王妃，相安无事，直到无影门找上门清算他，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甚至他们都已经猜到他叛变了。到时候他就收拾东西离开。如果他没有出来，那他的会是什么下场？王爷死了，他作为没有孩子的王妃，很可能会去守灵，但是这是普通人的下场，他很可能会被当作知道秘密太多的人处理掉。左右好像都不是一个好下场。他现在等的似乎只是一个离开的契机。帝江轻闭的眸子唰地睁开，来了。原本沉睡的众人霎时醒过来，睁开眼，清醒的像是没有睡过一样。咻咻咻！王爷，狼群！王爷，有蛇，小心！王爷，还有2只老虎！王爷！狼群、蛇群、老虎、熊、豹子，就连高大的树上也站着矫健的雄鹰和飞鸟。一时之间，好像这森林之中所有的飞禽猛兽都集中到了这里，他们被一群猛兽围困了。把蛆虫粉撒在身上，跟紧本王别散开，先冲出去。这么多野兽，光杀肯定是杀不完的，只能逃。老虎是森林之王，身边没有其他动物敢接近，2只老虎的方向就是最好的逃离方向，其他的地方动物太密集了，很难冲出去。帝江眼神肃杀，快速击杀近身的蛇虫。野狼们眼睛森绿，四处寻找切入口，等找到之后，压低身子奔跑着追寻猎物。他们速度极快，敏捷又狡猾。小心！野狼靠近侍卫，差点一口咬住他的腿。帝江敏捷地挥出一剑，锋利有劲的剑划过野狼的颈部，鲜血喷射出来，沉重的一脚将野狼踹出去，砸中另一头狼。
侍卫也飞速反应，处理掉即将爬上帝江腿上的黑蛇。几人相互配合，朝着猛虎的方向靠近。猛虎浑身散发着绝望之气，口腔中蓄势待发，在挑选他们的猎物。在帝江他们靠近的时候，突然一个虎跃，口中发出骇人的虎啸声，庞然大物从高空压下，威力骇人。无论是被扑还是被他一掌拍倒，不是当场死亡就是重伤难活。他们和老虎打斗的时候，其他的动物是不敢全然靠近的。他这边刚结束，另外4人也相互配合着，将另外一头老虎创成重伤，老虎一个跳跃逃离。老虎不在，其他的在四周围观等待时机的动物们蜂拥而上。帝江一行人用最快的速度逃离原地，他们跑，动物的速度也不慢，丛林中、树上、地上、天上全都追着他们，只能一边逃一边清理跟上来的。帝江在最前面，用最快的速度分辨哪里是最好的路线。他脸色冷静，只有冷静才能找到出路。前方森林左面稀疏，右面茂盛。往前，原本黑压压的森林越来越亮，帝江隐约觉得不好。前面越来越空，越来越亮，直到他们跑出了林中。悬崖，是悬崖，猝然停在悬崖边上，往下一看，深渊不见底，人根本不可能从这里下去。帝江的脸色骤然一冷，这里没有任何遮挡，很快大家就陷入了绝境。侍卫中已经有2人倒地不起，没了气息，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手臂受伤的人，其他人身上也是大大小小的伤口，狼狈不堪，身体的力量在减弱。帝江一边击杀不停碰撞上来的野兽，一边不停地想着逃脱的方法。若有似无的敌音入耳，帝江心头一动，想到前2世林中的静谧和今世群兽围攻都不对劲。帝江一路顺着声音的来源找去，越来越清晰。他一个借力飞跃上树，借着高处的视角，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来源。视线穿透密林树叶，捕捉到一群暗中窥视他们一切动静的人。其中一人身穿蓝色长袍，正吹着手中的长笛，笛音悠扬，操控着远处的野兽不断地朝着悬崖这边赶来。果然是控兽师。顿时帝江眼中杀意闪过，他悄无声息地转换地方，就像一只从小生活在丛林里的动物，灵活敏捷，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不断靠近，最终隐匿在其中。他调整位置，拿出弓，搭上箭，笛音戛然而止，长笛落地，蓝色长袍御兽师轰然倒地。他身旁的人受惊，抽出长剑四处张望，怎么会被发现？明明隔得这么远。冲！趁现在杀了他们！帝江站在树上，手中的弓箭再次搭上，一箭又一箭，箭箭精准，每一支箭都是一条人命。直到他手中的箭用完，原仓这边所有人身心俱疲，这些野兽怎么也杀不完，死了一只又来一只。突然，这些动物像是信号被切断一样，愣足了1秒，而后受惊的逃离原地，正好和朝悬崖来的一群人撞上。那群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悬崖没赶到，帝江还没有见到，先见到了一群猛兽。他们忘记了，没有御兽师在，野兽就是野兽，人类在他们的眼中就是食物。帝江赶回悬崖边，腰上插着一根长笛。原仓等人刚处理好死去同伴的尸体，带是带不走的，只能就地掩埋了。此时天幕已经缓缓拉上，黑夜即将来临。帝江默默看了2眼被随意安葬的侍卫。这里都是动物的尸体，那些野兽很可能还会带着更多的同伴回来，得尽快离开这里。原仓几人也顾不得沉浸在失去同伴的悲伤中，带上一些猎物作为食物就离开了。他们个个身上都有伤，精疲力尽，只想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息。陆九婉听着林间的夜鸟叫声，知道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帝玄义的营帐中，一人匆匆前来，对着他说了几句。驯兽师死了？那他怎么样了？来人埋着头，小心翼翼地回答：还活着。都是废物，3天了，人还好好的，加派人手，无论如何还是像之前说的，不能让人活着回来。是。帝玄义怎么也想不清楚，一个都中毒吐血的人，怎么在里面坚持3天都没事。天色将明之时，人影鱼贯而入，进入燕碑山，窸窸窣窣的声音靠近。帝江虚地睁开眼，来了。他早就猜到不会这么轻易就过去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听声音，人数还不少。
袁仓等人也快速清醒过来，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味的只凭蛮力是不能取胜的。走。帝江带着几人快速撤离原地，后面的人察觉到动静，忙追了上来，直到追出了森林，到达了空旷的悬崖边，他们周人停下。悬崖上众人顿时一愣，狼群全是正在低头进食的狼，众人心头一凉。走！然而一阵悠扬的笛声自身后丛林中的高空传来，原本已经放松警惕的狼群突然进入高度警惕的状态，龇牙咧嘴，身上的毛发也竖了起来，然后奋不顾身地冲向了前面准备撤离的人群。惊慌恐惧，哪里来的敌音？为什么同样能够操控野兽？这些野兽是想干什么？攻击他们吗？这群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逃离，毕竟他们人也多，也不确定是哪个控兽师。这些兽也许是发现了帝江他们的踪迹，被敌音操控要去追他们。思绪不过转念的一瞬间，风驰电掣的狼群已经冲入他们内部，张开狼嘴撕咬。直到有人真的被咬住了，才明白这些野狼真的是来攻击他们的。大家这才慌忙作战，领头的人往后撤，看向身后敌音来源处。丛林边上的大树上，帝江一群人隐匿在上面。他们在那，杀了他们！脱不开身的人对付狼群，其余的人全都冲进林中。袁仓等人迎战，他们护住王爷，不让人靠近。帝江一身淡然，眼含肃杀之气，口中不停地吹着长笛。他当然不懂如何控兽，但是懂得如何吹笛。昨日控兽师吹出的音律被他牢牢记住，今日不过是照搬模仿。也许同样的音律他吹出来根本不能控兽，但是狼群天性记仇，昨天他们那么多的同伴被屠杀，这些仇恨被他们深深记在骨子里。此刻听见笛声，见到人类这些他们的仇人，顿时恨意和怒意挤满胸腔。所以笛音起到的效果不是控兽，只是唤起他们的记忆和仇恨。很快袁仓等人就解决掉了这群人，而另外一边狼群和人两败俱伤，只有寥寥几人和几匹狼还好好的站着。三个人同时对峙一头体格异常强健的灰狼，他异常凶猛难对付。狼的腿上已经受伤，只是眼神仍然锐利，面色异常凶残，誓死不屈服。眼见一人手中的剑就要刺进狼的腹部，笛音停止，并伴随一阵低微但急速的风声，他的剑还没有刺进狼腹就已经落地，伴随着他的身体。另外两人反应过来，但是帝江的速度更快。帝江一眼都没有看，转瞬之间死在他剑下的三人。他的视线正和这头受伤的狼相对，狼目视着他，退了半步，没想到会有人来救自己。三个强大的敌人一起杀他，他都做好了死前也要咬死敌人的准备。此刻似乎安全，他冰冷的眼神注视着帝江，确定他没有对自己动手的打算。视线绕了一圈，只有几只苟延残喘的同伴。又转回视线看着帝江，确定帝江对他没有杀意，他跑到同伴面前绕一圈，带着几只狼离开。袁仓等人也回到了帝江的身边，他捂着手臂。受伤了？帝江问他。王爷，我没事，小伤。这头狼竟然不攻击你。帝江转向看狼，他们快速消失在林子里，估计是看自己救了他，把自己当成是救命恩人了。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第4天啊，明天就可以出林了。他应该还在。他望着林中遥远的方向，半晌收回视线。走。灰蓝的天空下是广阔无边的深深密林，穿透树叶能看见一大批黑衣人汇聚在一起，其中一人站在所有人的前面，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并带着威胁。这次出动了这么多人，却连根头发都没有伤到，任务屡次失败，主人非常生气。底下是一片死一样的沉寂，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质疑反驳，因为没有用。主人交代过，这一次的任务必须完成。底下的人沉默地听着，他们不是不想完成任务，谁不想活命？但是对手是王爷，真真实实在战场上抗战2年并屡战屡胜的人。既然正面对手没有胜算，那就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夜色一点一点的消散，天空慢慢变亮。守夜的是袁仓，他闭着眼听着周边的一切动静。这一夜格外宁静。突然他轻闭的眸子骤然睁开，帝江同时也唰地睁开双眼，清醒的眼神像是没有睡过。
两人同时站起来，望向远处，亮光将黑夜都照亮的亮光。王爷起火了。元仓脸色严肃，正睡着的几人听到元仓的话，全都醒了过来，并迅速站了起来。帝江视线逡巡，找了一棵高大的树，身轻如燕的纵身跃上树，爬到了最高处，往火光方向看。远处火光冲天，元仓等人也爬上了树，他们个个脸色都有些不好看。那条火带几乎将他们隔绝在这边，推入了火海，而这边的尽头是悬崖，这是将他们都逼上绝路了。帝江回忆着走过的所有路，却发现难以找到一条生路。这时候只能找个空旷点的地方搏一搏。他当下做了决定，走。元仓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主意。听到王爷的话，虽然不知道王爷到底是想到了什么办法，但是他们却无比信任王爷一定会带他们走出去的。一处深潭旁，帝江停了下来，围着这处潭水，将周围的树木全部砍掉，范围越大越好。听了王爷的话，大家瞬间明白了王爷的意思，这是想要造成一片安全区来。大家顿时眼睛一亮，还是王爷有办法，于是片刻不敢耽误，纷纷动起手来。茂密的森林，火势走得飞快，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惊天动地的山火燃烧周围的一切，席卷着越来越近。陆九晚走出营帐，外面亮如白昼的火光，站在这里也能感受到脸上被燎得热辣辣的。他的心莫名沉了一下，放火烧山。如果那边有生路的话，地玄翼的人绝对不会放火。多此一举，放火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帝江已经死了，放火是为了处理尸体；另一个就是他们将帝江围入了绝境，放火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胜算。不论如何，帝江这回几乎没有活路。放火的事情处理好了没有？已经找到了戴罪之人，死人没办法开口，皇上放心。确定那边没有出路？属下确定，那边是万丈深渊，想要逃，除非跳下去，也没有活路。跳下去？顺着悬崖爬下去也不是没有可能。朕这个皇叔本事非同一般。来人！外面的侍从很快走了进来，恭敬地听任吩咐，让刚刚从林子里出来的人全部过来见朕，召集所有士兵，朕要派人进去找皇叔。很快，所有人接到命令都齐齐过来，跪在帝玄翼的营帐外。他们只顾着逃命，谁也不会管谁。这会儿听说靖王还在里面，大家的心顿时就慌了。这要是皇上怪罪下来，身后是齐刷刷站着的士兵。除了朕的皇叔，还有谁没回来？哼，皇上，臣的犬子还没有出来。他几乎绝望了，心中跟明镜似的，都出来了，就王爷和自己的儿子没有出来。这山火怎么烧起来的？总要有一个名头，总要有人担着，谁让他占靖王呢？他心痛不已，悔恨交加。帝王之争，死伤在所难免。但是皇上也太狠心了，竟然放火烧山。这火一直烧下去，不知道会烧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造成百姓损失。这边没有接壤百姓，但森林的另一头是何种景象无人得知。若是山里有居民，岂不是都得葬身火海？帝玄翼面色悲痛，让你们去狩猎，你们却犯下如此滔天大祸，竟然在林中放火。如今你们都平安无事的回来了，而朕的皇叔和李爱卿之子却还在里面生死未卜。朕的皇叔不仅是南晋的王爷，也是南晋最大的功臣。朕命令你们前去拦截山火，一定要找到晋王。众人不敢违抗命令，很快这群人就前往林中。山火火势太大，温度高，人根本没办法靠近。帝江才发现自己低估了这山火的威力，这山火燃烧起来短暂时间就不会停，若是将这深潭包围住，就算他们躲到水中也不一定能存活下来。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搏一搏生机。就在他转身准备继续砍树的时候，一匹狼从他们砍过的林中慢慢走出，他安静地看着帝江，帝江也安静地看着他。他认出来了，这是那天他救的那头。一人一狼对视一会儿，狼突然掉头离开，脚步不急不缓，似乎在等待什么。走了一会儿，帝江见他停了下来，转头看向自己。帝江福至心灵，好像明白这狼的意思了。停下！元仓等人听到王爷的话，停下动作，看向王爷的方向。狼，王爷，是昨天您救的那匹。过来，跟上他。
说着，他跟随狼而去，同时观察着狼的意图，警惕他是否来能带自己找到一条生存之路。狼见帝江跟来了，加快了脚步。这狼来报恩了，报恩也要有出路才行。别废话，王爷让跟上，快点！在狼的带领下，几人朝着悬崖方向而去。山火从第5天凌晨一直烧到晚上都没有停，火势蔓延。陆九晚这一天都是安安静静的，时不时走出营帐看着林边发呆。他只要一想起来帝江被烧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就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大火烧到了第2天早上，帝玄义愤怒又痛苦的撤离，临走之前留下了重兵把守。晋王是南晋的大功臣，活着朕要见人，就算是死，朕也要将皇叔的骨灰带回去好好安葬，绝对不会让皇叔葬身在这荒山野岭之中。陆九晚上前行礼。皇上，我想留在这里，王爷生死未卜，我一定要亲眼看见王爷才甘心。我相信王爷一定还活着。皇上觉得皇叔还活着？是。帝玄义的脸色不经意间变得有点难看。好，那皇上就留下，一定要替朕亲自找到皇叔。是。皇上走了，帝江死了，他留下来只是为了更好的跑路。你们别跟着我，我想自己走走。他单薄的背影落在身后白珠白桃的眼里，似怀念，似悲伤，似孤独。两人顿时红了眼眶。王妃该有多伤心啊！王爷那么宠王妃，现在王爷没了，王妃肯定伤心欲绝。是呀，没有了王爷的宠爱，也没有孩子傍身，只剩下王妃一人，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唉，怪只能怪皇。闭嘴！这事我们知道就行了，不能拿出来议论，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可是，就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同样不会有好下场的。两人也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感慨。陆九晚一路向前，却突然陷入迷茫。他驻足，迷茫的双眼四周逡巡。天地之大，他要去哪里？去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空荡荡的心里像是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扔块石头下去会有回音。可他现在对自己问话，却没有得到回答。他被帝江养懒了，也习惯了过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有美男伺候的日子。啪嗒啪嗒啪嗒，陆九晚鼻尖上落了一滴水，他仰头，下雨了。珊珊，你他妈来迟了！姗姗来迟的雨越下越大。陆九晚看向燃烧的森林，这会儿上空冒着白烟，他转头继续走，可每走一步，疯狂的脑子总是浮现帝江奄奄一息等待救援的模样，是他没见过的可怜样儿。陆九晚甩了甩脑袋，死鬼，估计是死太惨，怨气太重，现在来缠他了。可能是从小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优良品质吧，知恩图报。帝江对他还不错，去找找，万一活着就救他一命，万一死了就把他埋了，省得他怨气那么重纠缠自己。要不也让他穿越重生吧，去斗斗丧尸。陆九晚佩服自己，这时候脑子还会跟自己开玩笑。悬崖半空，一个巨大的石洞中，帝江望着洞外的大雨，算着时间，这是第6日了。帝玄义应该已经回宫了，外面的林中一定还会有人在寻找他的尸体，他一定会派人来找的。找不到自己的尸体，他不会安心。外面的雨不断的落下，接连不断，形成了雨帘。雨帘中又形成了一张生动俏丽的小脸。他片刻失神地看着，心变得浮躁难安。收回视线，看着在山洞中沉睡的几人，安心休息了一夜，他毫不犹豫将人喊醒。起来，该回去了。他们顺着一个斜面向上，顺着通道前行了许久，终于到了悬崖顶部。帝寻再也掩藏不住，一边焦急又害怕地寻找着，一边泪水顺着雨水不停地流。前面地上几具被烧黑的尸体让他猛地顿住脚步，心脏似乎都揪了起来。他害怕了，后悔进来了。小王爷，不是。帝玄猛地泄了口气，呼吸急促，继续往前。只是没过多久，就见前方雨幕之中几道身影朝这边来。帝玄呆滞地站在原地。大雨，无数漆黑的树干如鬼魅，根本不可能看清谁是谁，但他心跳却像是不会动了一样。是他哥，一定是他有感觉。奔跑着朝前方而去。帝江见到有人朝这边跑来，
警惕认真地辨认着是小寻。见到亲人，恍如隔世。见帝寻一脸哭相地跑来，他叹息一声，停在原地。帝寻根本说不出话，冲上来就抱住人。哭什么？这么大的人了。帝寻不敢开口，开口就是哭腔。行了，回去再说，有人来了。帝寻马上松开，憋着哭，一脸倔强。王爷，王爷，您还活着！见到两人，帝江本就隐隐不安的心越来越强烈。王妃呢？王妃进去找您了。什么时候？几个时辰了。他们到处找，都在这里面迷路了。让你们照顾好王妃，你们把她弄到林子里来了。两人肩膀一抖，瑟缩着。白桃抖着胆子说：王妃担心您的安危，日夜难眠，坐立不安，又燃了大火，王妃太担心您了，借着散心的由头摆脱了奴婢和白珠，奋不顾身的进林子找您了。你们亲眼看见她进来了？是，王妃今日穿着一身黄色衣服，远远就能看见。你们先回去，本王还活着的事情先瞒着，别走漏风声。他说完就准备往回走，帝寻拦住他。哥，你要进去找他？人家说不定就是进去确定你死没死的，没死再补你一剑。好不容易活着出来了，里面那么多人还在到处找你呢，都是要杀你的呀。他不是你想的那样。谁知道他是不是装的？哥，别去，他能进去就能出来，等他自己出来，咱们在外面等着，不是一样的吗？行了，你先回去。我也和你一起。他现在是不想让他哥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了，害怕的后劲儿还没过。不用，人多容易暴露。说着独自往林中去，很快消失在众人眼中。帝寻咬牙切齿：该死的陆九婉，你的心最好在我哥这里，要是敢背叛他，我第一个杀了你。走。陆九婉出了林子，到了悬崖边，这里看似空旷，但是却并不适合避火，不够大，周围灌木夹杂，林中边缘风也大。他转身准备离去，身后一道高大的身影蓦然闯入他的视线，心脏突地停跳一拍。帝江，你死没死啊？帝江朝他走近，站在他面前，低头深深注视他，牵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陆九婉感觉到他胸口的强烈跳动，他摸到心跳，脸色都亮了2分，抬头欲说话，却被重重吻住。他一手将他大力地按在怀里，一手握住他的脖子，热烈地吻他。陆九婉紧咬着牙关不松口，他只能反反复复碾压吮吸他的唇瓣。这几天心中的焦急也在此刻得到了排遣。结束亲吻，紧紧抱住他。看着本王死，不是让你在营帐中等着本王，乱跑什么呀？看看你死没死？死了吗？找到你的尸体，把你埋了。现在呢？没死就没死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回去吧。帝江却唇角一弯，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别走，天黑。话未说完，林中边缘突然出现一群人。找到了，在这里。他们招呼身边其他人，所有人很快逼近，不敢相信帝江竟然真的还活着，这么大的火都烧不死他。帝江眉头一蹙，将陆九婉牵到自己身后。他们人很多，你杀不完。这林中全是帝玄义的人，他这次带的兵全是他的亲信。别怕。我没怕。满天大雨中，漫天白烟的悬崖之上，一人对战20-30人，刀剑相拼，撞击声被雨声掩盖。陆九婉看着帝江如同嗜血的鬼魅一样，动作利索敏捷，招招不落空。这些来要他性命的人一个个倒在他的身旁，血液飞溅在他的脸上，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手中的剑如同闪电出击。雨水将他的脸冲洗干净，周身的人也倒完了。他手腕一转，收起剑，雨幕中如同堕落的天神朝陆九婉走来。可刚走了2步，他眉头一蹙，头微微一偏，比刚刚要多好几倍的人正迅速朝这边涌来。你过来。别担心。我叫你过来，快点儿。帝江朝他走过来，认真地告诉他，这里跳下去会死，这些人。巨大的响声让帝江缓缓低头，顺着他的手看去，他的手中握着一个黑色的物体，再看向身后不远处已经倒地的3个人，明显没有了生气。他
平静的面色下，内心有些震撼。威力如此强大的暗器，从未见过。抱紧我，跳下去。跳下去的话，非死即伤，你要先做好准备。在这里，本王还能和他们搏一搏。别废话，跳，保你不死不残。搏一搏，搏个屁！刚刚看他和那些人对抗，都微微有点吃力了。这段时间没有吃好休息好，精神不恍惚就不错了。对阵这么多人，不死也重伤。帝江这回没有再质疑他了，掐着他的腋下，将他往上一提，双腿架在自己的腰上，紧紧抱住。敌人已经近在眼前，陆九婉举着手中的枪，靠近的人纷纷中枪倒地，而他们也突然失重，从悬崖上跳了下去，落入峡谷之中。呼啸的风声在耳边响起，坠落的速度很快。这群人很快冲到悬崖边上，他们往下望，却已经不见了两人的踪影。陆九婉将枪收回空间，认真观察着下方的地况。帝江抱紧怀中的人，这一刻没有害怕和恐惧，没有怀疑陆九婉的话，安静的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很快感觉到陆九婉在他的怀里动，一阵动静，他们坠落的速度突然一顿，然后缓缓下落。他仰头，只见他们上方巨大的紫色伞状帘布被绳子拉着。陆九婉秘密永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可他却没有因为他隐瞒了自己太多的秘密而懊恼和生气，心情反而前所未有的畅快。因为他确定了一件事情，陆九婉的心向着自己。一个这样厉害的人，若他还是地玄异的人，要杀自己，可能他有的是办法。对于他的神秘本事，他再也不会小觑。好啊，在天上飞，没见识过吧？古代人。有机会带你飞更高。好。陆九婉略得意地别过头，继续观察下方的情况。下方峡谷的情况越来越清晰，峡谷崎岖，中间有一条长河，两侧是高耸的不规则山壁。观察了一圈，只有一个地方比较平坦宽阔。陆九婉控制方向朝这里去。看下面，要落地了，我们要落在那片空旷的地方。你看清楚，有危险的话注意避开。好。帝江看向下面，降落伞缓缓落地，落在了空旷处。天快黑了，找个地方今晚留宿。好。帝江放开他，朝自己刚刚看到的崖壁上山洞里去。山洞离地面有些高，帝江借力2步跃上了石洞口。洞口不宽，但是内部光线能看到的地方很宽阔，里面似乎还有空间，但是光线太暗看不见。他往里走了走，很黑，没有动物的气息，安全。他出来站在洞口，河里的大伞已经不见了，估计被他收起来了。陆九婉正朝着这边来。怎么样，能住吗？可以。他弯腰朝他伸手，一把将他拉上洞口，摸了摸他湿润的肩膀。在这等我，我去捡点柴火过来，很快的。陆九婉一边点头一边打量着洞里。等帝江走后，他摸出一把强光电筒，开关一打开，整个山洞亮如白昼。帝江远远看见山洞亮了起来，忙喊：陆九婉呢？帝江听见他漫不经心的声音，知道他没事，放了心。没事，小心点。帝江继续捡柴火，他做什么都很快。他现在浑身都是湿的，必须快点把身上的衣服烤干。陆九婉拿着手电筒往里走，洞口处宽阔，往里越来越少，光线所照到的地方皆是石壁，山洞很深。进来暖和，却没有窒息憋闷的感觉，对面一定是通的。他没再继续往里面走，走了出来，站在洞口看帝江。他一边扛着一大捆柴火，一边拖着一根很粗的干树干回来了。让开些。他将肩上的一大捆柴火扔了上来，外面大雨将柴火都打湿了，落地的时候很沉重，偏偏他随手一扔，看起来轻得很。又将树干扔了上来，转身继续回去。还要做什么？陆九婉问。去折些松枝，晚上垫着睡。陆九婉蹲在洞口等他。帝江很快就回来了，拖着很大一棵松树。陆九婉有时候觉得帝江很文雅，有时候觉得他像个莽汉。进洞，两人将松枝折下来，铺在避风的石壁前。火堆紧挨着两人铺的床。这么湿，怎么点燃？墙壁上的地藓都是干的，
多弄点就点燃了。他去洞壁上搜刮干枯的地藓，地浆生火简单粗暴，剑尖和石壁撞出火花，点燃草藓。洞内很快就燃起了火堆，只是柴火没干，烟气很大。地浆，你搞什么？你这么熏，我都要变成腊肉了。地浆往后撤了撤，也被熏得不行。等等就好了，很快。快点弄燃！你不是很厉害吗？怎么连生个火都不会？陆九婉，你给本王闭嘴！脾气真差，还不让说了。他爬得远远的，坐在床上盘着腿，扇着眼前的烟。地浆狼狈地起身，又弄了些草藓来，才让火堆彻底燃了起来。火燃烧，洞内被照亮，也温暖了很多。地浆把2件外套脱了下来，在火堆上空架了2根柱子，将外套放上去烤。陆九婉蛐蛐他：“就只烤你的衣服。”地浆唇角弯着：“干了给你穿，看点衣服，别燃了。我去抓条鱼过来。”哦。外面的雨还是很大，天色也越来越暗。地浆的身影消失在洞口。他堂堂一个王爷，遇见陆九婉什么都要亲手做，却完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目标坚定地朝着河边去，看上去怪可爱的。陆九婉思索着是不是应该从空间里搞点衣服和食物出来，但是想想还是算了。虽然在地浆面前暴露过，但是他都没问，也可能是还没有时间好好问。虽然空间抢不走，但是他还是不要过分展示实力了。不过等会儿烤鱼，他想想从空间里拿了包烧烤料出来。快烤熟的时候加点烧烤料。你哪来的这些东西啊？哼，变出来的。他不想答，他也没再多问，问多了他跑了。他找不到。鱼烤到半熟，地浆撒了烧烤料，放在火上一烤，烧烤的香味顿时弥漫整个山洞，很香很馋人。这是地浆没有尝过的味道。陆九婉1天没吃东西，早就饿了，垂涎地看着越烤越香的鱼。地浆仙眸看着他的样子有些好玩，从前觉得他神秘深沉孤独难亲近，即便两人曾经多么亲密，下了床他照旧潇洒恣意，似乎他只是他生活的调味品。但是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其实也挺单纯的。给小心鱼刺，慢点吃。陆九婉迫不及待地接过，好香好烫。见他要下嘴去咬，地浆忙阻止他。烫，给我。地浆从他手上拿回鱼，修长的手指将鱼肉剥出来，捏着鱼肉喂他。陆九婉看他，又看他手中的鱼肉，张嘴吃下。鱼肉香嫩，但是里面的肉少了点调料的味道。蘸点酱料。地浆也不在意他是不是问题多，像个麻烦精。白嫩的鱼肉沾了点调料喂给他。陆九婉脸色果然满足多了。好吃。好了好了，不烫了，给我自己吃。这把年纪还要人喂，搞得我像个废物。地浆眼中染上笑容，他觉得以后的女儿也不一定是调皮的，有可能像他现在这么乖。摸了下衣服，干了。他取下来，移了个位置，坐到陆九婉身边。把衣服脱了穿这件，你的衣服烤干了再穿。我这个也快干了。脱下来。陆九婉瞥他一眼，扭头侧身去解自己的腰带。山洞内微黄的火光在跳跃，此时外面已经全黑，只能听见外面不停歇的雨声，偶尔几声动物的叫声。洞内两人，帮我，不好脱。他露着肩膀对着他，不能让他一个人尴尬。地浆手指轻捻，好。他往他身后靠了靠，他很高，坐在他身后能看到他面前的风光。陆九婉缩了下肩膀，这短短6、7日的时间过得无比漫长。此时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生涩又陌生。怎么了？陆九婉没见过他像今天这么温柔撩拨，好主动，一时之间心猿意马，非常想做。地浆呼吸一滞，心潮翻涌。他了解他，陆九婉想要的一定会得到，便依着他，也依着自己的心。山洞的温度逐渐上升，外面一片漆黑，火堆已经快要燃尽。地浆狠心将他放下，衣服已经干了。他拿着自己的里衣到外面打湿了回来，给他全身擦拭一遍，穿上衣服和袜子，加了柴火，又去洗了里衣，晾在火堆旁。听着外面的雨声渐渐停止，感受着他在身边沉睡的宁静。昼夜轮转，黑夜渐渐被涂白，陆九婉也没怎么睡好，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限制了他自由活动。
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人家的小腹上，身躯缩在人家双腿中间。他坐起来，帝江也随之睁开眼。醒太早了，没睡好？他倒回他的胸口，继续闭眼。帝江抱着他躺下，天亮了不用看着火，睡一会儿就醒了。两人再次睁眼的时候，洞内有阳光照射进来。晴天？陆九婉觉得有点恍惚，昨天还是倾盆大雨，今天就艳阳高照了。坐好别动，给你梳头发。自己会梳吗？你会？试一试。他手拿金钗，左右打量着她浓密柔顺的长发，手指拨弄了半天，有点无从下手。不会算了，我自己扎。帝江放弃，他只会插发钗，不会挽头发。趁着他起身收拾之际，陆九婉从空间里摸出一根黑色的头绳，3两下将头发绑成了一个高高的马尾。帝江转身，见此有些愣住，转而有些好笑。他梳了个男子的发型，英气不少。帝江又去抓鱼了。陆九婉站在洞口，阳光洒遍山谷，水面波光粼粼，鸟声清脆。美好的一天，两人吃完早膳，陆九婉就提议：昨天我进那里面去看了一下，感觉到了风，估计有另一个出口，要不要去看看？太黑了，看不见，容易碰见毒虫。陆九婉往身后一摸，拿出来。帝江不明所以，他又变了个什么东西出来。陆九婉打开手电，本来就亮的山洞瞬间像是装了个太阳。帝江终于知道昨晚山洞为什么亮起来了。这是何物？怎么突然这般亮？强光手电筒。你到底是谁啊？怎么什么都有，还能变出来收回去的？救世主陆九婉。帝江心想，算了，以后他就算变个大活人出来，他也不会震惊了。有点本事也好，回去还有一场腥风血雨要面对。正好省了火把，走吧。他牵着他，两人进了山洞。这里面只有一条道，不会走错。山洞的通道不算窄，但是很长。两人走了很久，久到感觉这里根本不可能出去的时候，终于见到了一丝亮光，加快脚步朝前，到达洞口。下了山洞，两人沿着山岭往外走。微风吹过，树叶摇晃，发出沙沙的响声。一黄一黑两道颀长的背影向前走着，斑驳的光影打在两人身上，温暖又宁静。陆九婉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看见松枝扣下来捏一捏，看见蘑菇捡2朵，一副自由自在出来春游的样子。帝江停下来，回走2步，牵住他的手往前走。任他这样2天都走不出去。猕猴桃！帝江被他一扯，望去，见松树上缠着猕猴桃的藤，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棕黄色毛茸茸的猕猴桃。他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去摘。帝江心想，也只有他敢这么随便吩咐自己。好。摘熟的有没有啊？有。地上全是松软的针叶，猕猴桃没有熟透，扔下来也没事。他摘了几10个扔在陆九婉身边，便跳下树。陆九婉用裙摆兜着猕猴桃，两人边走边吃，他负责兜，他负责剥了喂他。这回走得更慢了，吃了几个，陆九婉才是吐舌头，难吃。帝江的脚后跟被什么砸了一下，低头发现一颗猕猴桃，刚抬眼，另一只脚又被砸中。你很无聊吗？陆九婉手里捏着一颗猕猴桃，摇了摇头，认真的说：没有啊。两人一路走到傍晚，终于看见了山沟里的住户。从村里路过，正是待除晚归的时候，村里人多，见到两人都停下来，防备又好奇地打量着。你好，请问这里是哪里啊？陆九婉不惧怕被打量，正好问路。杏仁村。被问的是一个扛着锄头的大爷，上上下下打量两人，满脸都是想不通。他们村偏僻，很少有外人来。知道吗？陆九婉问帝江，帝江摇头，这种地名太小，他不知道。有没有马车送我们出去？给钱。陆九婉不想走了，昨天走了1天，今天又走了1天。一说钱，大爷脸上所有怀疑好奇一扫而光。有，多少钱呢？咱先说好，这里离城里远，没有100文这是办不成的。到了都天黑了，到时候怎么也要个住宿吃喝的，那不亏吗？生怕错过这单生意，大爷一口气把原因也解释了。
在这山里能有个挣钱的机会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行，没问题，现在就送我们出去。稍等，贵客稍等啊，坐骑还在山上，马上就来。两位先生在这里等等啊。陆九晚两人坐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看着为数不多的住户家家户户开始冒炊烟。这里是偏僻落后的村子，在这里生活与世隔绝，孤独又寂寞。但此刻炊烟、米饭香、炒菜的滋啦声，村口跑来跑去趴在石墙后偷偷看他们的小孩，充满浓浓烟火气。等了许久，终于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两人朝那方向一看，大爷正欢喜地牵着一辆牛车赶来。来了，两位久等了，快上车，不耽误时间，天黑以后就能送你们到镇上。两人默契的对视，又默契的看向大爷。马车呢？这不是牛吗？你看我像是分不清牛马的人吗？大爷一脸你不懂。这牛车马车都是车，你们坐后面又不是坐牛身上，怕啥呀？陆九晚心想，这狗大爷也是个坑人精，坐牛车也忒没面子了，特别是帝江，人好歹堂堂一个王爷。见两人犹豫，大爷又开口劝：两位贵人呐，我们杏仁村找出牛车来，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谁家买得起马呀？那都是贵重家当了。坐吧，牛车村里独一个，这辈子没坐过牛车吧？新鲜的嘞。牛车有节奏地往村外走，后面的板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年轻人。帝江本来不想坐，他还能走，但是陆九晚不肯，一个人坐牛车多臊得慌。怎么样，我这牛车结实吧？我驾车技术好，坐过的都说好。大爷自满，两人没接话。一路上经过了几个村，引来不少打量。天黑的时候，两人终于被牛车送到了镇上。给钱。你给。我没有，你便给他。他仰着小脸看着他，两人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互相看着对方充满笑意的眼睛。别光顾着笑啊，你们俩谁给钱呢？大爷听到两人互相推诿，心里咯噔一下。陆九晚笑看着帝江，往袖子里摸啊摸。给，有多的不用找了。谢谢。祝两位贵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帝江给他一个正眼，淡淡的点了下头。到了城里，帝江就仿佛鸟儿回了森林，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进了酒楼，点了一桌子好菜，要了一间上好的厢房。小二拿了一笔钱，给他们带回来2套新衣服。夜深人静，帝江睁开双眸，轻轻拿开陆九晚的脚，起身走到窗户边。马路上，一群浩浩荡荡的骑兵正朝这边过来，看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发现了自己的踪迹，所以这就是说，帝玄义在往南进城调兵。看来他是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算自己这一次平安活着回去，他也还有后招。他走到屏风边，拿起衣服慢条斯理地穿好，然后俯身在陆九晚的耳边：我出去一趟，好好睡。陆九晚早在马蹄声哒哒哒的时候就被醒了，只是有帝江在身边，不用他操心，继续睡自己的觉。帝江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鸡鸣时分，看到床上仍然埋头睡着的人，心安的上床躺在他的身边。竟然没死，还又让人逃了，废物，真是一群废物！属下该死。你们是该死，全都该死！克制，要冷静，还有机会。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跪在地上的人重复了一遍。王爷抱着王妃一起跳下了悬崖，王妃手中有一种从未见过威力十分强大的暗器，杀人于无形。他杀了士兵？是。好一个陆九晚，竟然真的敢背叛朕，很好，一个帝江，一个陆九晚。在城外拦截，只要发现他们两人的踪迹，就地格杀。是。酒楼内，帝江睁开眼，好久没睡得这么好，低头，怀里有个小暖炉。他早就醒来，用他的长发编了好几根小辫子压在自己头下。他头发太好，不压着辫子头立马就散了。女人才有小辫子，松了。不，本王妃的赏赐你居然敢拒绝，不知好歹。
你想要本王，你的丈夫在外面出糗，陆九婉，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夫妻一体，荣辱与共啊？你懂锤子，本王妃在南京城时尚圈的身份地位，你一无所知。帝江争不过他，于是两人下楼的时候，帝江高梳的长发中有几根细细的小辫子夹杂其中。你打算就这么进去？等一下你看那密密麻麻到处巡视的兵，会不会像在看自己的催命符？本王长得像不像你的催命符啊？你不要不听老人言，总会吃亏在眼前。再说这么多人打起来，旁边百姓被伤到，才倒了你们阿弥陀佛的霉。还会关心百姓的死活，王妃越来越贤良淑德了。当初看走眼的人是你，如今给我扣帽子的人是你。我陆九婉是救世主，这话请你记住，牢牢记住。帝江轻笑，对他的颠言颠语不予搭腔。你若是叫本王妃一声救世主大人呢，本王妃可以给你施以良计。帝江淡淡看了他一会儿，似乎在思索划不划算，然后才淡淡随意的开口：救世主夫人，救救为父，孩子还早。还你大爷个头，不死心的封建主义臭男人。两个法子，一声东击西，懂吗？把人引到别的地方去，你就可以轻松入城了。二，爬狗洞，我不会笑话你的，我保证。帝江心想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他抬手将他面前最喜欢吃的一道菜端到自己面前。开玩笑的。他又端回去。第二个就是光明正大回去，这个的话需要费点心神。说说。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没死，要光明正大回去，还要让人在城门口迎接，阵势越大越好。帝江挑挑眉。这时一人进去酒楼，目光到处看了看，店小二积极上前招呼：客官，住店还是吃饭呢？来人左右巡视，面无表情地回他：找人。他径直绕过店小二，朝着目标走去。帝江抬眸扫过，来人上前恭敬地开口：少爷，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事情办妥了。昨晚连夜找人到处大肆宣传，城里百姓现在已经都知道您还活着，王府的所有人以及许多大臣百姓都在城门口迎接您回去。说着他眼神带笑地看向陆九婉。陆九婉挑了挑眉，默契：虽然，但是我还没说完呢。夫人请说。这些还不够，你回来除了对府里和你的亲信有好处，与其他人毫无利益，你得让更多人觉得你回来了对他们有好处，人家才会觉得事情和自己有关，才会真正的关心你是不是真的平安活着，这才是你的保障。夫人说的极好，请夫人指点。爽，你小子识相，知道在外人面前给老婆面子。所以呢，你必须是南晋的祥瑞之兆。你能从那样的熊熊大火中逃生，一定是因为你有神明护体，你在就是南京未来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的盼头。反正你现在都不用怕抢了谁的风头，得罪了谁，反正这于你来说好处多多。一个是你自己现在能够成功回去，二个是你在百姓心中形象好，人家投票都投你。什么投票？就是选定你的意思，相信你能给大家带来幸福，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帝江听他说着说着快唱出来的音调，非常认真地思索了他的话。这回他总算靠谱了一点，尽管他看上去还是有点颠颠的感觉。陆九婉正一脸傻蛋，知道姐的聪明了吧的表情。去吧，按照夫人说的做。陆九婉对这人交代：一定要说的自己人都信，大家才会相信这是真的，一定是真的。他不敢抬头，只微微侧身，恭敬点头，内心对王妃生出佩服之情。是夫人。王妃这睿智模样，不像个会往火场里扑的人啊，咋会干那事儿呢？帝江又给他交代尽快完成任务，以及自己预计回城的时间，这人才快速离开城内。很快就流传着晋王是神明护体，是祥瑞之身，是南晋来年风调雨顺的象征。大家深信不疑，自己创造出了各种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和身边人。于是城门口的人越来越多，个个殷切地盼望着晋王回归，传入帝玄一耳中。放肆！这些人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朕？朕才是他们的神明，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帝江就说他是自己的威胁，一点都没错。野心如此之大，竟然编造谣言笼络百姓，这可不像他会做的事情，一定是谁给他出谋划策。让人收手，放他回来。
本来想杀他就不容易，还很有可能会在百姓面前暴露出自己。慢慢来，他还有办法。他努力恢复理智，转身去了慈宁宫。母后在后宫斗了这么多年，什么阴招狠招都用过。城门口从来没有围聚着这么多人。来了，王爷回来了，咱们的守护神回来了。人群中几人对视一眼，同时激动地高呼。他们是好演员，激动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周围百姓也受到感染，纷纷热议起来，脸上是激动喜悦的表情。急骤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近了才看见王爷坐在高大雄壮的马背上，怀里还有个小女子被他紧紧护着。众人一时有点不解。是王妃，王妃对王爷用情至深，知道王爷身陷大火，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里去救王爷。一场大雨，两个人都得救了，真是神明保佑啊！这般难得的感情，不愧是王爷啊，至情至性的大善人，是我们南境的福气啊。其实这一次求猎失败，就是神明在挑选祥瑞之人吧？肯定是这样啊。对，不然那么多人都被大火逼出来了，就只剩王爷在里面经受考验。王爷比谁都厉害，怎么可能在大火第一时间逃不出来？所以一定是这样的。王爷现在是不负众望，成功身退了。本王能从燕梅山出来，是得上天护佑，降下及时雨。众人心头一震，王爷果真是神明护体。这一日之后，晋王府侍卫人数增加悄悄数倍，特别是云书院。王妃，宫里又来人了，说是皇后娘娘举办了赏菊宴，邀请您进宫赏菊。白桃啧一声，王妃病重，起不来床，你们不知道？来人埋着头眨了眨眼。奴婢现在知道了。白桃傲睨着他，点了下头。下去吧，以后机灵点。是。小丫鬟将余光缩小再缩小，还是能看见不远处草坪树下用手绢盖着脸晒着太阳呼呼大睡的王妃。从燕卑山回来之后，陆九晚就过上了金丝雀的生活，锦衣玉食，礼物源源不断送来，堆积成山。帝将按部就班的上朝忙公务，仿佛燕卑山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做了场梦。帝玄义多番试探，他都像是个世外人一样，这也越发让帝玄义紧张起来。做大事的人都有极强的忍耐力，他能感受到的，他的皇叔正在蓄力。皇后不是要举办赏菊宴，可邀请了晋王妃？是啊，臣妾已经邀请过了，只是晋王妃卧床称病，还是不肯来。赏菊宴是皇上暗示他做的，在此之前还有其他各种宴会，目的都是为了让陆九晚进宫。帝玄义怒上心头，粗鲁地推开他。皇后一贯聪慧伶俐，这次却让朕屡屡失望。朕去清贵妃宫里坐坐解解闷。看着皇上离开的背影，萧子英难过又气愤。她是萧家的女儿，皇上的羽翼，有些事情她是知道的，燕卑山的事情她怎么也能猜到几分。只是她不理解，为什么非要请陆九晚入宫。皇上一脸不开心，是在哪里受气了吗？帝玄义握着他的手，叹息。没有，刚从皇后那里过来，听她抱怨了两句，朕听着心烦。谁还敢惹皇后娘娘不开心啊？也没什么，就是女人间的小事儿。说几次三番邀请晋王妃，晋王妃都不肯进宫来，本是关心，晋王妃却不肯领情，她心里很不快。听说晋王妃回来一直卧病在床，皇后娘娘若是真的那么想见晋王妃，臣妾有一个主意。还是爱妃聪慧，既然你也有主意，便替皇后分分忧。朕只想看到你们每天笑颜逐开的样子。叶云轻笑着应下。雨夜，帝将从马车上下来，接了伞朝云书院走去。陆九晚早已经梳洗完毕，半躺在床上，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忙将手里的平板扔回空间，拿起枕头边的书佯装看了起来。帝将带着满身语气，只站在外面撩开了纱帘往里看，见他装模作样的沉浸在看书中，见到他浑身疲倦消了大半，轻笑一声，声音略带戏谑。书拿到了。陆九晚淡定的抬眼。你不懂，我最近都在练习看倒数。哦，练习这门神功是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癖好，你还不是一样？他感兴趣的走了进来，俯身看了眼他手里的书。他之前就见他手里拿着个能出声音的东西在看，每次等他靠近，他手里又空空如也。燕卑山之后，
他确认自己曾经没看错，他就是变了个什么东西拿在手里看。说说，本王有什么小癖好？本王喜欢横着看书。陆九婉勾唇笑起，放下手里的书，姿态慵懒地伸出一双玉臂勾住他的脖子，借力让娇臀轻轻抬起，凑到他耳边。白珠正准备撩帘子进来给王爷换鞋，雨天外出鞋面容易湿，就见王爷双手撑在床上，俯身在王妃身边。王妃妖娆地抱着王爷的脖子，神色暧昧地凑到王爷的耳边。见他撩开帘子，王妃轻轻一眼投了过来。白珠被王妃不经意间看着一眼，酥的脚底都是麻的，忙放下帘子退了出去。你脸红什么？白桃去叫水了，回来就见白珠一张脸粉扑扑的。王爷在里面。白桃立马明白，也想要脸红。王爷丰神俊朗，王妃美艳多娇，每次王爷晚上叫水，他们都脸红心跳的不行。里面陆九婉嘴唇几乎贴着帝江的耳垂，轻声开口：你喜欢放在左边。本王不喜欢放在左边，习惯放在桌上看。话音落，他感觉怀中的娇躯明显顿了一下，继而在他怀中不断的交颤，控制不住的闷笑声传入耳中，听得出他笑得很开怀。他微微后仰，去看他难得笑得这般开心的脸，他这样笑很甜很艳，他看得失神。良久，我说你喜欢放在左边，不是说书。那是什么？陆九婉眼神戏谑又暧昧，是能让我快乐的要死要活的宝贝。帝江还是不动。见他太单纯，还是不动。陆九婉微微摇头，他视线缓缓下移，朝他挑了挑眼。帝江一下子就懂了，又是被他狂言浪语和梦浪举止所震慑的一天。陆九婉，你……陆九婉佯装懵懂的看他，眼神清白。陆九婉怎么了？陆九婉说的是实话，你喜欢放在左边。帝江哑口无言，只剩无奈。本王去沐浴，你先别睡。陆九婉牵住他的衣角，帝江回头，陆九婉看着他问：我为什么别睡？我要睡了。他躺下，抓起被子乖乖盖着，板板正正的。帝江失笑，他朝着另一间沐浴室去，坐在浴池中，疲倦的身体彻底得到解放。他一手搭在浴池边，仰头靠着，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北陵有消息传来，慕白那边有进展，这边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等的那一天很快就要来了。他想到陆九婉，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想和他好好谈谈。大雨不停地落，打在骑马之人的身上脸上，帝江嘴唇紧抿着，雨水顺着他纤长浓密的睫毛不停坠落在脸上。慕白那边传来消息，人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只是被对方发现了，现在需要接应，不然遗诏难守。帝江不放心，亲自带着人去接应，心情有些急切。驾！宫内，帝玄义同样收到了消息，他的人拦下了帝江的人，他们手上有遗诏。晋王已经出城，很可能也是接到了消息。朕不是说拿到就地焚毁？皇上，咱们的人还没有近距离接触到圣旨。他都亲自去了，你们还不想办法拦住他？真的是养了一群废物。来人，去把皇后和叶贵妃请来。王妃，宫里又来人了。笨，不是教过你了，说王妃卧床养病。可是这次来的人不一样。陆九婉在屋内听见，将平板放回空间，走出来。谁来了？皇后亲自来了。丫鬟忙摇头。不是皇后，说是皇后身边的长侍嬷嬷，还带着大轿和几名太医，说是宫里龙气重，让您过去沾沾龙气，身体好得快些。他们身边还有好多侍卫，像是非要请您去不可。白珠、白桃两人一听这阵势不对，两人对视一眼，白桃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沾他爹脑壳，陆九婉翻了个白眼，知道这回是躲不过去了。去回，让他们等着，本王妃要换衣服。是。外面的人等了许久，才见到人从靖王府里出来，一座高大的马车，前后几十名带刀侍卫，管事嬷嬷和几名太医撑着伞在靖王府前等候着。见过晋王妃。陆九婉没理会，白珠给他撑着伞，送他上了马车。见到王妃上了马车，管事嬷嬷的心才落下一半。马车出发，
大雨绵绵下着，将天空压得沉沉的，雨声掩盖不住刀剑声。慕白一行人从北陵出来，先是被北陵的人追了一路，现在又遇上皇上的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怀中的遗诏怕是要保不住了。慕白一身狼狈，紧咬着牙关战斗。不管如何，就算是死，也要等到王爷几人围攻，暗藏冷风的刀剑从他面前划过，马蹄声飞踏而来。即将插进慕白腰间的剑停住，伴随中剑的主人一起落地。慕白趁机从突破口逃离被围攻的圈子。在帝江身后，他带来的侍卫很快加入战斗。他培养出来的人总是格外优秀，应战能力强。这一场雨中的厮杀很快就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慕白从怀里将用皮革和油纸严格包裹着遗诏拿出来，帝江取过，拿在手中没有打开，却看了良久。确认过真假吗？按您说的方法确认过，是真的。很好，记大功。他将东西收进怀里，转身上马回去。天色暮黑之时，帝江远远见到一人骑马疾驰而来，近了，他认出是守在云书院的一名暗卫，心中生出一抹恐慌。来人见到王爷，远远下马朝这边跑来，跪在前面。马停下，帝江未问，暗卫忙报：王爷，王妃被请进宫了。帝江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有所猜测是陆九婉出了事，可听到暗卫的话，内心还是像被刀锋划了一下，脸色越发黑沉骇人。不是让你们守着的吗？王妃不让我们动手，说不能给人留下画饼，耽误您的大事，说她不会给您拖后腿的，还说自己能够保护自己。帝江安静认真的听完，心里又酸又疼。这时候这么乖了，知道他本领大，但他的担心一点都不少。他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喝药都怕苦的女人。他紧紧握住缰绳，让自己冷静下来。赶紧回去。他不想浪费一点时间。驾！陆九婉乘着马车进宫，行至宫门口，一阵马蹄声紧紧靠近，停下，马车也被迫停下。谁让你们去晋王府接人的？把人留下！管事嬷嬷心烦意乱，眼看着就要进入宫门了，杀出个程咬金。王爷莫怪，是皇后娘娘的意思。听说晋王妃今日身体欠佳，想接王妃入宫沾沾龙气，也是为了让王妃早日好起来。沾什么龙气？说是龙气能治病，宫里还有太医干什么？少废话，把人留下。这是皇后娘娘的旨意，奴婢等人也只是奉命行事，还请小王爷不要为难大家。皇后娘娘，哼，你们怕是忘记了晋王是什么身份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先皇当初亲自封的。皇后娘娘就算要请王妃进宫，也得晋王先答应了再说。本王再说最后一遍，把人留下，滚！嬷嬷的声音也强硬起来。皇上已经发怒了，皇后娘娘再三叮嘱，一定要办成。小王爷，您是王爷，奴婢不敢如何，但奴婢想说，这件事皇上也是知道的。晋王就算再大，能大得过皇上去？王妃身体金贵，奴婢等人一定小心伺候着。皇后娘娘不过是关心王妃，晋王来了接回去就是，您又何必担心呢？帝玄知道磨嘴皮子是没用了，抽出长剑对着嬷嬷：滚！他一抽剑，管事嬷嬷带来的侍卫们也纷纷拔剑，守在马车周围，双方陷入紧张的对峙中。陆九婉轻轻掀开帘子，看着帝玄黑沉的脸，和帝江倒是有几分相似。过来。淡淡的一句话，帝玄听着感觉很熟悉，很像他哥跟他说话的语气。想着，人已经来到陆九婉马车窗外。什么事？我可不是交代过不能出府，你为什么不听？陆九婉没回答，问他：你哥今天做什么去了？你别管。陆九婉看着他，不言不语。帝玄对上他的视线颇有压力。反正是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总之你现在不能进宫。那你能怎么办？和他们干一架，强行把我留下来？那又如何？不行。为什么？首先你做不到，留不下我。其次，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不要给他人留下任何让人言论帝江的画饼。至于进宫，我暂时应该不会有事儿。和上次燕碑山不一样，他进宫就说明帝江和帝玄义之间的争夺战已经摆到明面上来了。
生死之战，皇位之战，帝江一向对他不错，还是不要给他拖后腿了。你哥谋划的事情很重要，别在这个时候出岔子了。他进宫，万一到时候帝江失败了，他有机会的话还能帮他一把，毕竟他有高科技武器。帝寻一开始只想着为了他哥，他一定把人留下，但是陆九婉的话有道理，他暂时不会有事。狱中，帝寻看着马车进入宫里，策马转身离去。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他也要加紧时间办事。陆九婉被带入后宫，白珠白桃两人被禁止在外。皇后萧子英短暂地召见了他。听闻王妃近日总是身体不适，本宫听了心里难安。宫中御医每日都会来请脉，想着你住在宫里也能方便些，每日把脉，早日将身体养好。病久了，身子缺损严重，就成了顽疾，难治愈。王妃还年轻呢，王爷也还没有子嗣，王妃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呀。陆九婉淡淡睨他一眼：“你啰嗦啦。”萧子英语塞，她可是皇后，还没有人敢这样跟她说话。但转念一想，她是王妃，是帝玄义的亲婶婶，是长辈。本宫也是为了王妃着想，王妃不必忧心，且在宫里安心的住下就是了。御医会每日来给你请脉的，本宫还有事要处理。反正他的任务就是让陆九婉进宫，现在不关他的事情了，他现在也没有任何心思管这些。宫里的不安宁让他感到恐慌，好像有种要变天了的感觉。陆九婉被带到了一处偏僻的宫殿里，周围明里暗里被禁军重重把守着。陆九婉站在窗前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么多人，他要是想从这里出去，绝对要大动干戈才行。不过暂且没什么事情。帝江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人去哪里了？现在在做什么？又打算做什么？他一概不知，只能先按兵不动。他仰头看着天上不断落下来的雨幕，心情莫名有些压抑。这种感觉在去雁碑山的时候出现过。古代、现代，为了权力和私欲，人永远会不停地斗争。在窗前站了许久，陆九婉回身的时候，他渐渐感觉到身体有些不对劲，无力软绵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明白过来，不知何时他已经中了毒，身体无力，肌肉无力。这种类似于软筋散的东西，其原理就是抑制肌肉兴奋，若是想解毒，就要服用能够促进肌肉兴奋的药物。帝玄义用这招是因为他会武功，为了更好地控制他，陆九婉搜索了空间药物，找到了能够促进肌肉兴奋的药吃下，躺到床上慢慢感受身体的恢复。天色彻底黑下来。有事起奏，无事退朝。下面刺史萧肃往外跨了一步。臣有本要奏。呈上来。帝玄义拿到奏折，翻开随意看了眼，抬起头来。刺史大人要参奏晋王。话落，下面起了议论声。是，臣要向皇上和朝廷揭发检举晋王大不敬之罪。晋王回城之日，言语误导百姓，导致如今外面风言四起，说晋王乃是万民之神，是南晋的神明，能护南晋万民。此等传言已经完全将晋王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晋王如此行事，可见其司马昭之心呢。如此野心勃勃，晋王是想做什么？况且今日到现在也未来上朝，这是严重的渎职，也当治罪。帝玄义高高坐在皇位之上，看着下面百官相互议论，甚至相互争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得民心又如何？朕也能给你毁了。梁爱卿有什么想说的？臣认为刺史大人说的对，晋王放纵百姓，奉他为神明，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民心都在王爷的手中，若有一日晋王还不满足，想要造反，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帝江的人立马站出来反驳，帝玄义却突然用力拍了下桌子，愤怒的道：朕这个皇叔是想做什么？依你们所言，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晋王乃是朕的皇叔，小惩大谏即可。臣认为削去王爷的晋王爵位，收回权力。后面一半的朝臣同时应和：臣赞同。帝玄意思略了一会儿，
艰难地做出决定。那就削去晋王爵位，传旨。帝江的人都看得出，这是皇上和他们唱的双簧戏，再怎么劝阻也无用。宫门前早已经重兵部署，御前红人太监拿着圣旨站在狱中，旁边的小太监给他撑着伞。晋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王放纵流言，居心叵测。还没念完，便被帝江身后射过来的箭穿了喉咙。帝江没有回头，只听浩浩荡荡的马蹄声，便知道是慕白带着他的人来了。他高举遗诏，声音铿锵有力：太上皇遗诏，立12子帝江为帝，先皇谋逆，篡夺皇位，如今皇位落入旁人，倒反天罡。今日本王叫扭转乾坤，扶正去邪，尔等顺者昌，逆者亡。大雨滂沱，黑云压城。杀！扶正却邪，扭转乾坤！慕白高举着剑挥向皇宫，身后震天声响，伴随马蹄声。杀！宫门异变，给红人撑伞的小太监被溅了一脸的血，惊恐万分，跌倒在地，胆战心惊地爬起来，踩着红人太监的尸体跑回了宫门内。晋王造反了！晋王造反了！皇上，不好了！晋王他造反了！众人内心皆是突的一下愣住，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怎么这么突然？但小太监满脸的血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看来梁爱卿说的对呀，朕的皇叔果然造反了。帝玄义看向小太监问：他现在身在何处？他带着兵马闯进了宫门，正朝这边来了。帝玄义蹙眉，这么快就到宫门了？他让人去调的精兵怎么还没有消息？明明离这里不远。皇上，马上派遣御林军保护圣驾吧。老臣虽然身子骨老了，但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平反逆贼。小爱卿，朕命你马上调遣御林军，势必要拿下逆贼。臣遵旨。众人看着萧肃带着几名武将离开的背影，英勇无畏。朝堂之内静悄悄的，各自心情复杂，心事重重。恰时，一人匆匆从侧旁进来，走到他的身边汇报：皇上，奉您的命令，暗中调遣的2万精兵还没赶来，但是王爷已经闯到第2道宫门了，御林军不过3000人，很快就要抵挡不住了。怎么回事？属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只是属下负责接应，过了时间却一直没有人。去看看怎么回事，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是。帝玄义内心燃起一股空前的焦虑，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后宫，文太后也得知了帝江造反的消息，身边的老嬷嬷吐槽：晋王竟然为了一个女人造反，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皇上那边可有问题？问过了，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皇上早就已经安排妥当了。那就好，他再厉害也不能以1敌万，2万精兵拖也能把他拖死。皇爷私下养了兵马，刚刚来人汇报，估计有3-4千人。3-4千，御林军给他折损一半，剩下的不足以应对2万精兵。文太后一笔笔算着，越算她的心情越平静。自古以来，造反之人基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他也不例外。城外，元仓负责堵截帝玄义调回来的2万精兵。帝江上次和陆九婉从雁碑山回来，刚好叫他撞见，也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元仓带着10几名高手潜伏在山野之间，手中的剑全都瞄准队伍最前面的人，他们只杀他一人，擒贼擒王，人死落马。身后人马受惊，全都停了下来。这些精兵都是从各个军营抽调的最强精英散兵组成的临时队伍，并没有一个领头人。现在唯一能发号施令的人死了，群龙无首，元仓现身。你是谁？做什么的？我是晋王的人。晋王的人？晋王造反，拿下他！等一下，你们其中不少都是晋王曾经带过的兵，且听我说完。他说的没错，这些精兵之所以能成为精兵，大部分都是前2年王爷的功劳。那就给你个机会，说。太上皇遗诏现世，在世的时候立下遗诏，让晋王继位。你们现在被抽调过去，
只是让你们去保护一个鸠占鹊巢的假皇帝。晋王深得民心，已经带兵包围了整个南晋城，拿回皇位势在必行。你们确定要和晋王对上？众人本就群龙无首，一路过来也是半迷糊状态，听到晋王才是该做皇位之人，又听到要和晋王对上，众人心中开始打鼓。晋王本就是大家钦佩之人，有勇有谋，武力超群，最重要的是爱护士兵。王爷说了，各位将士赶赴南晋辛苦了，都是精英壮士，理应被重用。若是王爷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皇位，各位就不必再辛苦的赶回头路了。重用不必再赶回头路，这2句的意思是他们能被留在南晋当差，驻守边关的人做梦都想回来，这一下就击中了他们的心。我们可是2万人，不是2000人，确定都能安排下？如今皇城交战，死伤无数，空出来的位置只会多不会少。众人放心了。那就依大人所言，我们听大人的吩咐。听大人吩咐。朝堂上，所有人听着越来越近的声音，有的人甚至因为紧张，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帝玄义的眉头越蹙越紧，宁静。众人心中咯噔一下。逆着光，帝江高大伟岸的身影站立在门口，他手中的剑还在滴血。来人，护驾！听到他的吩咐，几十名精壮的护卫很快出现在大殿中，将他护住。这些都是他无影门培养出来的杀手，个个都是强者，这才让他稍稍安心些。只要他们拖着帝江，很快他的精兵就能赶到。皇叔，你确定要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造反？朕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放下手中的剑，朕就从轻发落。念。他从怀里将遗诏拿出来，随手一递，没有人敢接。这是什么东西？看样子像是圣旨。顾雍毫不犹豫地接过，打开，一目十行，心中震撼。虽然他是王爷的人，但是手上的东西他半点不知情。瞬间底气十足，高声念出了遗诏上的内容。他念的每一个字，就像是鼓点敲在百官的心上。什么？这竟然是一封遗诏？晋王才应该是皇帝。皇叔可知，伪造圣旨是死罪。帝寻走进来。是不是伪造？这里大部分官员都见过我父皇的笔记，一一辨认过就知道了。如果你们辨认不出来，那就让懂的人来。太上皇，帝江的父皇，也没过世几年，不少人都能认出是他的笔记。可是这也不能保证是不是仿造的笔记。帝玄义的人试图辩驳，帝寻朝顾雍勾了勾手，拿过来，让他们来鉴别。他身后的人上前接过顾雍递过来的圣旨，仔细端详。奴才等人是专门负责制造圣旨的工匠，圣旨是用最好的蚕丝织成的绫锦所做，圣旨18道工艺，每一道工艺都非常的讲究，无人能仿，而且每一份圣旨都不一样。这份遗诏所用的确实是真的圣旨没错，而且是3年前的。圣旨珍贵，数量有限，每年生产多少用了多少，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这份圣旨可在你们的记录当中？在，是3年前皇上亲自拿走的，记录案上有。帝玄看向帝玄义，又扫向众臣。圣旨为真，笔记为真，晋王才是皇位继承人。说是现在还有人狡辩，就是忤逆先皇圣旨，大逆不道。帝玄义已经有些坐立不安，不管遗诏是真是假，只要能够拿下帝江，堵住众人的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他的精兵还没有到？朕才是皇上，你们这是造反！你下去，本王可以饶你不死。检验圣旨不是做给帝玄义看的，而是做给百官看的。他不是造反，而是扶正驱邪。休想！逆贼，谋篡皇位还如此嚣张！大殿门口，慕白疾步进来，毫不掩藏的声音对着王爷说。只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朝这边来，越来越近。房门被人匆忙大力的推开，帝玄义，他行色匆忙的过来，身上的龙袍有些凌乱，头上的冕旒也是歪的。陆九婉心思转动，帝江这是造反啦！帝玄义这个样子像极了落荒而逃，所以现在他来这里是想……帝玄义没等他想那么多，手持长剑冲到他面前要抓他。陆九婉敏捷的避开，这一动作让帝玄义蹙眉微愕。他安排人给他房间里放了软金伞，
手下的人也确认过他已经中毒，怎么会这样？他装的。心思飞快流转之间，他已心急的快速出招。既然软筋散没有用，那只能硬抓，这是他最后一根稻草，必须抓到手。一时之间，两人打得势均力敌。帝玄义内心急躁，他必须尽快制服他。后面的人很快就追过来了，很快外面就响起了打斗的声音。帝江的人追过来和他安排守在这里的人打起来了。陆九婉也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帝江来了。他的第一感觉，他的心突然变得紊乱，是走是留。帝江疾步穿过人群进来的时候，帝玄义手中长剑往前刺出，被陆九婉避开。看见帝江的瞬间，他犹豫之下收了招式。帝玄义剑在手中一挽，一个后旋踢，一把锋利无比的长剑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了。陆九婉瞬间止住动作，帝江的瞳孔在一瞬间放大，急促的脚步堪堪顿住，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织。放开他！帝玄义架着他往外走，帝江一步步后退，看着外面重重包围，帝玄义越发紧张起来。陆九婉感觉到他抓着自己肩膀的手更加用力，像一个铁爪似的，脖子上传来一丝刺痛。他没动，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痛感，他的目光从始至终都在帝江的身上。他眼里的担心和紧张不是装的，他的在乎也不是装的，可他心底还是犹豫，不敢和一个拥有天下的人下赌，因为他的本钱太多，你的全部在他那里或许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退后！帝江脚步往后退，黑沉的双眼看着他。别伤他！皇位和女人，你只能选一样。要皇位，朕就杀了他；要女人，就立马退兵出宫。朕就当今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发疯的言论，陆九婉听得都想笑了。他何德何能，能和皇位相比？虽然觉得帝玄义的话很不识时务，但他还是下意识地去看帝江，心也一点点悬起。心底有个小小的人在害怕，捂着耳朵不敢听。但陆九婉直直地看着他，看着他沉默，而后只听帝江一字一句坚定地说：天下和他我都要。看来你还是选了前者，那朕就杀了他，你能得到的也只是一具会腐烂的尸体。现在还在威胁他，帝江知道他还不想死。你放了他，我放了你。休想！你想要夺走朕最在乎的东西，想这么轻易就过去？哼！女人和皇位，你只能选一样。那就再加一条，文庙的命，你放了他，我放了你和文庙。你把我母后怎么了？她是太后，你不能动她。很快，她就不是太后了。我母妃怎么死的，文庙只会痛苦千百倍。帝玄义心中已经非常清楚，到这个地步了，皇位肯定是保不住了的。好，我答应你。不管怎么样，先保住性命要紧，母后还需要他，只要这条命还在，他还年轻，就一定会有机会的东山再起。帝江心中悄悄松了口气。我们要一匹快马送到南侧门。慕白，备马。是。你放下他，我说了放你走，绝不食言。心疼？哼，一个女人而已。放下他，你走。退后，让他们所有人退后。帝江捏了捏拳头，紧紧注视着他。退后。所有人往后退。帝江看着陆九婉脖子上的剑不放心，沉沉的开口：你敢伤害他，我就把文庙做成人质，天涯海角也要把你带回来，让你跪在他面前，日夜看着他，是你的不孝，让他遭受不幸。帝玄义紧咬着牙关，因为愤怒脸上额头上青筋直冒。等到所有人后退之后，帝玄义挟持着陆九婉转到马的另一侧，一掌敲在陆九婉的脖子上。陆九婉眼前一黑，帝江一直提防着，立马持剑上前。放下他。等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会放了他。不要追上来了，不然我不敢保证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帝江怒火中烧，不敢信他，也不敢不信他。他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为难无力。放他走。驾！马蹄起落，飞驰而去。备马。已经准备好了。慕白早就命令人准备好了多余的马。帝江骑上马，带着几人追了上去。前面的马快，耽误这么一会儿早就没了影子。帝江也不敢真的追上去，只是不能丢了他们的踪迹，离南晋城越来越远。
帝玄义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就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被人赶出了家门，毫无尊严。明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却偏偏一切都在失控，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今日之辱，来日他一定要报。陆九婉缓缓睁开了眼睛，视线安静出神，他选择了离开了。帝玄义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半路上就下了马，对着马屁股上戳了一剑，马又惊又痛，蹄子往后一踢，撒腿狂奔。帝玄义扛着人进了树林，树林里足迹不容易被发现，穿过树林进入小道，又穿过树林，几次之后，陆九婉已经不知道到了哪里。帝玄义不是想要带着这个累赘，只是担心有埋伏，他是真的有阴影了。帝玄义将人一扔，陆九婉顺势一滚站了起来。帝玄义惊诧瞬间转为恼怒：你装的？装的。你故意装作被我挟持，是为了逃出来？你为了逃离帝江？猜对了，有奖，送你一程。你刚刚一路也是装的。他扛着他走了那么远，他竟然都是装的。又猜对了。你刚刚下马就可以走的，为什么跟过来？帝江对我还算不错，我当然不能给他留个祸患。帝玄义眼睛一眯，手中的剑慢慢握紧。你既然都决定离开他了，为什么还要帮他？离开他是因为害怕面对未来能够预料的难题，帮他是因为这事因他而起。与你何干？当然与我有关。你背叛了无影门，选择了帝江，最后又抛下他，为什么一开始要背叛我？背叛你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情吗？跟着你能捞到什么好处？处处卖命，还要受到生命的威胁。你算什么东西？还不能背叛你？你想拿自己跟帝江比？你贱人，没素质！他藏在袖中的手慢慢出现一把枪，朝着帝玄义举了起来。燕悲山的人回来汇报过，他手上有一种非常厉害的暗器，速度极快，杀人无形。帝玄义很快就能猜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所说的暗器。一枪没打中，陆九婉还有点惊讶，他竟然知道自己手里的枪的厉害，知道躲避。然而一枪没打中，失去了最佳的机会。帝玄义不给他开第二枪的机会，已经快速逼近他的身边。两人很快缠打在一起，山崖上两个人动作都十分迅猛有劲，都是冲着对方的死穴去的。陆九婉没有武器，有点吃亏，但是很快在两招的对决之后，两人拉开了距离。陆九婉利用最快的时间对着他举起手，手中凭空出现一把枪。帝玄义瞳孔蓦地放大，一个是因为他的速度太快，另一个是因为他手中竟然能凭空出现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他已经没有机会了，陆九婉的这一枪来得快速又猝不及防，他死了。陆九婉面无表情地看着倒下的死人。有些人不能小看，更不能轻敌，他们可能杀不了你，但是你身边的人却会跟着倒霉。很多电视剧不都是不小心漏掉一个不起眼的人，最后害死了身边重要的人？陆九婉不可能放他走，给帝江埋下祸患。他静静看着尸体发了半晌的呆，转头静静看着对面的地势低矮的远山。他还有机会回去的机会，可是他究竟该如何抉择？帝江的人顺着马的踪迹一路追下去，却看见马儿在路边悠闲地吃草，屁股上有个血洞也毫不在意，尾巴甩啊甩，而两个人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回头找，仔仔细细翻山越岭的找，分开找。他后悔了，他竟然拿文妙的命来赌陆九婉的命。文妙算什么东西？他哪里能跟陆九婉相比？哪怕是一根头发，完全忘记了当时就算想救他也救不了的情况。而此时的朝堂之上，梁怀看见再次出现的逆子，心浮气躁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个出口。畜生，你还敢在我面前出现？你知不知道你坏了多大的事情？他气急败坏地朝梁启走去，恨不得吃了他。这一动静让正在开心的和伤心的官员们都看了过去。巴掌到眼前，梁启一把抓住，用力掷了出去。梁怀本不是习武之人，被这一掷，连胳膊带人倒在地上。他不可置信，颜面扫地，怒喊：畜生，逆子，你这个逆子！梁启缓缓抽出剑，居高临下地指着他：哼，畜生，还不是你个老畜生生的？逆子，还不是因为有了逆父？就你这样的人也配有儿子？
你想干什么，梁启？你想弑父，这可是十恶不赦之罪。十恶不赦之罪，那又如何？我需要谁来赦免？这么多年我遭受过多少罪，又因谁而起？该算在谁的头上？算在你的头上吧，那可不止十恶，估计几十上百条恶了。你犯了上百条恶，赦免之权在我手上，我就不赦免你了。梁启，你想干什么？你身为梁家人，就应该扛得起责任。你现在不是好好的，不过是历练了几年而已。哦，那意思是梁家以后还是由我来继承是吧？如果是的话，我就认了。你不是的话，为什么不让你的嫡子、你的其他儿子扛起责任，而选择我？是因为我是你口中的处世逆子，对吧？既然如此，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所有人眼睁睁看着，却没有人敢发声。他们刚刚可都看见了，这人连皇上都敢杀。陆长安看呆了，9晚不会这么对他的吧？一定不会。梁启的剑抵住他的心口。我是你爹，你……胸口刺痛感猛烈的袭来，他顾不得剑神锋利，双手握住欲阻止，却根本抵挡不住。不可置信地看着越插越深的剑，极度的恐惧让他双眼圆瞪。逆子，你！目睹现场的所有人都惊愕住了，有人杀爹了，怎么敢？老天爷大逆不道啊！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爹都杀了，还在乎多杀几个叔叔伯伯吗？皇上呢？不，新皇呢？梁启亲眼看着他爹死了，双眼都闭不上，圆鼓鼓地睁着。他终于报仇了。他转身面对百官，你们里面大部分人都跟梁怀一样，该死，等着你们的报应吧。他的话让本就胆战心惊的人越发恐惧了，有人直接吓得晕倒在地，也没有人理会，自顾不暇了。一处偏僻的冷宫里，文太后在第一时间就被看押起来，派了重兵把守。帝江知道他不简单。山崖之上，一身素白衣裙的女子静坐着，秋风吹过，撩起她的长发，发带飞扬，光线飘渺，似仙入凡。陆九晚发呆地看着前面，脑子里各种思绪翻来覆去的比量。上辈子一路颠沛流离，他这辈子只想过稳定的日子，可是和一个帝王赌未来，他输不起。跟着他一辈子关在小小后宫里，规矩多，阴谋多，毫无自由。帝王怎么可能没有3间后宫，还要跟那么多女人争着抢着共用一个追？陆九晚光想想就卑微，还脏，想做还得排队，笑话。还有，她是陆长安的女儿，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她的身份注定是一个尴尬的存在，陆长安不可能不除掉陆长安，她又是谁？她成了一个罪人的女儿。可是离开，天大地大，她没有家，漂泊的生活。上辈子逃难漂泊，大家都过着一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比较，也不觉得有多难。而现在，她是个异类。在留下还是离开之间，陆九晚在挣扎。他转头往后看了看，怎么还没有人找来？这里很难找到吗？帝江那小子估计根本就没来找他吧。陆九晚转回头，安静地看着前面，倒数10声。帝江若是再不出现，他就走了。10、9、8、7、6，一阵风吹过他的脸颊，他的心底突然燃起一股豪迈，仰头看着广阔的天空，何必贪恋一枝花？若是换成别的男人，他根本丝毫不带犹豫的，还是因为贪恋帝江那块小身板。好色的女人干不成大事，5、4、3、2、1，拜拜了帝江，江湖再见。有人生来就坐享金山银山，有人生来就要注定上青山。樵夫挥动着手中的砍刀，冬天快来了，大户人家都要被炭火，他得赶紧准备好。捶了一下弯酸的腰，樵夫嘀咕：什么东西呜呜呜的？嘿，声音越来越近，听得越真切。樵夫吓了一跳，这里又不是深山老林，怎么会有猛兽？低头往下一找，只见一条白影兀地从江面上飞快划过，快得像是他的幻觉。猛地回过神来，蛟龙，是蛟龙！那声音呜呜呜的，如此陌生骇人，他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妈呀，见到蛟龙了，要发财了！
樵夫赶紧许了个愿，保佑今年冬炭涨价。王爷，是发现尸体了。帝江一听，脚步猛地一顿，整个人仿佛一下子坠入无底深渊，看不见光明，茫然和害怕的情绪不受控制的上涌。他快步走近，看清楚地上的人，所有情绪立马收回，恼怒的一脚踹在旁边的侍卫身上。侍卫被踹倒，胆战心惊，但是莫名其妙，慕白无语地将人扶了起来，白了他一眼。跟在王爷身边这么久，连话都不会说，该……侍卫一下缓过神来，这嘴不应该叫王爷，应该称呼皇上的。地上的人应该叫逆贼，该马屁都不会拍，怪不得身边兄弟们都升官了，就他现在还是个光秃秃的侍卫。属下知错，皇上恕罪。慕白一个趔趄，孺子不可教也，废也。滚一边去！侍卫茫然滚到旁边站岗去了。帝江蹲在帝玄义的面前，观他脸色，看来死了好一会儿了，伸手挑开他的衣服，胸口上一片血迹。这样的伤痕让他想到了那天在燕碑山陆九婉所用的暗器。帝江站起来，视线逡巡一圈，他走了。帝江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和刚才以为他死了的心情全然不同。绵长的酸胀堵满心口，有些呼吸不畅。一直以来他都给他一种他随时会离开的感觉，就和他突然出现一样，抓不住握不紧，他就像一阵风。帝江往回走，眼帘下全是陆九婉俏丽生动耍赖卖乖的模样。他没出息地想，怪自己没及时跟他说清楚自己的打算，他留下会有顾虑，那就先放他在外面野一段时间。他本事大，他们找了多久他就离开了多久，已经追不上了。现在还有很重要的大事等着他去处理，没有办法去找他，等他先把事情处理好，再亲自把他接回来。只是外面风大雨大，形形色色的人，她只是一个女人。跨上马背的时候，她又开始幻想，也许自己想多了，或许她已经回去了。驾！陆九婉好久没有享受现代科技了，爽，冷，这都大秋天了，在江面上疾驰，冷风嗖嗖的。沿着江河而下，疾驰了半个时辰，江面越来越大，远远看见前方有渔船，两岸有人家。为了不吓到古代人，陆九婉识趣的靠岸，上岸将摩托艇收回空间里。两岸树林葱郁，红的、黄的、绿的。陆九婉站在江岸欣赏了好一会儿，一只手拍照，一只手啃苹果。小鸟在树杈子上头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陆九婉路边一户人家，中年夫妻模样的俩人正在院子里往板车上放木桶。女人一边帮着丈夫捆绳子，一面催促：相公，快点快点啊，咱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出城，不然住在城里又要浪费钱了。好，咱们的过所拿了没有啊？别忘记了，再回来一趟赶不及了。早就带上了，走走走，进城送鱼。男人在前面拉，女人在后面边推边掌控。出了院子，将院门拉过来关上，看向院子里一双儿女。童儿，看好你弟弟别出门，娘回来给你们买糖葫芦。5、6岁女娃手搭在3、4岁弟弟的肩膀上，眼巴巴看着爹娘出门。童儿听话。男娃也笑着喊：娘，孙儿也要。听姐姐话就有。女人笑了笑，跟上丈夫，对旁边邻居家里喊：娘，弟妹，我和相公进城送货去了，帮我看着点孩子。一个老妇人走出来，应着：去吧。陆九婉走过来，看了眼院子，两个娃娃陌生胆怯地看着他。进城，他跟在夫妻俩身后，正好不用问路了。天黑之前还要赶回来，想来这里离城里也不远，走出一段时间。前面女子时不时微微侧头，余光朝后看，脸色有些紧张。相公，咱们后面有一个姑娘一直跟着我们，你说她会不会是什么妖精变的？不是，会不会是个坏人？不对，一个女子能把他们夫妻怎么样呢？反正奇怪，不对，前面的男人头也没回。哎呀，人家进城的。他从咱们家门口路过了，现在又跟着我们。男人终于停下。那咱们歇一会儿，等他先走。他将板车停在路边，夫妻两人也不好意思直视身后的人，装作休息的模样。女人抬起袖子擦了擦额头，借着遮挡袖子，借着余光去瞄陆九婉，却正好对上他的眼睛。
女人，她尴尬地转头。相公，你看你满头大汗，我给你擦擦。男人心想哪来的汗？娘子辛苦了。陆九婉偏头看着手忙脚乱的两人，脚步没停，越过他们朝前走，硬着头皮等陆九婉走过，夫妻互相对视一眼，尴尬。我就说人家是赶路的。相公，你眼瞎了，那姑娘衣服凌乱，脖子上还有伤。男人根本没看，哪有男人路上盯着别的娘子看的？那是流氓才干的事情。咱们村里出来的，难道是李大山人家的女儿？啊？不是说被山贼绑去了吗？对呀，咱们后山和山贼的山头隔得不远，说不定是从那里逃出来的。那现在怎么办呀，相公？能怎么办呀？装作没看见呗。山贼凶悍，杀人如麻，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女人痛惜，这是什么世道啊？好好一个女子被强抢上山，这叫人怎么活啊？女人抬头察觉到一道视线，陆九婉站在前方岔路口看着两人。快点，歇什么歇？再歇天黑了。走，再歇下去天黑了，回不来了。男人等不及了，女人犹豫。相公，那女子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不管，孩子还在家等着我们呢。女人跟着起身，推着车往前，行至陆九婉身边，埋头经过。陆九婉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下午时分，江城城门口，进城的人少，不用排队；出城的人多，远远望去，里面排了长长的队伍。陆九婉跟在夫妻俩后面，见他们掏出2张纸给守门官看了眼，便被放进去了。等他们进去，他直杠杠地紧跟在后面。官兵眼神清明，司空见惯。过锁？过锁。过。官兵生气地看着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长得跟天仙似的，一身狼狈，像个落魄逃命的大户小姐。从哪里来的？进城做什么？陆九婉沉思一秒，跟他们一起的。官兵转头看向已经走了老远的夫妻俩。再撒谎把你抓起来，没带过锁不让进，现在查得严不知道。陆九婉利落地转身离开，眉毛一蹙。过锁？他仔细回忆了一番，这东西原身好像从来没有用过，进城还需要这东西。也许以前他作为杀手的时候用不着，后来成了王妃更用不着。绕开城门，陆九婉观察了一番，爬墙进去了。大殿之内，帝江不急不缓踏步进来，沉稳自信，威严霸气，帝王本色，径直朝着高台龙椅上走去。所有人目送，却没有一个人敢发出来一句反对的声音。见帝江上台，台上一侧的明公公机敏地上前。帝江扫他一眼，将遗诏交给他。念。是。谨遵遗诏，即日起由太上皇12子帝江正式即位，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洪亮整齐的声音响彻大殿。帝江缓缓坐在龙椅之上，扫视群臣，眼神沉静，却不怒自威。尽管没有龙袍加身，帝王的威仪仍然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江城热闹繁华，丝毫不差南晋城已经改天换地的局面。小二，看一间最好的房。贵客，您的过锁需要看一下，登记。住宿要过锁？贵客，您不知道啊，一看您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没有过锁的话，不能住店的。最近几个月查得特别严，被抓到就完了。您没有过锁，想必不是城外来的，那您还是回家住吧。陆九婉心想，这他妈古代也管那么严吗？跟身份证似的，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今晚住哪儿啊？出了客栈，外面已经亮起了盏盏灯笼，路上行人清减了大半，陌生感强烈袭来。陆九婉沿着马路走，两侧的商铺也都陆陆续续关门了，放空地行走。城里住户密集，想找个地方搭帐篷都难。陆九婉原路返回，出了城门，又撞见之前一同进城的夫妻俩。本来想着在野外凑合一宿的，突然改变主意了。房车太招摇，住帐篷又懒得搭，主要两者都得早早起来收回空间。他们村里有住的地方吧？他有钱。陆九婉跟在两人身后，两人丝毫没有察觉，脚步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赶。孩子都该等着急了，快点快一点，
以后要送货还是早点来，这一番清点下来，轮到咱们差点出不了城。赶巧了，这回都这个点送货。娘子，你坐上来，为父推你。这身力气留着别处使，快点走。男人一听，耳朵烫了。娘子，快坐上来，为父力气多，晚上够使了。你脚程慢，为父推着你啊，一会儿就到家了，孩子等急了。别给娘子累坏了，晚上不许她弄。女人看穿他的小心思，戏谑地娇笑着，双手抚顺裙摆，侧身欲坐上马车，猛地见身后不远处一道人影。她吓得花容失色，跌跌撞撞地爬起来躲到丈夫的身后。男人护住她，看向这边。为何一直跟着我们呀？他认出是之前跟着他们的人，女人也认出来了。你跟着我们做什么呀？我们不认识你啊！陆九婉走近两人，摊开手，里面是一个大银锭。有房吗？让我住一晚。女人愣住了。你是李大善人家的女儿吗？我姓陆，陆小兰。女人松了口气，不是就好，就怕惹上山贼，那可是要命的事情。那你脖子上？陆九婉摸了摸，一点小伤痕，她已经抹过药了，等过2天就抹点祛疤膏。没事，遇到野猪跑太快，被树藤勒住了。啊！哎呦，这太危险了，以后可千万注意了，想想都吓人。对了，姑娘，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家人都死了，投奔亲戚，路上马车受惊掉下崖了。女子一下就理解了，这可怜的姑娘没地方去，之前跟着他们也没能进城。钱就不收了，你今晚没地方住，我看了也不忍心，你就在我家将就一晚吧，明日再想办法。陆九婉把银子收回。走吧，陆姑娘，我家还有2个娃在等着呢，走快点儿。民宿就当去体验古代民宿了。陆九婉跟在女人身旁，男人始终没有说话。陆九婉问：你知道过锁怎么弄吗？我的随行李一起沉入江里了。过锁要去县衙办，还要请保人，你可认识什么人？我夫君姓周，你叫我周娘子吧。我当不了你的保人，听说最近动乱，轻易不放过锁，除非你能请到有权有势或者有名的人给你当保人。上哪儿去找？那就办不了，很多人办不了，都没法进城。什么时候这规定改一改就好了？去任何地方都要过锁？当然，不然你出门带着过锁干什么？帝江，上为了你赶紧废除这一条。下午的时候看见你，我们还以为你是李大善人家的女儿呢，吓得我们都不敢和你说话。原来你是不知道进城的路吧？李大善人女儿和我长得很像？那倒不是，我们也没有见过，只是他的女儿可怜，前几天被山贼掳上了山了，还以为是他逃出来了呢。这李大善人是我们江城的名人，善良仁慈，可怜哟，报官也没用，拿钱赎也没用。名人，陆九婉心思一动。渔村，皎洁月光照着黑麻麻的路，汪汪的狗叫声听得人心安。到了，陆姑娘，稍微等我一下。她朝隔壁喊：娘，我们回来了。屋里几人出来，站在门口，同时招呼道：回来了，哈哈，快进来吃晚饭。周娘子被2个孩子拉扯着，拿出3根糖葫芦，给自己孩子1人1根，给屋里孩子1根。不吃了，回去吃。这是陆姑娘一个人找亲戚，过锁丢了，今晚住我家，我回去收拾一下。哦，行。他们打量着陆九婉，陆九婉瞧着这些人都挺正常的，不像他看的故事书里的那些刻薄尖酸啊。来，陆姑娘，你今晚就住在这间吧，是孩子们住的房间，晚上他们和我们一起挤一挤就是了。陆九婉瞧他一眼，收回视线。你相公估计会恨我，那身力气还憋着没使，可能现在正满心期待的等着呢。我来换一下被子褥子，正好买了新的布料，刚缝好，正打算给换下来呢，天气冷了。陆九婉到处看了看，条件简陋但是干净，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异味。麻烦了。哎呦，不麻烦的，你坐着等我一会儿。
很快就收拾好。周娘子一边收拾一边跟他聊天。一个女子在外面行走很危险的，就像前几天，听说李大善人家的小姐只是从寺庙烧香回来，光天化日之下都被山贼给掳走了。她出门还都经常带着丫鬟和小厮的呢。你一个人，哎呦，长得跟仙女似的，身段又好得很，哎呦。周娘子替他愁，眼睛一亮。要不你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吧，然后找人去你那亲戚家报信儿，让男人们来接。我不怕。看他大晚上一个人跟着自己和相公，也确实像个虎的，虎头虎脑的。这下他更担心了，这姑娘真是让人操心。唉，那个大善人就这么算了，女儿不救了？要是不在乎女儿，他去救回来也不好使。李大善人找了好多人去救，没人愿意接这个活儿呀。给多少？不清楚呀，听说非常丰厚，特别舍得。那山贼一看这么舍得，就让人来跟李大善人说把女儿嫁给他，还要李大善人出嫁妆，不给嫁妆就杀了他女儿。这么厚颜无耻的山贼，真可恨呐！李大善人不敢不从，按照李丹在筹备东西，明天我们还要给他们送鱼到山脚下去呢。陆九婉听到了想听的答案，换好了床单被褥，周娘子到处收拾了一番。陆姑娘，收拾好了，晚点可以直接休息。厨房有热水，你要是想梳洗泡脚，就来厨房取水，盆也在那边，先休息一会儿。晚饭好了，我叫你。我吃过了，让人买了饼，不饿，我去洗脚。他跟着周娘子一起到厨房，厨房温暖，火光温馨，两个孩子坐在灶台前嘻嘻哈哈，男人在灶台边忙碌，灶台上热气腾腾。陆九婉走到灶台边，低头往里瞧了瞧，酸菜水煮鱼香。男人往旁边避了避，这女子有点异乎寻常。周娘子看明白了相公的表情。香不香？我相公的手艺还不错，等会儿再一起吃点吧。算了，我撑不下了。他嘴巴饿，肚子撑。简单的洗漱完，陆九婉回房躺下，一盏小小的灯微弱的亮着。古代的房子隔音都不好，能听到厨房传来一家四口的欢笑声。夜幕降临，孤身一人，陆九婉吹了灯，给他家节约点灯油。再次醒来，屋里一片漆黑。相公，孩子们还在呢。不怕，他们睡得比猪还熟啊。娘子，我洗干净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男人隐忍兴奋的声音压低。那隔壁还有陆姑娘呢。呀，不怕不怕，那人看着有些傻，他听不懂。周娘子一想，确实有些，半推半就。陆九婉心想，老子傻，老子听不懂，哪个官儿跟你说的？老子玩的比你花，这隔音差的。陆九婉觉得有点烦，本来就孤单，这下硬衬的她更像个流浪小可怜了。听着听着又睡着了，再次醒来，窗户照进几缕阳光，外面是周娘子和她男人的交谈声。相公，吃完饭咱们就去把鱼送了，要送到山贼的老窝山下，咱们还是早去早回，和大家伙结伴去，可别落单了。我一个人去，娘子你不许去。你一个人推得动吗？他也不想去，万一被抢上山，他可怎么办？他以前好歹也是村里一枝花，只是现在年纪有点大了，20几了。不过相公说他越来越好看了。推得动，这有什么推不动的？我今天力气格外大呀。陆九婉一听他们要去给山贼送货，忙爬了起来。他的过所，早上又是吃鱼一大锅鱼。陆九婉一脸淡定地吃了2大碗。周娘子暗自感叹，这姑娘看着苗条纤瘦，饭量不小啊，和她男人一样的饭量。我等会儿就要走了，感谢招待。饭后，陆九婉对正在收拾碗筷的周娘子说：去哪里呀？你没有过所，进不了城。你家亲戚是住在城里的吧？要不要我帮忙？谢谢，我跟着你相公去。啊？你跟着我相公去干什么？找过所。哎呀，那可千万不能去呀！你怎么这么傻呢？那是山贼窝呀，过所没了再想办法。去那里你不要命了呀？我有办法能让山贼臣服，放心吧。周娘子心想，老天爷这是傻到家了。
一群人刚来到山脚下，便听到一阵嚣张至极的喊叫声。好了，赶紧清点货物。大当家说了，少一样东西就剁掉李大小姐的一根手指头。反正手指头没了也不会死，照样能用。大当家也不介意。大家吓得脖子一缩，一群山匪喽啰放肆地大笑起来。等清点完货物之后，山贼放行。滚吧，一群胆小如鼠之辈！走。周家男人走之前叫了陆九婉一声，陆九婉偏头看他，在你家床上放了一锭银子，就当是住宿费和饭钱。我要上山，你回去吧，我不会有事的。周家男人震惊，这人要上山？你疯了！他见山匪朝这边来，赶紧伸手要拉他，陆九婉避开。我是山匪亲戚，不用担心，我上去认亲的。男人震惊到无法言语，第一次正眼看他，戴着面纱看不清。他忙推着车飞快离开了。满脸凶横的山匪过来，其他人好奇也凑了过来。一群臭恶男人上上下下打量着陆九婉。吓破胆跑不动了。哈哈哈哈，不像，倒是像来寻仇的。你没说错，我就是上山寻仇的，我要杀了你们。他说话平静没有波澜，毫无威胁性。凶横的男人觉得很有趣。好好好，有点胆识，比刚刚那群怂蛋强得多。他上前伸手去摘他的面纱，陆九婉灵活避开。你们不配看我的脸，我是来杀你们的。好好好，杀，上山去杀。几个当家的都在山上，当家的最坏，去杀他们。先杀他们，再杀你们。走吧，带路。凶横土匪一脸欢乐。快快快，把东西都带上，上山。上山的路被山匪们都踩得光亮，一路上不远就有人驻守，把守还算严。到达半山腰，一眼就能看清土匪窝全部面貌。整个山寨窝在山里，显得隐蔽。老子在上头这么久了，天天喝药怎么还没好啊？老子今天晚上就要洞房，你是不是故意的？赶紧给我治好了！陆九婉刚走到门口，就见一个魁梧的男人一脚将面前的柔弱男子踹倒。凶横土匪一脸讨好的进屋。大当家别生气嘛，这个医术不好，杀了换一个。他指着陆九婉。大当家快看，又来了个美人。大当家顺着他的手看向外面，一个身材秀丽曼妙的女人站在门口，虽然戴着面纱，可一看那轻盈的身姿，端庄的仪态，绝对是个绝世美人。哪儿来的？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说要来杀我们呢。我说山上人多，来山上杀啊，他就跟来了。大当家一愣，有意思，有意思。木头美人好啊，心思单纯不犟。你前几天掳回来的女人在哪里？你是来替他报仇的，他还没死，被我关起来了。本来今天跟他成亲的。他走到陆九婉面前，笑得很自信。美人啊，把你的面纱摘了。关在哪里了？大当家没回答，抬手摘他的面纱。陆九婉见他不回答，轻啧一声，抬手。大当家魁梧的身体僵了2秒，慢慢往后一倒。巨大又陌生的声音将一行人都震慑住了。回过神来的时候，见大当家已经倒在地上，额头中间流着血，眼睛大大的睁着。死了，这一看就是死了。凶横土匪是真没想到啊，他把大当家诅咒死了。这女人，他妈的，他没撒谎，他真是来杀人的。角落里，白衣男人怀荣看着他，激动的红了眼睛。大当家死了，太好了！山匪都掳女人，他是第一个被掳的男人，只是因为他医术好。我不是山匪，我是被绑上来的大夫。我知道前几天被绑上来的女子在哪里。陆九婉平静地看了他一眼，侧目对着屋内说：“出来。”屋子里几个女人哆哆嗦嗦地出来。别杀我们，别杀我们，我们也是这几年被绑上来的。他当家让我们过来给他铺洗床，我们也是被迫的。他们跪在地上哭兮兮的，2个中年妇女脸上除了害怕还有一丝恐慌和担忧。2个年轻的，其中有一个还怀着孕，另一个抱着小孩。抱小孩的有点麻木失神，怀孕的女人害怕的情绪中透着痛快。陆九婉眉头紧蹙，也许一开始他们都是被抢来的，
但是时间久了已经习惯了。特别是2个中年妇女，内身打扮光鲜，一看在这山匪窝里就没怎么吃苦头。进去，把门关好。只要不拦着他救人，女人和孩子他都不管。几人忙进去关了门。陆九碗将用眼神示意白衣男人带路。怀荣利索地反应过来，引着他朝外走。大当家把他关在了后面祠堂里，等着今晚拜堂成亲的。那女子要自杀，被绑起来了。人刚踏出堂屋，已经有山匪跑进了院子，正和2人对上。他们惊愕地看着地上的尸体。来人，有人杀了大当家，快来人啊！他们一喊，正朝这边来的人立马加快了脚步。怀荣惊恐地止住脚步。好多山匪！陆九碗举起枪，来一个倒一个。带路。怀荣见他如此厉害，那些人还没有靠近就倒下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武器？这到底是什么呀？只听过刀、长枪、剑、弓这些武器，这东西也太厉害了吧！内心的震撼已经难以形容。他绕过院子往后走，山匪越来越多。快，抄家伙！这女人杀了我们好多人！壮周，把人都叫来，这女人手中有暗箭，大家小心！山寨中响起了钟声，这钟声只有在山寨遇到紧急危险的时候才会响起，已经好多年没响过了。今天响了，大家都提起了精神，整个山寨也陷入了紧张当中。在这里，快！一个个凶悍地追在陆九碗身后。陆九碗淡定地把步枪换成了冲锋枪，转身站定，开启扫射模式。这边也有人。蹲下。怀荣立马听话地蹲下，听见几声砰砰响，他朝后看，身后的人全都倒地身亡了。他忙站起来朝祠堂里去。又一批人赶到，陆九碗不急不忙地换子弹，和他干架。没有枪，你还玩个锤子？后屋一间昏暗的房间内，一个粉衣女子被五花大绑，容貌清秀，眉眼清冷，眼里有决绝和坚定。砰！门被打开，他看向门口，一道白色身影匆匆忙忙进来。他眼里的光暗了暗，他还以为是官府的人能把山寨灭了，柔弱的大夫能做什么？白衣大夫遵照大当家的命令，每天会来看看他有没有弄伤自己。姑娘，我们是来救你的，我现在就给你松绑。李轩儿被松绑了，却不动。一个柔弱大夫，一个女人来救他，他们想干什么？外面那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逃得掉？谢谢你们来救我。虽然他现在搞不清这2个人为什么要来救他，明明都不认识。我不能连累你们，连累我家里人。就算逃了，我家里也不能幸免。我把山匪都杀光，没人寻仇。你说什么？陆九碗没回，他侧头看向外面，收回视线道：在屋里等着，我把他们杀光。身后2人看着陆九碗淡定潇洒的背影从房间内出去。杀光。祠堂外，山寨所有山匪都朝着这里逼近，脸上是嗜血的表情。再也没有人敢轻视这个女人，杀了他们那么多人。他们朝祠堂围拢着，小心翼翼渐渐靠近，脸上的表情是陆九碗司空见惯的平静的凶残。陆九碗扫视着这些人，大概100多人，100-200人的山匪窝，怪不得官府没有办法。他垂落在袖中的手抬起来，众人只见他手中一个圆圆的东西，手指一扣，弹簧弹开，然后扔到人群里。手榴弹的爆炸半径10米左右，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和飞溅物，但是3个手榴弹根本杀不了这么多人。手榴弹扔出去，陆九碗手持冲锋枪开启扫射，风吹过，掀起他的半边面纱，露出半边绝美的容颜。怀荣和李轩儿2人趴在门缝后瞧着，只见他背影从容，站姿放松，手中的武器威力十足，面前的人翻涌着倒下。2人被冲击，傻愣愣地看着，在热武器面前，冷兵器根本没机会近身。山匪们终于知道怕了，幸存的人开始往各个方向逃命。陆九碗站在原地，记下每个方向所逃的人数，换了狙击枪，远距离瞄准。这些人逃出去1个，都是对无辜百姓的潜在威胁。1个、2个、3个，逃跑的人惊恐不已地看向身边倒下的人，怎么这么远都能被杀？他们更加拼命地逃，却终究没有1个人逃掉。屋内2人已经呆若木鸡，心跳麻木。走了。清雅的声音将2人喊醒。怀荣咽了下口水，哆嗦着对李轩儿说：
走，山贼都死了，你可以放心的回去了。反正女侠不杀他们，不用担心。两人出来，震撼又小心地跟在陆九婉身后，不敢直视满地的尸体向外走，却见陆九婉并没有直接带着他们出山寨，而是来到大当家住的地方。在外面等我。他将今天李家送来的所有东西一一收进空间里，厨房和仓库相通，顺便把仓库大部分粮食、蔬菜、水果、肉也收了，边边角角就算了。怀荣和李轩儿两人在外面等着，各自沉默，不知道这女侠到底在找什么。女侠，你快点出来，厨房要燃了！屋顶上的青烟越来越浓，怀荣焦急地喊。李轩儿迈脚正要去看看，陆九婉从里面出来了。走，去你家。他对李轩儿说。李轩儿清冷的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点了点头。好。救命恩人要去家里，家里好好感谢一下是应该的，就算不去他也应该邀请。怀荣抿了下唇，悄悄看了眼陆九婉，沉默地跟在两人身后。到达山脚，陆九婉瞟了眼怀荣。你可以走了。女侠，我可以跟着你吗？陆九婉悠闲地走着，手上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2个水汪汪的大鸭梨，递给李轩儿一个，在身上擦了擦，取下面上的纱巾，咬了一口。不可以。李轩儿看着手中的鸭梨，眼珠子往右侧了侧，余光悄悄看向他的袖子。刚刚在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和厨房里找半天，就为了找这2个梨。突然想到他的武器。姑娘，你的武器往哪了？怪，为了2个鸭梨把武器都丢了。怀荣无语。女侠你不用管，快走，去你家。如此厉害的武器不要了。怀荣心跳得快快的，扔哪儿了？他想去捡。真的不要了？陆九婉往前走，见身边没人跟上，回头他生动咀嚼的模样充满大大的疑惑。走啊。姑娘，你扔哪儿去了？我去捡。我也一起去，我们1人1件。陆九婉愣了下，片刻后哈哈笑个不停，两人被他笑得渐渐红温。女侠，我们是认真的，你扔厨房了还是哪个当家的屋里了？完了，不会已经被山上的人捡了吧？我什么时候说扔了？那叫枪，是种机关武器，可放大缩小，非常精妙。他往袖子里掏啊掏，一把袖珍的枪摊在手心。怀荣和李轩儿两人脑子里只有满脑子的疑惑和不敢置信，就像是收满了铁锈的发条，想转但是转不动。这真的不是骗人的吗？威力那么大的东西，就是这么个小东西。快点，走了。陆九婉收了枪，放回衣袖，进了空间。李轩儿暗自调整了一下辛苦的心情，跟上。怀荣局促地站在原地，思忖了几秒，厚着脸皮跟上去。女侠，你就收下我吧，我是一名大夫，我聪慧好学，医术也还可以，假以时日，我一定会成为名医的。陆九婉嫌弃的道。回家去。我没有家，我从小就是孤儿，爹娘死了，被大伯一家赶出来，到处乞讨。后来遇见了我师父，让我跟着当药童，我从小就跟着他认药学医。前2年他也去世了，我一个人靠着卖草药治病为生。1年前被山匪掳山上，今天被你救了。他声音哽咽，前些年的事情不觉得委屈，其实师父对他也不算好，他比别人家的下人还要累，只是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长大也还是很感激，后来也给师父养老送终了。你为什么偏要跟着我？我有老公，有丈夫了。不是，女侠，我怎么敢如此肖想？我是想跟在您身边当个小厮。我从小到大服侍我师父，我什么都会做，还会看病。我就是不知道去哪儿，也不想孤身一人。1年没回去，我师父的房子估计早就被风吹垮了，门板都被邻居捡回去烧了吧。陆九婉看着他想了想，有个人鞍前马后也好，还是个自己送上门的，还是个无牵无挂的孤儿，完美。跟着我也行，我要求绝对的忠诚，若是跟着我的时候敢出卖我，图谋不轨，我有比枪更可怕100倍的东西。好，我忠诚，绝对忠诚。跟着这么强的一个女侠，就算是做下人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好吗？而且女侠不，她家小姐心地善良，锄强扶弱，一看就是个好相处的主儿。小姐，你真的已经成亲了？真的非常非常好奇，这样的小姐
会配一个什么样的姑爷？李轩儿也好奇地竖起耳朵，十分好奇。成过。已经和离了吗？李轩儿觉得这没什么不敢相信的，谁压得住这姑娘啊？一半里。什么意思啊？别管他，走吧。两人一头雾水地跟上，明明说的每一个字他们都能听懂，但是合在一起就不懂了。他尝试着问：小姐，那去了李家之后，我们是要回去找姑爷吗？一半离的意思是姑爷外出了，许久未归家，所以小姐这是出来找姑爷了吧？她应该没猜错。找姑爷。小李，你没有过锁能进城门吗？小李，李轩儿反应了一下，是在叫自己。我叫李轩儿，你可以叫我轩儿。我叔叔在城门当差，能进去的。那我们呢？我和我小弟怎么办？姑娘，到时候委屈你们，装一下我的婢女和小厮，我叔叔在，不会被严查的。关系户啊，你爹有本事帮我办一个过锁吗？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如果给官府报告是你灭了山匪，他们一定会给你办的，这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一行三人，陆九晚悠闲，李轩儿沉重，怀荣叽叽喳喳了一路，说了好多山匪的坏话。行至城门，正是傍晚时分，城门口当差的共4人，2人管进，早上忙碌；2人管出，傍晚忙碌。老李，你大哥家真的把家人送过去了？那能有什么办法？怪我没用，只是个守城的，救不了他。不怕山匪赖上呀？说送就送。土匪凶残，别说看手指，就是杀人他们也不会眨眼。我大哥哪敢不送啊？也是啊，山匪那么多，官府也不可能派那么多人救一个小女子呀，那得损伤多少人啊？那也不能这么说，不光是为了我家侄女，山匪不灭的话，百姓终日不得安宁。那一片到现在都没有人敢去。我听到一个绝密的消息。什么？晋王和遗诏的事情。听说了，这里离南京城也不算远，今早听说的，估计等登基大典过后，告示就会下来。所以啊，原先咱们大人上报多少回了，请上面派兵除山匪，一点回应都没有。这回新皇登基，不知道这回能不能判下来啊？晋王爱戴百姓，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只是啊，可惜要是早几天登基就好了。叔叔。一声清淡的声音让老李2人收神，才发现已经有人走到身旁。老李定睛一看，轩儿，你这是，你怎么回来了？李轩儿将他拉到一边，平静的道：我能平安回来，幸得这位女侠相救。如今山匪已经被女侠灭了，叔叔，你快通知官府上去看看吧，万一有漏网之鱼，也不要放虎归山了。什么？轩儿，你再说一遍。他看了眼侄女所说的女侠，这不是昨天那个没有过锁，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大小姐吗？陆九晚抬眼看她，是昨天问她要过锁，还要抓她的人。叔叔，你耳朵好着呢。老李尽管不信，但是侄女儿从来稳重，一个字都不会乱说的。他有点混乱。好，你现在该做什么？对，我赶紧把你送回去，然后去官府找大人报告这个事情。叔叔，我想请救命恩人去家里好好感谢一番。当然，那是当然，等确认过，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不要你说，就是全城的百姓都会感谢他的。走，我带你们回去。旁边的官差没听到2人的对话，但对李轩儿竟然好端端的回来这件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他被掳上山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山匪怎么可能放过他？老李过来将他带到一边，说了2句。老钱震惊的同意了，一双眼睛不可思议的盯着陆九晚。老李带着3人进城，陆九晚昂首挺胸的跨进去，走后门比翻墙光荣多了。李轩儿一直垂着头，生怕被人看到的样子，刚进城没有人认识他。可到达李家宅邸附近，认识的人就多了。老李一路狂奔到官府。什么事？说。大人，山匪已被灭。什么？谁干的？本官的折子今天刚呈上去，朝廷就派兵来了。不是，是一位女侠。我侄女前几日被山匪掳走，您知道的，但刚才已经被女侠救回来了。一位？
确实是一位。我侄女从小到大说话从来不偏不倚。不管如何，先派人去探视一番。要是真事儿，本官定当好好感谢这位女侠。官府派的人快马加鞭到达土匪山，暮色苍茫的山寨里寂静一片，山寨里遍地尸体，所有官兵震惊到头皮发麻。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一个人能杀掉这么多人？这什么武器？这么小的伤口，弹弓？放什么屁呀！弹弓能杀这么多人？老子明儿就好好的看看这个女侠到底是不是有3头6臂。众人一脸不信。黑夜降临的时候，陆九碗洗漱完，被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地请到了饭桌上，一桌子丰盛的饭菜看得他饥肠辘辘。感谢女侠对小女的救命之恩，还不知女侠芳名啊？陆小兰，大小的小，兰花的兰。明天劳烦你帮我去办张过所，若是还有其他信息要填，你随意填。好，没问题，这都是小事。女侠真是个爽快之人。怀荣，你有吗？没有叫李善人一块帮你办了。我也没有。李大善人连忙说道。没问题。李夫人长得慈眉善目，笑容温婉。陆姑娘长得这般柔弱漂亮，却不想有如此高强的武功，真是世间难得一见呐。除了过所的事情，姑娘没有别的什么想要的吗？陆九碗想了想，多给我做几身好看的衣服。就这样。夜里，李家声势浩大的给陆九碗布置房间，一间客房愣是给他们收拾的比大家闺秀的房间还要奢华漂亮。陆九碗毫无心理负担，在丫鬟的伺候下梳洗干净，一身轻松的躺上床，闭上眼，脑海中蓦然出现帝江的模样。陆九碗睁开眼，漆黑的房间也还是他的模样。这人怎么在他的脑子里生根啊？小无赖。而南晋城皇宫内，帝江仍在伏案忙碌。帝玄义在位的时候不谋政事，他一边要熟悉朝政，一边还要处理旧事。沉积已久的折子翻开，江城山匪猖獗。第二日一大早，李家外面传来一阵热闹的声响，敲锣打鼓吹唢呐，声音越来越近。老李满脸喜色地跑进李家，还没见这人就大喊：大哥，女侠呢？大人亲自来了，带着奖赏来了。李大善人已经听见了外面热闹的声音，也是一脸喜色。快，去请陆姑娘。陆姑娘，官府的人来了，老爷让我来通知你。知道了，这就来。本官在此感谢陆女侠救我江城百姓于水火之中。山匪猖獗，本官在位最大的心愿就是除了这山匪，今日终得所愿呐。举手之劳。举手之劳。众人面面相觑。官府大人接话道：来人，把奖赏抬上来。众人让出一条道，四人费劲儿地抬着2口箱子上前来。打开，白花花的银子在阳光下反射着银白的金属光泽，众人哗然。陆九碗小眼神悄悄亮了亮，好多银子。这是白银1000两，请陆女侠收下。本官多次发布悬赏告示，谁能灭了山匪，赏白银1000两。女侠灭了山匪，自然这赏银该是女侠的。周围人眼中满是羡慕，但也知道这点银两并不是凭运气就能拿上的。白银1000两很多，但是对于用来剿灭山匪来说并不多。山匪凶残，且人数那么多。陆九碗点头，怀荣，收下。是。官府大人见陆女侠爽快地收下白银，爽朗地笑着。陆女侠不愧是江湖中人啊，行事爽快干脆。本官好奇啊，为何女侠年纪轻轻就学得这般本事，实在叫人震撼啊。天生习武奇才，从小接受训练，不足为奇。不知女侠师承何方？师傅他老人家不让说，无可奉告。那不知女侠为何行至江城，又恰巧途经山寨灭了山匪？那啥来着？身份证叫啥来着？没有盘缠了，听说抓了山匪有赏银，现在看来果真如此。众人欢乐地笑着，这女侠真是个性情中人，有什么说什么。而此时全城已经贴上了告示，女侠陆小兰凭一己之力剿灭山匪212人，江城忧患已除。官府大人离开的时候，陆九碗朝李善人使了个眼色，李善人马上明白，跟着去了。
陆姑娘饿了吧？耽误了一早上，走走走，进去用早膳。陆九婉刚转身，就见外面一行人走了进来。李夫人见到这些人，面色瞬间就沉寂下来了。她站定，安静地唤了旁边的丫鬟，带陆姑娘去用膳。又朝门口走来的一行人道：亲家今日怎么来了？有话屋里说吧。进屋就不必了，李夫人。李夫人脸色越发难看，看见门口那么多人围着看热闹，还是进屋坐下慢慢聊吧。李夫人不必遮遮掩掩，我是媒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就在这里明说了吧。李夫人有所准备，但还是大受打击，身子踉跄了一下，被陆九婉扶住。从轩儿被掳走那天开始，周家对他们家的态度就大变了。昨天轩儿回来也不见来问候一声，这是他有所准备，只是没想到周家这么绝情，为了自家颜面，竟然挑这个时候来当众退婚，故意引起这轩然大波。他们这是将轩儿往火堆里推啊！李夫人，是我周家对不起李家，今日我们是来退婚的。身后中年男人走上前，话里道歉，腰却直挺挺的。就说肯定会来退婚的，都掳上山了，哪里还有什么清白可言？哎，也是可怜呐，李家这个女儿可谓是才貌双全，原先和周家大郎都是顶配的。不是我说，换做我宁愿一头撞死，也不愿意回来，丢脸呐！哎呦，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这话说的，不是逼人家去死吗？议论声四起，李夫人气得脸都白了。退婚可以，拿出证据，轩儿可有什么过错？若是没有过错，就是告到官府，这婚也不能退。男人还没有开口，媒人尖声说着：当初受周大官人所托上你家提亲，是看你家李轩儿名声好，容貌家世相当。如今你家女儿是个什么名声，就不用多说了吧。你李夫人气得要晕倒。就那个长得像癞蛤蟆的，和李轩容貌相当，你瞎眼了吧？一道清冷鄙夷的声音让大家都看了过去。周家大郎一进院子，眼睛就落在了陆九婉身上。他从来没见过这般绝世倾城的女子，清冷美艳，翩然若仙。他怔住良久，身后传来无数道笑声，才反应过来真的是在说自己，顿时怒火充盈胸腔。本人长相如何，大家都有眼睛能看见，同样一个人是否清白，大家也心知肚明。周大郎，这人是陆女侠，刚刚杀了200多个山匪。有人悄悄提醒，周家大郎知道有个人灭了山匪，但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美若天仙的女子，一时之间又羞又愤，又胆战心惊。谁心知肚明？我倒是要挖出来看看。他不愿意管闲事，但是李轩一家还不错。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周大郎腿有些软。我同意退婚。我李轩儿虽然被掳上山，但清白仍在。周家薄情，不值得我嫁。我李轩儿在此主动提出退婚。陆九婉这时候才强烈感觉到，这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女人的清白是悬在女人头顶上的一把利器。一场退婚结束，已经到了傍晚。陆九婉一个人坐在餐桌旁，慢慢用着丰盛的晚餐。怀柔那小子不会把他钱私吞走人了吧？正想着，他一脸开心地回来了。小姐，银票。他将厚厚一沓银票递给陆九婉，陆九婉双手接过，收下，昂了下头。坐下吃饭。买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差点以为你卷款逃了。我正准备提刀来找你。我又不是傻子，这江城谁敢抢女侠的钱？不要命了！买东西花时间，马车和物资我都已经买好了。马车买了最好最大的，你坐里面能舒服一些。咱们明天就出发吗？去哪儿？陆九婉有点为难，去哪儿？他歪着脑袋想不出来。你推荐一下。姑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吗？不知道。那就这样胡乱找。怀荣有点头疼。那一个个地方找过去，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啊？找个舒服的地方过冬吧，其他事儿过完冬再说。第二天早上，陆九婉的房门被敲响，他打开门，李家三口扑通跪在他的面前。干什么？陆姑娘，求你收下雪儿吧，
为奴为婢都可以。陆姑娘气质非凡，又武艺高强，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家的小姐。况且在这一天她接触下来，陆姑娘是个好相处的。陆姑娘，轩儿不宜留在江城，就算她一辈子不出嫁，我们也能养她一辈子。可是流言蜚语是伤人无痕，轩儿恐怕承受不住。他们担心轩儿郁郁寡欢，久成心病，心病最难治。陆姑娘，只要你愿意收下轩儿，我们愿意分割一半家产出来，只求你肯收下轩儿，善待她。轩儿从小就聪慧，算术好，悟性高，做生意算账一点错都不会出。跟在姑娘身边，姑娘也省心。他们是没有办法带着轩儿去别的地方生根落脚的，不切实际。陆九晚看向李轩儿，他始终跪着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刻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可以，我答应了，起来吧。谢谢陆姑娘，谢谢。轩儿，给你家小姐磕个头。李轩儿一滴眼泪砸在地上，头磕在地上。轩儿，谢谢小姐。我不恨人背叛我，因为背叛我的人没有任何辩驳的机会就没命了。同样的话我也要对你说一遍，跟着我的人要求绝对忠诚。是，轩儿一定牢牢记在心里。陆九晚满意点头，拍拍他的肩膀。行了，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看看不就是了。听到还可以回来，一家三口眼睛都亮了。真的可以吗？当然。陆九晚淡淡说完，对李轩儿抬了抬眼。李轩，叫你爹分你钱，一半家产，说话算话。李大善人将一匣子银票递给陆九晚。陆姑娘，金银你们带着路上不方便，我特意全部换成了银票，请您收好。陆九晚让李轩儿收下，李轩儿只是以为小姐叫他先收着，便很快收下了。李夫人带着丫鬟小厮们提着包裹行李送他们。这些都是干粮、被子、披风、手炉，这些你们一定用得着的。马上天寒了，赶路也冷，都带上。尽管怀荣已经买了很多，但陆九晚一点不嫌多，通通收下。马车内堆了一半，他和李轩儿上车，怀荣坐在前面驾驶。驾！第二日早朝，颁布从中，一人出班上奏。皇上，臣已经派兵前往江城镇压山匪，只是昨夜赶过去，今日一早他们便已经回来了，还带回来了这份江城的上报文件。明公公下去呈上来，帝将随意翻开，蓦然目光顿住。百官眼中，皇上正经严肃地看着文书，实则只有帝将自己知道，他的心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侠陆小兰一人灭了200多人的山匪窝。文书中似乎怕他不信，还详细地描述了发现山匪们的样子，奇怪又致命的伤口和对陆小兰的简单的了解。陆小兰，陆九晚，原来你在江城，朕还以为你能上天呢。知道他的行踪，帝将心情突然畅快轻松起来。只是白银1000两太小气。下面的人明显发现皇上看了文书之后，周身的气压都松快了些。江城山匪猖獗，多次上奏请求派兵剿灭山匪，朕批了奏折，但江城回书200多人的山匪窝已经被一位叫做陆小兰的女侠给剿灭了。众人倒吸一口凉气，200多人的山匪窝竟然叫一个人就灭了，这怎么可能？就算是最厉害的武将也做不到啊！拿去看看吧，文书上写得一清二楚。众人看完还是不敢相信，没有亲眼见过，只当江城的人真会吹牛逼。此事告一段落，一大臣出班，忧心地说：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后，如今登基大典已过，后宫空虚，该考虑选妃的事情。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后啊！谁说这没有皇后的？众人疑惑，皇后在哪儿？谁是皇后？陆家之女陆九婉，贤良淑德，蕙质兰心，秀外慧中，立为皇后，立后大典择期举行。百官朝臣此时的心情可以用非常复杂来形容。先不说陆家女适不适合当皇后，他们就先不说反对的话了，就说人呢，私下都在传被帝玄义挟持走了，死了。至于谁杀的，好几个版本。皇上，您说的是原来的晋王妃？正是。皇上，
不知现在人在何处啊？帝江扫视朝堂之下，百官各怀心思。曾经跟过帝玄义的人，黑暗的心底仿似亮起一道光。要是陆家的女儿都能当皇后的话，岂不是说明皇上不计前嫌，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开始的机会？天下太平，万民安康是朕最宏大的愿望。朕初登皇位，对各方百姓的需要以及各方风土民情不甚了解，愿望难以实现。然朕身居高位，凡务缠身，无法亲自微服私访。朕已命皇后到民间替朕体察民情，暗访监督去了。百官他们个个呆若木鸡，有时候人很难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震惊和无语的心情，就像他们。这……皇上，敢问这是真的？皇上，此言当真。朕是帝王，金口直言，如何会说谎诓骗你们？众臣纷纷上前谏言。皇上，您怎么能把皇后娘娘派到民间去呢？那皇后娘娘乃是千金凤体，哪里是能承受得了那般的辛苦？皇上，皇后乃一介弱女子，如何能堪当如此大任呢？帝江摆手。皇后不畏艰苦，一心为朕分忧，朕十分怜惜，仍要成全她一片全权之心。一官员英勇上前，道出大家内心真话。皇上三思啊！自古以来，后宫不得干政，这是长久以来不变的规定。皇后进入民间体察民情，便是干涉朝廷政治。后宫一旦干政，便会破坏朝局平衡，祸乱朝纲，更甚者，皇朝岌岌可危呀！皇上三思，后宫不得干政啊！后宫不得干政，更何况这个后宫之神还是他们的敌人的女儿，这叫大家如何安心呐？百官谏言一向都是在给皇帝施压，但帝江心中无所畏惧。皇后身为晋王妃之时，便处处替朕周旋，燕卑山更是不顾生死救朕于危难之中，后又助朕夺回皇位，朕有今日，皇后功不可没。他要表明陆九婉从始至终都是站在他的队伍里的，其次他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帝王一统天下，应当具备分辨是非之能力，知人善任，心怀大略，而非以外力相加，堵出妇人之口。后宫不得干政，不过是没有是非分辨能力，见不出良言妄语，无法左右自己言行举止之人的托辞，是对后宫女子的欲加之罪。古人云：孔子不能绝也，重为爱卿，饱读诗书。自古以来，古人言，古人也就是普通人，他们所说的话是否适应当下，各位慎重度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众爱卿要求朕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赌朕也要求各位爱卿能够学会思辨，不要遇到了事情只会古人云，离开古人便一事无成。百官根本没有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皇上今日竟然能说这么大一通话教训他们。众人纷纷哑口无言，因为皇上的话鞭辟入里，又向雇佣上前，十分恭敬的道：皇上所言甚是，臣一定谨遵圣言。其他朝臣余光四处扩散，慢慢跟随附和。皇上所言甚是，臣一定谨遵圣言。好吧，既然陆家的女儿可以当皇后，女人也可以议政的话，那选妃大典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帝江威严地扫视群臣，言语铿锵有力。朕的皇后不是那种只会后宫当中坐吃享福，等待恩宠的柔弱女子，即身为皇后，凤仪天下，便是与朕比肩之人，责任重大。朕此次拜皇后去体察民情，也是为了锻炼皇后，只有亲身经历，才能透彻理解百姓的需要，做好母仪天下的皇后。待皇后归来，册后大典如期举行。众人再不敢就这事再说什么了。皇上，既然皇后娘娘到民间体察民情去了，那选妃大典是不是应该尽快安排？如今后宫空虚，皇上枕边无人分忧，更无皇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帝江淡淡地看着他。周大人，不孝有三是哪三个？恶意屈从，献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世，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三不孝也。三者中无后为大。
看来周大人是真的没有将朕的话听入耳中。朕作为天子，最重大的责任在于国，天下太平，百姓安康才是朕最大的责任，也是朕对皇族祖先最大的教义。而周大人眼里只有小家，只会盯着朕的家事。把你们的眼睛放在各自的责任上，朕这天下太平、万民安康的愿望才能够早日实现。朕的小家，朕自己会管好，你们也管好自己的家事，朝下议论，朝堂之上旨意正事。周大人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悄悄退下。众人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个皇上和以前的皇上是不一样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心怀天下。也许这天下在他的手中真的能变得不一样起来。正当所有人沉默的时候，外面传来急报，来人被宣进来，焦急心慌的大声道：皇上，北陵起兵了！帝江早已经有所提防，改朝换代，趁机而入。北陵起兵，朝中可有人应战出征啊？没有人说话。前几年打仗都是当时还是靖王的皇上亲自去的，这几年松懈下来，更没有能担大任有经验之人。无人应答，我泱泱大国竟然连个出征应战的人都没有。朝中文臣对此事没有任何见解，武将也没有人堪当大任，平日里目光短浅到只放在朕的家事上。他就是要趁机敲打这些人，等他坐稳皇位，处理好眼前要事之后，这朝堂也该好好整顿了。无能之辈退出朝堂，能人志士才配站在他面前。宣慕白、元苍觐见。慕白、元苍两人踏进殿堂，这是他们第一次用这样正式的方式出现在百官面前。既然无人应战，那朕就亲自受将出征。慕白和元苍两人跟在他身边多年，又有战场带兵经验，是能才。如今跟在他身边有些大材小用，也是时候为国家培养一批能够拿得出手的武将。下朝之后，帝江在御书房召见了慕白和元苍，同时还有陪他进入燕碑山的一行人。能从燕碑山活着出来的，都是有勇有谋的人。如今他要重用。陆九晚三人已经抵达了新的地方，怀荣驾着马车进城，一边走一边看。小姐，我们现在找个客栈住下吧，洗漱，明天再出发。不着急，多玩几天再走。咱们不是来找姑爷的吗？你怎么比我还着急？怀荣表示我好奇呀，到底什么样的人能降得住姑奶奶您啊？马车慢悠悠地走着，身后传来颇大动静。怀荣转头看到一群官兵朝这边来。最新告示，天下易主，太上皇篡改圣意，谋夺皇位，晋王扶正去邪，今已扭转乾坤。官兵急匆匆而来，一便四散开来张贴告示，一边将告示上的内容念了出来，防止有人看不懂。陆九晚三人的马车静静地停在空旷的大街上，周围没有一个人。所有人都围了上去，看得懂的看不懂的都激动地冲了过去。人群中传来热烈的讨论声。陆九晚坐直，掀开车帘，安静看着外面。帝江当皇帝了，要是他还在他身边，不知道他现在是皇后还是死后。李轩儿看见小姐脸上流露的一抹黯然，心底有些奇怪。然而再看，小姐的脸色已经恢复如常。这场热闹久久未散，平静无波的生活中突然传来这样大的一个消息，让所有人都精神为之一振，直到满足才散去。怀荣，走。路过一家酒楼，看着人多热闹，陆九晚带着两人走了进去。古代应该还没有排队营销的恶习，人多说明这家好吃。一进去就见有人坐在厅堂后方的高台之上说书。话说呀，那陈玄察觉到女王大人情意绵绵的眼神，波澜不惊的内心竟然像是被人扔了一把小石子，涟漪泛滥。老书见老乡，事实证明没有排队营销，也有别的营销手段。总之，做生意就是缺不了营销。好新奇的传奇故事啊！这怎么还有女王大人呢？只听过皇帝陛下。怀荣听得津津有味，再观李轩儿，眉目淡淡。李轩，李轩！陆九晚喊了两声，都没应，竖着耳朵听故事去了。陆九晚摇了摇头，从袖子里扯出一本书，拍在了李轩儿面前。李轩儿这才回过神，看见小姐傲娇的模样，顺着她的眼神看到面前桌上的书。女王和她的风流俏公子，
他淡淡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小姐，这是……怀荣转过头来，睁大眼睛，一把抓起桌上的书。小姐，你怎么会有？他迫不及待地翻看，李轩儿蹙眉看他，又眼神委屈地看向小姐。陆九婉一把抢回来塞他手里。怀荣委屈：小姐，还有没有多的？也给我一本啊，我也想看。陆九婉眉梢一扬，果真又掏出一本。怀荣嘴角咧上天：真的有？小姐，你怎么什么都有啊？你一定会法术，能变出来。这本是一本新书的底稿，你等下吃完饭拿去这里的书肆卖掉。小姐，你怎么会有底稿？难道说这些书都是你写的？他这才将底稿交给他，又摸出一本。先看这本。怀荣彻底惊了，看向小姐的轻飘飘的袖子，震撼地接过书，看见书名又是一惊。死后才知我是王爷的爱而不得，这死了还怎么知道？鬼故事啊！李轩儿抽空看了他捧着的书一眼，继续埋头进自己的书里。这书和他曾经看过的书都不一样，文风、书写格式、遣词用语等等全都新奇不已。两人看书，菜上来也不理会。陆九婉一个人吃，津津有味。只是吃着吃着，就见对面李轩儿忙合上书放下，淡淡的脸上染了一层红晕，眼神有些不自在，悄悄一抬就对上小姐戏谑的眼神，脸更红了。小姐，真的是他写的？怎么敢拿出来，甚至还要拿去卖？离开的时候，李轩儿将书藏进袖子里，怀荣将书放进怀里，在此处停留了3天。三人把能吃的都吃遍了，拿到了新书才离开。时隔2天，帝江收到一本新书《王妃狂媚撩人，禁欲王爷蚀骨销魂》。帝江心想，不用看内容，光看书名就知道是谁写的，还写上自传了。人呢？属下找到邺城的时候，人已经离开了。去找，跟上，别砸到京城。他不亲自去，没人能把他带回来。但是他现在没有时间。帝江看了看旁边堆积的公物，又看了看一旁的书，将公物推到一边。他就给他半个时辰，倒是要瞧瞧里面怎么个狂媚撩人，又怎么个蚀骨销魂法。已是夜深人静，御书房灯火通明，明公公伺候在一旁，瞌睡都快打到地上去了。皇上到底在看什么？看得这么津津有味，不知疲倦，一动不动的。皇上，夜深了，您该歇歇了。你下去吧，朕还有点政务没有处理完。帝江头也不抬，让他走。皇上，您明日还要上早朝呢。下去。是。等他走到门口，帝江从书中抬头。明公公，明日开始让人整理后宫，该扔的扔了，该修的修好。皇后喜欢大房间，要通透宽敞，把那些碍眼的隔墙给正拆了，种些花花草草、果树什么的。皇上，马上就是冬天了，这果树……先把多余的宫墙拆了，种一些冬日里能存活的花卉。是。皇后的宫殿改名叫西兰宫，放一些珍贵的兰花装饰，其余的好好布置，以居舒适为主。是。下去吧，明日就去办。按照他的性格，有一天自己回来了也说不定，一定要先把他的宫殿布置好，回来看到也能舒心一些。明公公走后，帝江还在继续看书。他看书的时候，习惯性地带入自己和陆九婉。等一本书看完，帝江才惊觉天色已经微明。他将书合上，也不厚。他一向一目十行，这样厚度的书，只要不是太过于晦涩难懂，半个时辰足以他看完。该死的女人！一本书看得他心潮澎湃，满脑子都是她娇媚可爱的模样，却只能强压着火气，起身走到旁边挂着的一张南晋国的详细地图，手指从南晋城划过，落到江城，最后落到邺城。接下来他会走到哪里？灰蓝色的天空飞快划过几只飞鸟的痕迹，马蹄声和车轮声交织，道路两旁五颜六色的树叶被风一吹，哗哗地落。陆九婉躺在厚厚的棉被上打着呵欠，最近总是瞌睡连天的。小姐，要不要吃点水果？懒得吃。我喂你吗？懒得嚼。怀荣望了望天色，对里面说：小姐，天色有些沉了，可能要下雨了，咱们找个地方停下来吧，
距离下一个地点还很远，估计天黑之前咱们赶不到。找个地方住一晚再说。摇着晃着，陆九晚又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马车内一片漆黑，穿林打叶的雨声格外清晰。掀开车帘一看，外面山野被黑暗笼罩，张牙舞爪。马车旁的跳跃的火光驱赶内心的孤寂感。李轩儿和怀荣两人找了个好地方就停了马车。小姐已经睡着了，两人将马车顶上的油布展开，搭建成一个棚子，捡了柴火回来，生火，架上铁壶，烧水煮茶，架上铁板烤肉。这些都是小姐让他们准备的。这雨不够大，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除了吹过来的风有点凉，他们在这里面丝毫不受影响。小姐，你醒了，喝口热茶醒醒神。陆九晚过来坐下，端起茶杯喝了口，温度刚好，头脑也清醒了些。怀荣笑着将早就备好的牛肉和饼放到铁板上开始烤，吱吱吱的声音显得很热闹，让周围都变得温馨起来。小姐，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这油布立马就用上了。陆九晚干涩的声音略显得意地笑了一声。指望你们两个生活小白，现在就是一只落汤鸡。小姐，把披风披好，今夜风大还湿。陆九晚披上披风，瞅着铁板上的肉没有胃口。李轩，我要吃葡萄。小姐，葡萄不宜存放，咱们就买了一点儿，你路上吃完了。我要吃苹果。小姐，您说苹果不好吃，咱们只有梨和橘子。让橘子来见我。李轩儿抿着笑，去车上拿了几个橘子下来。三人吃着烤肉，吃着水果，品着茶。陆九晚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人默默看着小说。他一个人在中间吃着橘子，想看手机联网的那种。雨在黎明来之前就停了。第二日天清气朗，阳光明媚，马车悠悠扬扬地赶往他从来没有到达过的地方。突然，嘘！怀荣吓得忙勒紧了缰绳。前方道路上，几人手持长剑，脸色坚定地拦住了去路。你们是干什么的？他看着他们手中的长剑，又害怕又莫名。这些人看着不如山匪凶神恶煞，却让他感觉更加害怕。他的话并没有让几人有任何反应，他们很快持剑朝马车杀了过来。就在他们近身的时候，陆九晚掀开帘子，手中的枪飞快对准，砰一枪，其中一人闻声到底。旁边的几个同伴看了眼他的倒下的尸体，脸上露出难以相信的眼神，但很快就振作起来，一边提防着他手中的暗器，一边持剑出击。这一切都在眨眼之间，他们太快，距离太近，无法用枪。陆九晚飞快收了枪，夺过怀荣手中的马鞭，抽了一下马儿。马儿吃痛受惊往前跑，他跳下马车，动作狠厉地盘旋在几人之间，几招之间就能看出这些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招招致命。和山匪不一样，他们动作迅猛敏捷，招式熟练，杀气十足。近身作战，他很难找到机会开枪。往前走了不远，怀荣和李轩儿已经驾车回来了。陆九晚满意的等在原地。小姐，你没事吧？小姐，有没有伤着？没事，上车吧，赶紧赶路。我今晚不想露宿山野了。杀了神，他感觉身上有血腥味儿，想着有点作呕。车上，怀荣谨慎地驾驶着马车。小姐，那些人是谁呀？为什么拦住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是上次的山匪？有外出不着窝的，回去发现被灭了门，来寻仇了？不是，山匪一个个像250似的，这些人精明灵活，是专业的杀手。250是什么？怀荣不解，陆九晚也懒得解释。梅城，一座热闹繁华的城。进入城内，拥挤在人群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的气息。找了家最好的客栈住下，一路坐了4、5天马车，又遇到杀手，三人都累了。深夜，陆九晚虚地睁开眼睛，深吸一口气。还有完没完？他坐起身，手中出现一把枪，装了消音器，仔细聆听声音。3个人门被悄无声息地撬开，他快速从窗口跳出去，察觉到他逃离，3人忙追了出去。前后不过半个时辰，陆九晚原地返回，换了身衣服继续睡。第2日，3人出门吃早饭逛街，就听见大家一边做生意一边激动地讨论着。
听说昨晚大街上死了3个人，没人认领，也没人报官。啊，3个，这么多，这是做什么死了？谁知道呢？听说死的蹊跷，每个人眉心一点红，其他伤口都没有。李轩儿和怀荣两人同时看向陆九婉，怀荣压低声音：“小姐，昨夜又有杀手。”陆九婉淡淡的，一点不在乎的样子。李轩儿眉头紧蹙，心情沉重。小姐，这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吗？到底是谁一定要杀你呢？陆九婉昨夜只想着赶紧回来睡觉，快速崩了3人，没问，就算问也是浪费精力。他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来，但是有点烦，就像被苍蝇缠上了，一直在耳边嗡嗡嗡的。他也没招谁惹谁呀。难道是帝江？陆九婉回想两人的相处也算很愉快的呀，他人品也没那么差劲啊。那不是他还会是谁？算了，不想了。3人悠闲地用了早膳，怀荣手里提满了各种吃的用的。绕了一圈回客栈，途经一户，门前一棵高大粗壮的桂花树正开得繁盛，香飘10里。李轩儿仰头，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好漂亮啊，好香。他侧头见小姐在作呕。小姐，你没事吧？怀荣抱着东西忙上前2步。小姐怎么了？我靠，这花太他妈臭了！桂花家主人斜眼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你才臭，你才臭！回到客栈，陆九婉还在呕。怀荣放下东西忙过来。小姐，你没事吧？都离桂花那么远了，怎么还在呕啊？你不是大夫吗？快给小姐看看啊！小姐，我帮你把把脉。陆九婉哕着嘴说：“没事，桂花过敏估计是。”李轩儿看他时不时呕一下，担心死了，将他的手抬起来。小姐，大夫就在你面前，赶紧瞧瞧再说。见小姐没有收回手，怀荣忙将小姐的衣袖往外拉了拉，隔着衣服搭上脉。李轩儿一直看着他，等着他的回复。片刻之后，只见他的脸色瞬间一变，满脸震惊。怎么了？这个表情？陆九婉瞬间不悦了，紧盯着他，不要告诉他，他命不久矣。小姐，喜脉，你有孕了？啊？我怀孕了？怎么可能？我是穿越严选之身啊，不孕不育，1年来1次姨妈的天选之身啊。他眉头一松，想到曾经被帝江压着喝过的那1碗碗药，还是不信。陆九婉将手腕露出来，用右手给左手把脉，半晌之后又用左手给右手把脉。有什么区别？怎么把出来喂我娃娃的？小姐，常人的脉象是均匀跳动的，而喜脉是平滑流畅的。您就算要比较，也应该和轩儿比，而不是拿左手和右手比。不用罢了。肯定怀了，脑子告诉他的，怀了。陆九婉觉得匪夷所思，不可置信。这小肚皮平平的，里面能装一个娃娃，到时候还要慢慢膨胀变大。小姐，你干什么呀？不能拍啊！陆九婉收了手，无语凝噎。好色的女人果然坏事。好了，搞怀孕了吧？这回要么吃流产的苦，要么吃生孩子的苦。流产就痛苦一时，生孩子生完还要养，养了还要教，教了还不一定教好。女人怎么那么倒霉？这些事情凭什么男人不能分担一点啊？怀孕要女人怀，生孩子也要女人生，这人类世界还没有企鹅世界科学。怀柔，能整点悄无声息，不让身体发现就能把胎流掉的药吗？苦点也行。一句话将怀荣和李轩儿又惊得半死。小姐，你别乱说呀，这孩子好好的，怎么能流掉呢？姑爷要是知道了，该如何伤心啊？小姐，我就是个庸医，只会配养胎的药。说是一个人讨厌另一个人，得知自己怀了那人的孩子，定然是满脸痛苦和厌恶的。小姐的反应除了不相信自己怀孕之外，没有流露出任何类似的神情，可见小姐并不讨厌姑爷，这他哪能答应小姐胡来？3个人手足无措地坐在一起，默默无言。陆九婉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李轩儿则是深感责任重大，他还没有学会好好伺候小姐，就得学会好好伺候一个怀孕的小姐。怀荣则是想着，他是不是掌握了足够好的医术，来保证小姐从怀孕到生产能够顺顺利利的。又想着，
他是不是掌握了给婴孩看病的能力？他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研习医术。突然他想到什么，小姐，您真的是出来找姑爷的吗？怎么感觉你才是那个需要姑爷找的人啊？怀孕不足2个月，和姑爷分开也不久。见小姐不搭理他，他和李轩儿对视一眼，越发肯定了这个想法。从这一刻开始，两人的神经就紧绷起来。小姐大大咧咧的，他们得随时提醒小姐要注意。小姐，您别走太快。我就上个茅房，还能边走边上，能走多快？啊，小姐别动，我来，小心动了胎气。我就倒杯水，这胎气这么好动？晚上用膳的时候，李轩儿不让他动筷子。怀荣，你快看看桌上哪个是小姐不能吃的，端走。只要不是毒药，什么东西我不能吃，我都能吃。小孩还不能吃，这么娇贵，惯着他。李轩儿好好的清冷大小姐，这会儿像个操心的老嬷嬷。她感觉自己真正开始慢慢成长了，轻言细语的劝说：小姐，孩子还没成型，要特别注意才行。小姐只要不吃一些活血化瘀和凉性的食物，就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菜都能吃，没有加助产的东西。我都还没说要不要留他呢。用过晚膳，陆九晚一直在发呆。生，不生，生，不生。夜里，你跟着我做什么？我想跟你回家。我没家。你有家。我没有。你有。我没有。我带你去找。说着他朝前走，陆九晚下意识跟上，眼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结果终于到了，他抬头一看，皇宫。陆九晚吓醒了，他睁着眼看着屋顶，梦里的一切清晰又魔幻。进来。李轩儿进来伺候他更衣洗漱。小姐，女子怀孕头3月最关键，咱们还是先别走了，就在这里安心养胎吧。马车颠簸，容易伤到胎气。回想小姐竟然还和那群杀手打打杀杀的，他就心惊。既然决定留下孩子，陆九晚本也没有目的地要去。用了早膳去看看房，买个好点的宅子住下吧。李轩儿高兴了。好。3人在牙行负责人的带领下看了1天的宅子，陆九晚一一都否定了。房间太暗了，我娃怕黑；房间太小了，我活动不开，对娃不好；院子太小了，看不见绿色，压抑，我心情差，对娃影响不好。明明昨天还不想要孩子的人，今天处处都是娃。总之就是没有一个宅子是满意的。3人败兴而归。能不能买一块自己修？小姐，好像是有限制的，你没有户籍，就算有户籍，户籍上只有你一个人，也只会批1亩地给你。陆九晚他灵光一闪，不用只看没有人住的房子，不管有没有人住，先看上了直接上门高价买，总有人愿意卖吧。这样想着，行至无人的巷道，突然他敏捷避开身后锃亮的匕首，双手出掌击拳，迅速抵挡对手的连续攻击。这才看清对手竟然是个半大的孩子。什么情况？杀手变成孩子了？这一天天的来偷袭他，还叫他怎么安心养胎？陆九晚心底燃起一股怒气，招式变得更快更狠。对手明显是个半吊子，很快就不敌。陆九晚一掌击掉他手中的匕首，扣住他的手，将他控制住。你是谁？为什么伤害我们小姐？小孩12、13岁的样子，一脸冷漠，双眼冰冷，被抓住好像在他的预想当中视死如归。无影门的？小孩冷漠的脸上有点反应，他怎么猜出来了？陆九晚觉得他刚刚出招的方式和自己有些像，这不就是陆九晚以前在无影门训练的基本功？这样一联想，前面2波杀手也有相似之处，所有都是无影门的人。你们主子都死了，谁派你们来的？小孩不答。主子都死了，能控制你们的还有谁？现在还要来杀我，又是为了什么？陆九晚有点想不通，不过这个可以先不管。既然不让他好好养胎，那他只能把打扰他的人先通通灭了。那样的地方本来也不该存在，他直接把老巢灭了算了。你们先回去，我解决掉这麻烦就回来。他对怀荣2人说，2人都很不放心。但是这杀手一波接一波的，他们2个也没有任何办法，只有小姐自己能够解决。陆九晚将人带到更加偏僻的地方。带我去无影门，我可以饶你一条命。饶他一命，
并没有让小孩多动心，只是也开了口：“我不知道。”陆九婉不信，这个年纪的杀手应该还是在无影门的训练基地里，只有最终训练全部过关的人才会被蒙着眼送出无影门，派遣到各处据点执行任务。他一定是直接从无影门出来的。而无影门既然连孩子都派出来了，说明里面的管理层已经崩塌，没有人再严密地执行保密任务了。所以这小孩很可能趁机记住了出路。现在无影门已经没几个人了，内部大乱是最好逃离的时候。你确定要等他们内部重新被组织起来，换新主人，然后继续留在里面训练，长大当杀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你们？就算你放了我，我也没有活路。既然杀不了你，你杀了我吧。因为噬心蛊。既然知道，何必多问？我是谁，你应该知道吧？小孩摇头，只看了他的画像，知道大概位置，一路找来终于找到，只是有些好奇他知道噬心蛊。连我都不知道，我是你师姐。小孩震惊地看向他：“师姐，你背叛了无影门。”区无影门。对小孩来说，无影门就是地狱一般强大又恐怖的存在。就算现在里面大乱，也不是他有能力背叛的。他竟然说区。你有解药？小小解药。你带我去无影门，我给你解药。好。山长水阔，群峰林立，隐秘的云雾缭绕在山峦之间。陆九婉跟随小孩辗转2天，终于抵达目的地无影门。宋玉一路无话，进了无影门，脸色更加严肃紧张。什么人？陆九婉的手法越来越快了，看着对面2人缓缓倒下2人，宋玉冷漠的眼睛缓缓睁大，不可置信地看向陆九婉的手。陆九婉没空注意他，在这幽静的地方，枪声一定会将其他的人吸引出来。陆九婉一路往上，沿途袭击，枪法又快又准又狠。她现在怀孕，所以更加谨慎，绝对不能给对手反应的机会，不想近身搏斗。杀了20几人，四处便安静下来，没了动静。还没杀完。我知道。还有训练场。带路。那些站在瞭望台上的教员看着场中互相搏杀的孩子，就像看斗兽场里的野兽一样，没有一丝怜悯和人性。陆九婉静静站在场边上，脑海中属于陆九婉的记忆被一一唤醒。曾经的恐惧、害怕、伤痛和绝望在眼前淋漓尽致地重现。半年一期的生死决斗现场，每个场中只有1半的人能存活下来。在看到地上的尸体时，一滴不属于他的眼泪迅速凝结，掉出眼眶。宋玉惊诧地盯着地上掉落的泪水，缓缓抬头仰望着他。陆九婉眨了眨眼睛，关掉所有陆九婉的记忆，手中早已经备好的狙击枪远远瞄准瞭望台上的人，超远距离准确狙击。瞭望台之上，一具尸体猝然倒下，从高台之上掉入训练场内。这是答应你的解药，有多的给他们也分一分。无影门已经不存在了，你们拿了解药就可以走了。说完，他转身离开。身后的人听到解药2字，先是惊喜，让他们走的时候，却又一个个陷入迷茫。他们走哪里去？宋玉从瓶子里倒了一粒药出来，飞快吃下，然后递给旁边的人，跟在了陆九婉的身后。后面一个个传递着吃了解药，也默契的一个跟上一个。他们不用互相残杀的时候，其实是同伴，这时候他们孤独无依，只能跟着同伴走。长长的队伍就像一群找到食物的蚂蚁，连成一条线。回到前面，陆九婉沉重的心情放松了些，他满意的看着这里，很好，这里是他的了。找不到路？没有人说话。你不是知道路？出去的时候把他们带上。你要留在这里？这里现在归我了。这些尸体你一个人要搬到什么时候啊？陆九婉挑眉，却见宋玉转身对一群孩子说：把尸体抬下来，烧了。别烧，扔后山去。烧了，多恶心，还得处理更恶心的尸体。宋玉点头，扔后山去。现在天色不算早，进来的时候路程也不算短，他今晚不打算出去了，等明天再出去，把怀荣和李轩接来。陆九婉看着一群孩子抱着尸体去扔，他自己背着手站在原地，到处欣赏打量。那个小孩，你上来。陆九婉隔空喊宋玉，没有盘缠是不是？这些给你，拿去分。宋玉眼里闪过失落，没接。不要。
这里这么多孩子，你都不心动吗？我为什么要心动？我不吃小孩。这么多孩子，转眼就长大了，长大了能给你赚多少钱？你不算算？你想说什么？这小子心眼还挺多的。宋玉知道他知道自己什么意思，索性直说：你把他们养大了，他们以后赚的钱都是你的，到时候你不愁吃不愁穿，可以富足悠闲的过下半辈子了。那你算算，这么多孩子，每天能吃多少大米饭？我以后不愁吃喝，那我现在天天愁，有没有命活到他们给我赚钱的那天啊？可是他们也不是什么都需要你管的，只是需要一个大人和一个住的地方。至于吃饭的事，他们可以打猎，多的还能拿去卖。我们还可以帮你干活，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干，我们帮你洗衣服做饭。若是换做别人，他不会留下来，这里他只想逃离。可是他却看到他在训练场外流的那滴眼泪，一个会流眼泪的女人，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陆九婉沉默着，见他沉默，他继续说：而且我们有4个，再过2年很快就能出去赚钱了，到时候我们赚的钱都给你。你为什么要管他们？你这样的年纪，你可以回家，或者随便在哪里混2年，当个学徒就长大了，何必为了他们把自己卖给我？宋玉埋头沉默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管他们，只是就这样做了，因为他懂他们，也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我们没有家，被送到这里来的人都没有家，只有有用的杀手才会有人来认领，就算我们愿意自己回去，也找不到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送来了，以前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或许记得几个家人，但是那些记忆都很遥远了。陆九婉知道，比如说原身。其实陆九婉知道，从他没有阻止他们搬尸体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心软了。哎，先是收了2个大的，现在又收了一群小的。行，留下吧，把他们都叫上来，我有话要说。宋玉眼里闪着欣喜，忙跑到院子边上，朝下面挥手：都上来，快点！他们争先恐后地跑上来，按照平日里训练的样子，严谨地站在陆九婉的面前。陆九婉数了数，加上宋玉一共34个，男孩20个，女孩14个，这么多半大小子，几下就吃穷老子了。你叫什么？宋玉。宋玉求我留下你们，有没有想走的？既然没有人说话，那就是都选择留下。留下教授我的规矩。第一，我立的规矩必须要严格遵守，我是你们大家长，你们必须要服从我的管教。第二，要勤快，我不喜欢偷奸耍滑的人。第三，不准伤人，从现在开始，你们不是杀手，你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孩子，小打小闹很正常，但是伤人不行，杀人更不行。第四，忘掉从前的一切，一切从头开始，互相关心，团结友善，大的帮助小的，小的辅佐大的。剩下的规矩还有很多，我到时候一一列出来，贴在你们床头，每一条你们都要记住。现在做不到我刚刚说的这几条的，站出来。没有人站出来，这些好像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陆九婉点头：很好，既然如此，那从现在开始，我同意你们留在我身边。今日没什么事，下面有很多房间，自己去选。宋玉，明天给我交一份人员名单，姓名、年龄、性别，一一记录清楚。是，主人。别叫我主人，叫我小姐。本来想让他们叫师姐或者大姐啥的，但是又想到李轩和怀荣，有点亏待他们2个了。李轩和怀荣好歹还能伺候自己，对自己不错，这群小孩倒要他伺候，凭什么身份凌驾他们2人之上？是，小姐。你们听好了，我不在的时候，宋玉就代替我管你们，你们有什么事情找他，说是觉得找他没有用，再来找我。好了，去选房间吧。陆九婉转身进屋，这群孩子先留下，至于管教方面不着急，既然决定养了，不可能放任自流。白米饭天天喂饱，就为了养大一群四肢发达的苦力。至于详细的打算，等他们先适应目前的生活再说。谁会做饭？一片沉默。卫青纠结了一下，煮饭就是把米和水放在锅里一起煮就是了，应该没有那么难。试试。炒菜呢？有人抢答。就是把盐和菜一起放锅里就是了。试试。试试吧。宋玉只能答应，想到他今天还跟小姐保证说他们要给小姐洗衣服做饭，
莫名有点心虚。卫青看着米缸，转头看了看人，一铲子下去，又一铲子下去，再一铲子下去。够了。卫青肯定地看着他。我数了34个人，一人一铲。宋玉看着那一大盆米，深觉这样不对，他接过盆，倒了一半回米缸里。晚上少吃点，吃了就去睡，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万一明天小姐发现米缸少了那么多，可能会心疼。没有人反对，毕竟大家都看到了，要是今晚吃34铲，米缸很快就消减下去了。他们有点心虚。陆九晚睡梦中闻到一股糊味儿，他翻了个身继续睡，再翻个身坐了起来，走到窗户边仔细一闻，真的不是错觉。在做饭。这才想起来他也没吃饭，他总会不自觉从空间里拿零食吃，所以根本没有饿。从空间找了件厚披风披上，这也还是李轩他娘给他做的，取了一盏灯笼下来，往里面放了个挂钩式的充电灯泡，提着灯笼顺着栈道而下，糊味越来越浓。这是干什么了？他们这么激烈，越近声音越大。快点，糊了，别翻了，沉了，弹起来，放点水，喝汤。陆九晚推开门，里面全是激烈的发表声，吵死了。只是轻微的声音和淡淡光线的变化，所有人声在一瞬间戛然而止。见到是小姐，所有人全都默默开始收敛表情，个个低着头，抬着眼皮，束手束脚，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看着一群狼崽默默变身成狗崽，陆九晚还算满意，还是得有个怕的人才能镇得住他们。他视线移到灶台，看着里面的烟慢慢变黑，越来越浓。好了，全糊了。小姐，我们都饿了，见你休息了，就没有来请示。你们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会做饭的。宋玉深深地埋下了头，说来惭愧，给我洗衣服做饭，是想毒死我，独占山庄？不是。下次给我洗衣服，是不是要拆成一片一片的洗？你一片他一片。陆九晚无语，把东西铲出来，倒了。大家以为小姐生气了，忙把锅里的东西铲出来，还把锅收拾干净了。小狗变鹌鹑。宋玉，拿盆。宋玉端了一个木盆过来，陆九晚走到米缸旁边看了一圈，这些玩意儿也猜不准他们的食量，但是大概一人一小铲米是完全够了的。铲10下。宋玉这才明白过来，小姐这是要教他们做饭，心里顿时变得明媚起来，连手上的动作也轻盈了不少。你叫什么？莫春。莫春默默心虚了一下，都怪他把火生太大了。好，莫春，把那边灶台里的火移到这边来。是。他又看向卫青。你叫什么？我叫卫青。他有点臊皮，他是全程做饭的主导，结果搞成这样。卫青，往锅里放半锅水，烧热下米。是。陆九晚看他们一个个像做错事的样子，就猜他们是担心被自己骂。今天我就教一次，每个人自己看自己学，以后饿了想加餐，厨房的东西随便你们吃，不用问我。他这话一落，厨房都亮堂了一圈，因为他们的眼睛会发光。你叫什么？陆九晚盯了一圈，盯住了夏青。夏青突然被点慌了一下。夏青。夏青，把这几块肉切成薄片。夏青将肉放在砧板上，拿起刀一片一片的切。那肉片，陆九晚觉得比窗户纸还薄。切厚点儿，要这个5片那么厚，这么薄，你不怕煮坏了？想喝肉汤就直接说。好。他不是担心小姐看了心疼吗？看着砧板上的肉片，年纪小点的已经开始藏不住表情了。陆九晚偷偷看了一圈，这群孩子年纪小的，脸上还有小奶标。都过来，排好队。他把人叫过来，其他手上没活的全都过来乖乖排好。你们几个小家伙过去收拾桌子板凳，该擦的擦干净摆整齐，然后乖乖坐好等着吃饭。小姐请坐。转头，身后一个小包子搬了一把比自己还大的椅子过来，仰头真诚地看着他。谢谢。小女孩听了句谢谢，有点发懵地看着小姐。叫什么名字？应蝶。陆九晚将椅子放在灶台旁边坐下，又问她来多久了？应蝶大眼睛一动不动看着小姐。
教员说半年了，应该学会杀人了，所以是半年。几岁？我不知道。你家在哪里？不知道。记得家人吗？记得。我娘爱哭，老掐我，扇我耳光，我爹看见我就烦。陆九婉心疼，算了，摸了摸他的脸。去吧，乖乖坐好。是。英蝶哒哒哒跑回去，和一群同龄小孩坐在长桌前，乖巧安静地看着这边。宋玉，看一下，米粒完全泡胀了，就可以把米汤盛出来。宋玉将米汤盛出来，满满一大钵，淡淡米香让人忍不住想喝几口。米汤等会儿可以喝，别倒。沐春，米汤盛出来之后，你就把大的柴火退了，留点小火就行。哦。终于切好了菜，一大盆土豆丝，一小盆胡萝卜片，半盆肉，2个菜得了。陆九婉也懒得费神。沐春，给另外一边的灶火里点火。卫青，你炒菜。莫春熟练的生火，卫青担忧的看了眼小姐，她怕搞砸了今晚吃屁。算了，我炒一个，你们给我看着，好好学，学不会就饿死你们。小姐不是说她是我的师姐，怎么连这些都会？教员不教这个。文柳、卫青，你们带弟弟妹妹们先回去吧，一会儿饭好了我叫你们。卫青，炒土豆丝儿，不用洗放锅，直接放油。这一身油烟味儿，等会儿回去还得洗澡。放油。对，然后等油冒一点点烟放菜。我考试的时候需要安静。闭嘴。小姐，放多少盐？自己掐。